村里的光棍有个变态的癖好，那就是每次见到寡妇门前晾晒的内衣，都会上前拿起来闻一闻，并且一边闻还一边说：“嫂子，你带孩子不方便，我拿回家给你洗洗。”谁都知道这光棍心里在想什么。寡妇当场拎起扁担，把光棍赶出了家门。他叫俊兰，虽然村里人都叫他寡妇，可他男人并没有死，还好好的待在家里。俊兰生得漂亮，虽然胸不算太大，可屁股挺翘，这符合乡下人的审美。屁股大了能生儿子。当年嫁到村里时，惹得村里男人们夜夜百爪挠心。后来俊兰果然生了个儿子，可他身材不仅没走样，附带的连胸都变大了，整个人前凸后翘，更平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起初村里的光棍们只能过过嘴瘾，可如今儿子刚出生，丈夫就傻了，见义勇为被人敲坏了脑袋，每天只能傻呵呵的流口水。村里的男人们见状，心思也渐渐活泛了起来。第一个上门的就是王五，他借着一身蛮力，又是挪刚又是搬粮的，倒是让俊兰放下了戒心。可在帮俊兰收拾穿过的衣服时，瘾又犯了，拿起来使劲的在鼻前嗦了2口，吓得俊兰当场把他赶出了家门。第二个上门的就是隔壁老王，可老王并不是冲着他美色来的，他与傻丈夫是挚友，这次过来是送奶粉，顺便问问俊兰有什么困难。后来还有无数男人继续踏破这门槛，可终究是想占便宜的多，真心实意的少。一晃8年过去，孩子都念小学了，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看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俊兰的那股子心性都快被磨没了。同样使他不堪重负的，还有村里的流言蜚语。自己虽不是寡妇，却胜似寡妇。他每次出门去田里干活，都要忍受妇女们的暗暗讥讽和男人们挑衅的目光。这天他带着儿子在地里除草，儿子因为炎热，跑到远处的高粱地里睡起了午觉。可就在这时，背后突然出现一双大手，狠狠抱住了他，浓密的胡茬贴在俊兰的后背上，将他按在草地里动弹不得。俊兰只能大喊反抗。救命啊！喊吧，这个大热天的，周围哪儿有人？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搭理你。远处午睡的儿子被吵醒了，他急忙朝这边跑着喊：“妈，你怎么了？”背后那人浑身一惊，立马飞快地朝儿子奔去。小袁，跑啊，不要过来！背后这人是村里的老光棍，名叫二兔子，他偷过东西坐过牢，绝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还好儿子机灵，转头就往高粱地里钻。俊兰也拼命地朝里面追。你别追我孩子，你要想弄你就过来弄吧，我不喊人，我碎了你心愿行了吧？听到这话，二兔子确实心动了，可他不傻，那小王八蛋跑出去，回头喊人抓自己的现行，那还得了？所以他要抓住他，还要以此为要挟，让俊兰夜夜与自己偷欢。二兔子越想越兴奋，结果一不留神，孩子已经跑没影了。俊兰也哭着，发疯般拔着高粱叶子。我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你要出了事，我可怎么活呀？孩子估计是追不回来了，可俊兰就在不远处。二兔子索性将心一横，不如就先做他一次，然后跑外地躲躲再说。可就在他准备回去找俊兰时，一声暴喝传来：“二兔子，你这王八蛋，看我不扒了你的皮，把你挂在树上抽！”这话把二兔子吓了一激灵，他谁也不怕，唯独怕这当过兵的老王。俊兰听到声音，窜出高粱地，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老王抱在怀里，眼里的泪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二兔子人呢？刚才追小袁，再没跟过来。我这就去村委调民兵，就是掘地3尺，也得把这混蛋挖出来。王哥，别，这个事儿就过去吧。可是老王语塞，他何尝不明白，90年代的偏远乡村还残留着大量的封建遗毒，人们不会因为妇女遭受欺辱而产生同情，反倒觉得这女人成了破鞋，成了家门的耻辱。何况俊兰又生得漂亮，男人还是个傻子。这些年村民在背后没少嚼他的舌根。好吧，我会私下里给二兔子一个警告。这些话全让躲在高粱地的二兔子听见了，他心想，原来俊兰也怕事儿，不敢把事情闹大呀。早知道俊兰这么软弱，就应该早动手。你老王隔3差5在外跑运输，有时好几个月不回来，我倒是要看他，你能护到他什么时候？二兔子再次蛰伏了起来，可儿子小高原却被吓病了，每天都头重脚轻，浑浑噩噩，看了好几个医生也不管用，到最后连饭都吃不下了。俊兰急得满眼含泪，冲上去打他的傻丈夫。你怎么这么不中用啊？你白长了这么大的个子，你这个窝囊废，我怎么这么命苦？我为什么要天天守着你呀？这日子我过够了。俊兰真的崩溃了，这些年他死守的那根底线，在无情的生活压迫下，砰的一声就断了。我不管你这个傻子了，再也不管了。我连儿子都照顾不好，还要天天被人欺负，我图个什么呀？但凡要有个男人能接纳我和儿子，我嫁，我走，我为自己活一次。这天，二兔子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暗地里打听，说是老王已经去外地跑运输了。深夜，他翻进了俊兰家里，蹑手蹑脚摸进里屋，看到了那张诱人的花棉被，迫不及待地拱进了被窝里。真热乎啊！我的小美人，你在哪儿？他忙着拿手去摸，结果却摸到了一个壮汉，床上哪有俊兰的影子，倒是他那个傻丈夫，一个闷屁直接崩到了他脸上。二兔子被呛得直咳嗽，他翻遍了整张床，也没寻到女人的踪迹。原来俊兰下午就领着儿子高原去县医院了，得亏大夫医术高明，挂了一下午吊瓶，儿子的脸色终于有所好转。隔壁的病床前摆了一大把香蕉，儿子总是止不住的侧脸看。傍晚香蕉的主人来了，竟是个很帅气的男人，有些文质彬彬，见人就微微一笑，特别有礼貌。俊兰哪见过这样的男人，他卑微的都不敢跟人家说话，倒是那人很大方，
看小高原躺在病床上，又是给香蕉，又是分水果，一来二回的交谈，彼此就熟络了。俊兰了解到对方叫黄国维，今年38岁，不是本县人，来这里做生意，患了点病，爱人头些年就去世了，家里有个女儿，一直跟着奶奶。出院那天，黄大哥开着摩托车，主动把俊兰娘俩往家送。倒是俊兰为了避人闲话，赶紧让摩托车走小路，偷偷进了村。黄国维在家里尝了俊兰的手艺，还指导小高原做作业。吃完饭后天已经黑了，黄国维就要走，毕竟孤男寡女不太好。可就在这时，堂屋的门却被人推开了，不是二秃子还有谁？俊兰当时吓得一激灵，二秃子也吓了一激灵，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里还有个男人。他是个坏人，黄大哥，他是贼，还欺负过我。二秃子本想逃跑，可任谁能想到黄国维是真会武术啊！他一个箭步窜上去，当场就把二秃子治得服服帖帖。俊兰，找绳子捆上。黄大哥，要不就算。农村的事儿我懂，你交给我就行了。最后，二秃子被五花大绑，嘴都被傻丈夫的臭袜子给塞了起来，噎得他直翻白眼。黄国维也不含糊，直接拿大砖块手机拨给了县里的同学，并简单说了下情况。俊兰也跟黄大哥略作商讨，便穿上了那天在高粱地里被二秃子撕毁的衣服。半小时不到，县里、镇里的警察都来了。国维真是入室抢劫加强暴未遂。你看我妹没衣服，还有我妹夫是傻子，他凌晨半夜跑家里来，还能干什么？爷，这不是二秃子吗？连个儿刚放出来啊，这又憋不住了。二秃子呜呜乱叫，警察把臭袜子扯开，他才有嘴辩解。冤枉啊，我就是来串门的，我啥也没干，还被揍了一顿。凌晨1点，跑傻子的媳妇家串门，二秃子，我咋你都知足了？这些年光我就抓了你3次了，没想到你一次比一次再大。老赵，这还是个惯犯。是的，队长，连个儿刚放出来的。那行，现在也证据确凿，惯犯加数罪并罚，你们必须得给我往狠里告。还有那妹妹，你把这衣服换下来，我们带回县里化验指纹，只要有这人的痕迹，我保他牢底坐穿。俊兰赶紧回屋换好衣服后，把之前二秃子扯烂的衣服交给了警察。国维，要不你跟妹妹配合我们去做个笔录？妹妹家还有孩子要照顾，我去吧，这事儿我也是见证人。说完，黄国维就往外走。俊兰的心在那一刻真的是被触动了。这些年下来，黄大哥真就是他要等的人，甚至比他想的更好。当高原第二天醒来时，他竟突然发现，曾经那个温柔的母亲又回来了。俊兰不再对丈夫恶语相向，反倒勤快地拿剪刀给傻丈夫剪了发，洗了头，换了干净衣服，做了顿热乎乎的早饭。他还带着儿子去赶集，2毛1杯的冷饮喝个够，炸油条吃到饱，花花绿绿的衣服一买就是3件，甚至砸下10元重金给高原买了个多功能文具盒。不仅如此，俊兰还趁着夜色做了1整屉的馒头上锅开蒸。深夜里，高原被门口的摩托车声惊醒了，同时传来的还有大院的开门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令他崇拜的黄叔叔来了。高原兴奋地往外跑，可刚来到院子，却听到了门外母亲与黄叔叔的交谈。家里都安置好了吗？安置好了。君，往后你跟了我就不用再受苦了。把我孩子带上好吗？不行。听到这里，哪怕高原真是个小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来不及多想，几乎拼了命地冲到外面，就看到母亲挎着包袱上了黄叔叔的摩托车。他用尽力气冲过去，死死抱住母亲的腿，泪涌不止地喊道：妈，抱我走。妈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妈，抱我走。乖，去睡觉，回头妈给你带好吃的。妈，抱我走。高原的嘴里只有这3个字，却宛如利刃般穿透了俊兰的心。他转头看向黄大哥，苦苦祈求：带上他吧。不行，带上他算怎么回事？要是1、2岁不懂事也就罢了，可他都这么大了。带上他，要不然我也不走了。那就上来吧。要说这孩子不孬。俊兰喜笑颜开，伸手抓住高原就要往车上拉，可高原却执拗地反抗往后退。你这孩子到底想干什么？咱们走了，爸怎么办？顾不上那么多了，妈只能顾着你。高原，跟着黄叔叔走，往后你就能天天坐大摩托，坐火车去南方，去看高楼大厦，看满地的小轿车。高原，别人有的，往后你都会有，也不会再有人歧视你、欺负你了。上车吧，我会拿你当亲儿子一样。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呀！离开傻父，他就能撕掉小傻子的标签，就能与那些嘲讽、侮辱彻底斩断。在那个最平凡不过的乡村夜晚，那个最普通的少年，他紧握双拳，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伟大的决定。妈，你安心走吧，我留下来照顾爸爸。望着懂事的儿子，俊兰的心都揪成了一团。可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高原的一场大病，再加前2天的挥霍，家里已经没钱了。何况村里走了二秃子，还有张秃子、马光棍，谁能保证他这个如花似玉的妇人不再遭受欺辱？他不想把自己的大好年华埋葬在傻丈夫身上。她也是个女人，也需要男人的呵护与疼爱。她是那样的矛盾，她想伸手将儿子带走，可摩托车启动，那靠在墙根孤独无助的儿子正与她渐行渐远。
班上有个奇怪的同学，他考试门门满分，却每天都要迟到。从第一天上课开始，他就迟到了10几分钟。老师看在刚开学的份上，就没为难他。可没想到第2天，男孩依旧迟到。想想他入学的优秀成绩，还是挥手让男孩进去，因为老师相信事不过3。然而男孩却是变本加厉，连续1周天天迟到。老师终于忍不住了，指着男孩的鼻子怒吼道：“你立马给我滚去罚站！”就这样，男孩成了全班的笑柄，但没有人关心他迟到的真正原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迷茫，那就一定要看完这个故事，也许它会让你重新找回失去的力量。时间回到开学前，名叫高原的男孩马上要念初中了，可在这个贫瘠的家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犯难的事。镇上的中学离家至少有10里地，高原需要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一辆自行车代步，可家里真的太穷了，母亲为了凑学费卖掉了家里的口粮，他又怎么忍心开口？于是，在开学前1天，高原暗暗告诉自己，没有自行车，那我就用双腿走，每天早起1小时，应该不会迟到。可他刚刚打定这个主意，母亲就从外面回来了。我给大江妈说好了，以后上学让大江带着你。大江是邻居老王家的儿子，虽说2家大人的关系一直不错，但大江人从小就没少欺负高原，甚至以欺负高原为乐。果不其然，次日2人刚见面，高原就碰了一鼻子灰。你想干嘛？你妈说让你带我去学校。这车你知道多少钱吗？坐坏了你赔得起吗？大江仰着头，居高临下鄙视道：“我警告你，不要给鼻子上脸。还有，到了班里，别说你跟我同村，我丢不起那人。”说完，王大江骑车飞驰而去，所以才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高原开学第1天就迟到，但高原并不气馁，第2天就起了个大早，准备早点出发。可这却惊动了母亲。这还不到6点，你起这么早干嘛？高原待在原地，不知该怎么回答。是不是大江不带你？没有。王大江虽混，但他爸妈是好人。高原不想因为与王大江的关系而影响到大人，所以极力的否认。可母亲知道大江每天7点半出发，所以高原也得按照这个时间，否则就露馅了。思来想去，高原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上课时间是8点，想不迟到就必须得在半小时内跑10里地，跑得和自行车一样快。这个距离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不算太难，可高原才11岁啊，况且他体质孱弱，又背着重重的书包，中间还要穿越一片高低起伏的土坡。可他没有选择，命运只给了他这一条窄路。他能做的就是拼命与时间赛跑，拼命缩短迟到的距离。秋去冬来，日复一日，50分钟、40分钟、35分，在历经了4个多月的千锤百炼后，在那个寒冷的季节，高原终于跑进了30分钟，他再也不需要罚站了。自那天起，高原几乎很少再迟到。少年用自己的意志解决了求学路上的一大障碍，可他仍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贫穷。班里除了他，几乎没人自带午饭，只有高原在家里带馒头、咸菜，用罐头瓶子装1杯200克。他还不敢在班里吃，每次都躲到操场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里，做贼般的狼吞虎咽，左顾右盼，生怕被认识的同学看见。这些他都可以忍受，可一旦牵扯到交资料费的问题，那就麻烦了。高原只跟母亲说过1次资料费的事，他也能从母亲的脸上看到那为难的模样。母亲只让他再等等，所以高原此后便没有再催促。他知道母亲难，家里更难，可拖上1天2天还行，拖上1周2周，他也能硬着头皮坚持。可自己这一拖已经快1个月了，关键很快就要期末考试了，学校规定要在考试前1个月交上。于是那天放学回家，他决定无论如何得再跟母亲说说，这千万不可再拖了。放学回家，高原看着母亲在灶台前忙活，他突然又有些开不了口。母亲心细，他肯定记挂着资料费的事呢，真要是筹到钱，母亲肯定早拿出来了。正想着，没想到母亲突然开口：“小袁，资料费现在交还不晚吧？”妈，咱家有钱了。俊兰有些扭捏的从兜里掏出一张票子，是崭新的50元纸票，他一把塞进高原手里说：“拿好了，明天赶紧把资料费交了吧。”妈，收粮的今天来了吗？不是，管大江妈借的，等回头打粮卖了钱再还给人家。高原终于放下了心，自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去学校。第2天跑到学校，第一件事他就赶紧去办公室找班主任交资料费，可当时班主任不在，于是他赶紧又把钱收好，生怕弄丢了。就连上课的时候，他都不自觉地把手插进兜里，摸摸钱是否还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外面起了风，还飘起了雪，所以今天他决定不去小树林吃饭了，等同学们走完后在教室对付一口。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刚把馒头拿出来，可还没吃几口，班里的张慧竟然从后门进来了。这惊到了高原，他赶紧把馒头往怀里藏。张慧疑惑地看了他2眼，从桌洞里拿起自己的小钱包，便匆匆出了教室。好险，幸亏没被看到。高原擦了擦额头的汗，直到张慧走远了，他才赶紧把馒头掏出来，继续狼吞虎咽。下午打预备铃的时候，张慧急急忙忙跑到教室，找到自己的好姐妹宋雪。宋雪，班主任回来了，你不是要交资料费吗？赶紧去办公室吧。哦，我这就去。宋雪立刻起身，忙着掏起了兜，可她掏了又掏，摸了又摸，最后又从桌洞里将书包拽出来翻，可资料费却死活找不到。宋雪，你怎么了？资料费不见了。张慧，你还看见了一张崭新的50元钱纸票，我给放哪儿了？我记得你放书包里了，然后你又装身上了，反正就在这2个地方，你再好好找找。宋雪又把自己的兜翻了一遍，还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结果愣是找不到那钱。宋雪白皙的脸颊上瞬间挂满了泪，这哭声引起了全班人的注意，高原的目光也往那边看。
结果张慧立马朝高原奔来，当场对着高原质问道：“是不是你偷的？中午你鬼鬼祟祟在宋雪书桌前干嘛了？”我没有。没有？那你敢不敢让我搜？我有什么不敢的？但我兜里的钱是我自己的资料费。还说你没偷，这就是宋雪的钱，我见过，崭新的50元纸票。这是我妈昨晚给我的，怎么就成宋雪的了？你不要太欺负人！大家都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宋雪的资料费？张慧的几个姐妹围过来，看到崭新的纸票，随即纷纷肯定这就是宋雪的钱，她们都可以作证。几个女生还伸手要抢，高原赶紧护住，把钱死死地攥在手里。这是我的钱，我拿来交资料费的。宋雪啊，你们不能这样，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你把钱放到别处给忘了？你再找找行吗？还抵赖？我这就去喊班主任拆穿你这个小偷！说完，张慧愤愤地就去办公室，直接把班主任叫了过来。班主任到来，冷着脸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就是他偷了宋雪的钱，中午就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还鬼鬼祟祟的。我上完厕所回来拿钱包的时候，高原慌慌张张把钱藏进了衣服里。我藏的不是钱，不是。高原，你要真拿了宋雪的钱，就还给人家。人可以穷，但不能没骨气。我真没偷，这钱是我妈给的，是管邻居借的。拿过来吧你，这钱就是宋雪的，我们都可以作证。崭新的50元大票，早晨在教室里，宋雪都拿出来给我们几个看了。老师，他就是小偷，他家可穷了，全班就他一个人带饭，每天都躲操场的小树林里啃馒头。他交不起资料费，可不就要偷吗？高原当时就崩溃了，他知道这钱来的有多不容易，母亲轻易不求人，拖了那么长时间，他为了自己终归还是拉下脸面去邻居家借了钱。如果这钱真被赖去，他怎么跟母亲交代？你给我，都给我消停点儿！宋雪，你好好看看，这钱是不是你的？高原这孩子我了解，他不太可能偷东西。宋雪望着手里的钱，他唯一能分辨的就是这钱是不是新的。他丢的钱是新的，高原手里的钱也是新的，同样都是50元钞票。更让宋雪气愤的是，小学时他次次都考第一，可偏偏到了初中，他的第一被高原抢了。几次月考的总成绩都只差5分，就因为这5分，他只能屈居第2。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狠狠打击一下高原，他极有可能追回那5分，重夺榜一。老师，这钱就是我的，张慧他们都能作证。不要这样好吗？你再好好想想，一定是你忘在哪儿了，或者被别人偷了。在班主任眼里，高原是尖子生，怎么想他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可他有这种动机，资料费拖了那么久，也没给个交钱的准信儿，所以也不敢武断的下决定。钱先交给我，这事儿回头再解决，都先给我回座位上课。可钱就是宋雪和高原的命，谁愿意交出来？高原更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交代，明明就是自己的钱，他们凭什么抢？你们这群强盗，你们太欺负人了！你给我住手！高原，班主任揪着他的领子，直接把他拖到教室外面。你先给我站在这里冷静一下，是你偷的，你跑不了，不是你偷的，别人也不能污蔑你，给我好好反省，什么时候不冲动了，再给我回来上课。那天，高原觉得这个世界好冷，不管是身体还是心脏，他都感受不到一丝温度。没了资料费，还被人污蔑成了小偷，这个书他还怎么念啊？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辍学的念头在高原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教室里的班主任同样也不好过，这钱都长得一个样，而且都说是自己的，这该怎么分辨？更令他头疼的是，教研组主任刚分给他一道难题，让他在放学之前把解题过程列出来，然后交上去。他之前研究了一会儿，愣是找不到头绪，现在班里又闹了这事儿，更令他心烦意乱。此刻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病急乱投医，直接将题出在黑板上说：“这节课就做这道题，谁要是能解出来，我就奖励他50元钱。”班主任江斌只能出此下策。宋雪是班里的尖子生，他相信这女孩能够把题做出来。当然，即便结果不对，他也判宋雪正确，这样便有了2张50元，资料费的事也就解决了，糊涂官司也就过去了。而高原透过窗户也看到了黑板上的那道难题，命运似乎又朝他伸来了橄榄枝，使他在最后的时刻变得犹豫。初一的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初3的数学题，说只要谁做出来就奖励50块。班上的尖子生们跃跃欲试，因为这道题虽然是初3的，可用到的却是初1的知识，只是比较复杂而已。半晌过后，老师开口询问：“马世宝，你得多少？4.687。”听到这个答案，班主任摇头叹息，随即又看向全班第2的宋雪：“你的结果是几？”我的答案是24。班主任依然皱眉。显然他的结果也不对。就在老师准备放弃的时候，正在教室外面罚站的高原突然开口：“这道题的答案是16。”他的双手发抖，嘴唇也被冻得发紫，可回答的却是那么坚定。班主任的脑海里炸了锅，答案是16没错。他大步来到教室外，眼前的一幕让他呆愣当场。只见少年背后的雪地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算式，不仅字写得美观工整，算式也答得行云流水。这样一个眼神坚定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偷别人钱？这一刻，对于班主任江斌而言，宋雪的钱是怎么没的已经不重要了。原来是班上宋雪的资料费丢了，是一张崭新的50元。可好巧不巧，高原今天准备用来交资料费的50元也是新的。老师一时之间也分不清这钱到底是谁的，所以才想用答题的方式来解决这笔糊涂账。回教室吧。他搂着高原的肩膀，轻轻推进了教室里。接着他走上讲台说：“好了，资料费的问题解决了，谁也不用再争执了。”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虽然高原熬过了资料费这道关，可他经不住别人背后的议论，而那50元钱到底去哪儿了？
宋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找到答案，直到她摸到掉进衣服夹层里的50元时，才知道误会了高原。她慌了，白天被自己的姐妹们逼成那样，心里愧疚不已。可随即她又陷入了茫然，自己的姐妹们为了帮自己抢这钱，都已经豁出去脸面了。反正高原的资料费已经被班主任交上了，这个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自己何苦再来这么一出，去伤害更多的人？那个夜晚，宋雪在辗转反侧过后，终究还是选择了沉默。可高原心里不舒服，像是压了块大石头。虽然资料费的问题解决了，可自己的污名却还在，甚至回到家后都无心做作业。小袁，给你看样东西，信是写给你的，我觉得瞒着你不太合适。那是一封来自南方的信，署名黄国维，收件人是高原。还记得以前那个黄叔叔吗？他给你写的信。原来在3年前的那个夜晚，妈妈没有离开，最终在村口跳下了黄叔叔的摩托车，选择和高原一起生活。高原把信纸摊开，映入眼帘的就是黄叔叔诚恳的道歉。他希望高原不要记恨自己，时至今日，他都非常懊悔。紧跟着就是一段极为关键的文字：高原，叔叔没什么好送你的，最近身边的朋友都爱收藏纸币，我也顺手搞了几套，就送你1套做纪念吧。钱不多，但有收藏价值，都是同一年印发的，而且编号的最后一个数字都是8，你好好留着，保不齐将来还能卖个好价钱。读到这里，高原的心脏开始狂跳，因为他给自己提供了证明清白的证据。妈，黄叔叔说他寄了1套钱币，您之前给我的那50元钱，就是从这套钱币里拿的吧？哎，小袁，你不要多想。刚好你黄叔叔给寄了钱，我就赶紧拿出来给你交那资料费了。妈，那些钱在哪儿？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我可能要用到，不是随便花，等我用完了再拿回来给您。好，我这就给你取，包装可好看了。俊兰赶紧回自己屋里，从床底下取出了那些钱。长条包装上从1元、2元、5元，一直到单张的100元，唯独中间缺了张50元的钞票，而且这些钱上的编号最后1位数都是8。只要把老师手里的那张钱拿过来比对一下，便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二天，高原激动地跑去了学校，结果却发现宋雪那些人竟然不再议论自己是小偷的事，而且路过自己的座位时，竟然还刻意躲着自己。终于等来了班主任的数学课，可高原却犹豫了起来。真的要澄清吗？只要把钱拿出来对簿公堂，这个小偷的罪名他就不用再背了。可是宋雪那帮人怎么办？他们昨天把自己污蔑的那么厉害，今天若是把一切都揭穿，他们这些女孩子的脸面可就没处放了。那节数学课，高原就那么盯着班主任，他犹豫了无数次，冲动了无数次，可最终还是没有拽开书包的拉链。终于熬到了放学，高原还是没能狠下心将这件事情闹大。他知道宋雪家里也困难，念这个书不容易，资料费跟自己一样拖了再拖，本质上他们同病相怜。他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力说服了自己的内心，而宋雪那一小撮人也再没提起过这事儿。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临近深冬，天气越来越冷，衣着单薄的高原终究还是感冒了。他真的害怕生病，害怕感冒，害怕再跑去县医院透支自己的家庭。可怜的少年，就连一场感冒都成了他必须要认真对待的敌人。当晚回家，他就煮了一大碗姜汤喝下，可夜里还是发了烧，四肢颤抖，昏天黑地。凭着一股意志下床，他不停地喝热水，企图将体内的汗逼出来。只要出了汗，感冒就好了。可一直折腾到后半夜，他仍未出汗。高原垂着不争气的身体，直接翻出柜子里的旧衣服，开始缝制沙袋。一个沙袋有5斤，2条腿一下子就多了10斤负重。天亮后，他迫不及待地朝学校奔跑，才行至半路，他便大汗淋漓，嘴里呼哧呼哧冒着辛辣的热气。蜜玉，你又奈我何？病魔，你能拿我怎样？你真觉得我不敢拿你怎么样吗？整整迟到了10分钟，给我到后排站着听课。可高原还是开心，因为他出了一身汗，头发都湿了，身体的高温退去，他的病好了。自那天起，高原的沙袋就没摘下，他需要不停地强健体魄，使自己百毒不侵。1个月后，高原奔跑的速度又提了上来，他不再迟到。可宋雪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开始下滑，他越来越不自信了。期末考试来临，高原发挥极好，但宋雪却早已动摇了心智。寒假前夕，成绩下来了，宋雪仍然是第2，可高原却硬超了他40多分，再也追不上了，再也没机会追了。午饭时间一到，大家又开始朝教室外蜂拥，而高原则缓缓低头，他只有等其他人都走了，才能拿出馒头，赶紧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可让他上火的是，后面的宋雪却迟迟不走，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高原将心一横，大不了再去垃圾堆旁顶着寒风吃完这一餐。只是还没等他行动，宋雪却背着书包过来了。高原，送我好吗？高原愣住了，宋雪从未跟他主动说过话，今天这是怎么了？送我吧，有很多话我想跟你说，现在不说就再没机会了。在那个晴朗的中午，那条校园小路上，宋雪第一次与一个男生散起了。对不起啊，虽然这个道歉来得这么晚，高原，真的对不起。没事，我早就忘了。对了，还没放学呢，你背着书包干嘛？辍学了，再不念了。为什么？总得有个理由吧？是因为资料费的事吗？没人知道的，只要你不说出来，留下来吧，没必要因为这个辍学。宋雪一下子哭了，她没想到这个男孩竟然一直都在维护着自己。她哭着说出了辍学的原因是她的家庭不允许她再念了。这一次成绩下滑，
父母直接斩断了他求学的路。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我就不考第一了。我真是个混蛋，我干嘛跟你较劲啊？高原真的好愧疚，读书在这个年代，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你等我，我这就去找老师，就说成绩弄错了，让他把第1名的奖状发给你。宋雪，这个办法行得通，老师肯定会帮忙。高原，读完初中我也上不了高中，我家里还有2个弟弟，家里供不起那么多人。这就是我的命，再努力也没用。在那个暖阳与冷风交织的中午，一对少男少女面对时代的局限和家庭资源的残酷竞争，却是那么的无力。资料费的事，我跟班主任解释过了，回头你可以清清白白做人了。这个还你，从衣服的夹层里翻出来的，我早知道不是你拿的了。高原，我是不是很可恨啊？你骂我2句吧，打我几下也行，这样我心里会舒服一些。留着吧，这钱本就是你的。至于那资料费，班主任已经替你交过了。可是你答对的题，那是班主任给你的奖励，就当留个念想吧。咱班主任是个好老师，他出这钱的本意也是想让咱们好好念书，所以这钱你留着，比在我这里的意义更大。曾经2人为了这钱剑拔弩张，彼此憎恨，如今他却成了象征友谊的收藏品。也许人生就是这么耐人寻味吧。去班主任宿舍吧，他让我转告你，中午去宿舍找他。宋雪拗不过高原，终究还是把钱收了起来，还强装大气地朝高原笑了笑。接着他转身离开，在远处推起自行车，缓缓消失在了校门口。狭小的宿舍里摆着一张床、1张旧课桌、2把凳子，桌上放着1袋子水煎包、2碗豆腐脑、1瓶白酒、2个水杯。能喝白酒吧？陪我干一杯。老师叫初1的学生来宿舍谈话，却在桌上摆了1瓶白酒。能喝白酒吧？陪我干一杯。学生很疑惑，刚正不阿的班主任怎么突然带头违反起了纪律？老师，学生不能喝酒。少废话，是男人就给我干了。高原心里也难受，索性端起茶杯，把辛辣的酒液一饮而尽，喉咙立马像火烧一样，但浑身又有种说不出的畅快。吹吧，都是给你买的。老师，宋雪辍学了。我知道。为什么不帮他？第1的成绩我可以让给他，只要您在班里解释一句，他回家就能跟爸妈有个交代。这个初中，宋雪念的不容易，每天放学回家要干很多活儿，几乎没时间学习，否则她的成绩未必比你差。高原越听越不是滋味，他本以为自己够苦，却不曾想有些人比他还要苦命。至少他在家做作业时，就连傻父都知道不能打扰他。何况宋雪栽赃了你，他来学校念书，心里更不是滋味。他想站出来澄清，又没有那个勇气。可能只有辍学，对你们彼此才最好吧。不说了，吃饭吧。眼前油黄焦酥的水煎包曾是高原垂涎欲滴的美味，但此刻他竟然没有一点胃口。小袁啊，你是个爷们儿，那事儿过后，你竟然没再辩驳一句。有心胸的人，将来都能成大事。这天的谈话，高原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但他更加珍惜念书的机会。冬去春来，四季变换，高原以全级第2的成绩升到初2，家里的玉米和小麦也是收获颇丰，一切看起来仿佛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偏偏就有人不见得他好，那就是班上的王大江，也是高原的邻居。作为班里的体育委员，他人高马大，还略有几分帅气。正常情况下，他理应是班里人崇拜的对象，可偏偏人们私下里谈论最多的却是高原。这股子歪风邪气是该好好整顿一下了。该怎么整治高原呢？他如老僧入定般苦思冥想，望着前排那个瘦削的身影，他忽然间发现，此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强大了起来。奶奶的，他怎么就这么优秀呢？他只是一个傻子的儿子，他连个自行车都没有。高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连王大江都有些崇拜和佩服。可越是佩服，他心里就越别扭。接受别人优秀很难，接受别人超越自己更难。下课后，他愤恨地咬着牙，将同桌宋建超的乒乓球拍扔到地上，一脚下去，握柄给踩断了。建超手持修真小说，整个人被惊得呆若木鸡，因为这可是他花了20多元巨款买的双胶面球拍。你发什么疯？大江没有解释，而是凑到建超耳边悄悄说了半天。建超的眼神竟开始从愤怒转向平和，接着又多了一丝狡黠的窃喜。中午休息的时候，高原没想到大江会来找他。你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说完，大江转身就走。高原愣了一下，才跟着出了教室，一直走到操场外的乒乓球台的位置。大江对他说：“你是不是把那件事告诉我妈了？哪件事？还有哪件事我没拿自行车带你上学？没有，绝对没有。”那就好，没想到你小子挺仗义。昨晚我妈就问了一嘴，我不放心，才来找你证实一下。要没别的事，我回去了。别呀，听说你乒乓球打得挺好，过来玩几盘呗。不了，我还有作业要写。说完，高原转身就走，可把王大江急得不轻。他的计划再精妙，对方若是不上当，岂不是白忙活一场？高原跟别人能打，跟我就不能打，你瞧不起谁呢？别人是我朋友，而你不是。每天放学，我妈都问我今天跟高原玩什么了，你让我怎么回答？我知道你恨我，可是咱们都长大了，懂事了。高原，你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宋雪你都能原谅，为什么不原谅我？这话说到了高原心坎里，
也许大江真的懂事了。于是他决定给大江一个机会。见高原转身，大江开心了，赶紧拽着高原来到建超打球的台前，将一只双胶面的球拍塞到了他手里。建超这家伙狂着呢，你先替我削他一顿。高原握着手里昂贵的球拍，他觉得大江真的变了，这么好的球拍都拿给他用，这是他意料之外的。当年中国与美国进行乒乓球外交，使得两个国家都建立了友谊。如今他与大江之间会不会因为乒乓球这项运动而化敌为友呢？高原越想越兴奋，手里的球拍也用力挥舞了起来。一切都会有转变，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高原吓得当场愣住。一是这么昂贵的球拍毁在了他手里，二是他砸了建超，对方可是小混混，听说建超的干爹还是社会上的大哥。完了，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不等高原反应过来，王大江一把夺掉高原手里的握柄，又狠狠推了他一把。看你干的好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活该没朋友！怒骂一声，王大江便和几个同学赶紧收拾球拍，扶着建超往医务室跑。也是从这天起，高原的噩梦又来了。建超等人每天下课都要把高原拉到角落里，威逼恐吓让他赔偿一只球拍，外加建超的医药费，对方要30元巨款。他一个连午饭都得自带的穷学生，哪有这个钱？况且高原不傻，凭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把一只球拍给甩断呢？可他没有证据。等建超从医务室回来的时候，球拍的胶都被刮干净了。大江不在他上学，他可以靠奔跑解决；宋雪污蔑他，他也可以默默忍让。可如今牵扯到了钱，他一个学生真就没办法。那段时光，高原真的好无助，每天被人欺负，被人打黑拳，他也只能忍着。本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结果却是这样不堪。他终究还是把别人想得太好了。好在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是那场姗姗来迟的春季马拉松运动会。1等奖1名，牛皮篮球1个；2等奖2名，胶面乒乓球拍1副；3等奖5名，运动水杯1只，优秀奖若干。是的，高原看中了2等奖，看中了那副球拍，只要他能拿下这副球拍，他与建超的矛盾就化解了，他就再也不用被欺负了。大江，我要参加马拉松比赛，你瞧你那弱不禁风的样。一开始大江是拒绝的，可随即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肯定想要球拍，不过以他的小身板，根本就进不了前3名。就让你参加，我会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希望破灭，同时我还要你仰视着我夺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哈哈哈。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比赛的起点是学校南门，那里乌泱泱全是人。这次比赛不分年级，总人数加起来竟有90多。高原所在的2班加上大江在内，总共5人参加。作为本班的体育委员兼小队长的大江，赛前正给队员们分发从家里带来的巧克力。使劲吃，这玩意儿不体力。今天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咱班争个优秀奖的名额。其他人忙不迭的开吃，只有高原默默地站在角落里。有那么一瞬间，大江想把巧克力递给高原，因为高原看上去那么可怜，尤其今天高原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所以显得更可怜。怎么不给高原分？他也是咱班的运动员。他吃了也是浪费，屁用不顶，最后还不都变成屎了？你吃了就不变成屎吗？你拉的都是金疙瘩。不一样，我吃了能转化成能量，我能拿第1，他能吗？王大江虽然嘴硬，但心还是软了。尤其今天中午回家，他听说了高原家里发生的事，使得他回来的一路上都心神不宁。他到底还只是个少年，内心深处依旧还是善良的。他觉得对高原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些过分。等比赛结束吧，他会告诉建超不要再欺负高原了。球拍的事情就此烟消云散，将所有思绪收回。待发令枪一响，大江就如出弦的箭一般，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瞬间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高大健硕的身躯虎虎生风，他甚至都不把初3的学长放在眼里。这次他必须要夺冠，因为只有第1名才能参加市里的联赛。因此大江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的引路车。随着时间的流逝，赛程已经到了一半的虎头桥，只要在这儿折返到出发点，冠军便非他莫属。大江心想，自己的速度如此之快，身后应该没什么人。可当大江回头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一张脸，一张熟悉的脸。一瞬间，大江感觉头皮都要炸了，浑身汗毛炸裂。在学校的马拉松比赛上，男孩本可以跑第1，可他却故意不好好跑。第1名慢，他就跟着慢；第1名提速，他也跟着提，始终就保持在第2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拿到第2名的奖品，班上的恶霸才不会欺负他。原来在半个月前，男孩在打乒乓球时不小心损坏了班上恶霸的球拍，恶霸让他赔偿30元。可对于生在90年代贫穷家庭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所以这半个月以来，他天天被恶霸欺负。直到半个月后的今天，学校举行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而第2名的奖品就是一副球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紧跟第1，以第2名的身份去领奖。但这可把跑在第1的王大江吓傻了。他自诩为体育天才，可此刻的脑袋却嗡嗡作响。不管怎么咬牙冲刺，高原始终紧跟在他身后。见鬼了，真的见鬼了！这小子吃什么药了？他明明那么弱小，风一吹都站不稳，他凭什么挑战我这个体育天才？体力透支和精神压迫带来的双重打击，使得大江乱了节奏，速度越来越慢。高原自然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也刻意放慢了脚步，毕竟第3名离他还有很远的距离。随着距离的拉开，大江终于松了口气。到底还是不行了，凭着一股报复我的执念，才坚持到了现在。但仅靠执念，你是赢不了的。大江嘴上虽然这么说，可以往高原母亲对自家的好却浮现在脑海。他们2家本就是邻居，自家不种地，高原妈就经常给大江家送新鲜蔬菜，送香喷喷的嫩苞米。大江也知道，这一切
是每天骑自行车带高原上学，对方给的回报。可大江从没有带过高原，大江越想，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少年对于人生的开悟，可能往往就在那么一瞬间。于是他降低速度，来到高原身边。你能不能跑快点儿？就这点儿本事，还想赢我？我没打算赢你，你必须赢我！王大江，你太霸道了！你知道我参赛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夺冠，就拿不到球拍，就要继续被你们欺负。你为了整我，连冠军都不要了吗？咱们到底多大的仇？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大江愣是被高原怼得哑口无言，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解释。高原，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你妈住院了，被拉到了市里的骨科医院，她的腰可能断了。王大江，你太卑鄙了！为了整我，你真是不择手段，竟然靠污蔑我妈来打击我是吗？我告诉你，没用的，今天我就是死也要拿到球拍。我说的是真的。中午回家，我妈告诉了我这件事，婶子的腰真断了，我爸找车送去的市里。王大江，你要再赶着我妈一句，我弄死你！婶子已经知道你每天跑着上学了，今年你家粮食打得多，婶子想卖一部分粮食给你买辆车子，可今天上午婶子抬粮食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听说当时就不能动了，直接瘫在了地上。我让你跑第一，这样周六那天你就能坐学校的车去市里参赛，等比完赛你就能去看婶子了，不然的话谁能带你去市里？是你那傻爹，还是你那偏心的爷爷奶奶？高原想忍住眼里的泪，可泪水还是不受控制的往外涌。话说到这个份上，应该假不了了。母亲这几天确实在倒腾粮食。好吧，我让你第一，也只有第一才能到市里参赛。王大江，你给我听好，我就是拿第一，也不是因为你让我。高原，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如果我赢了，你可别怪我不仁不义。你仁义过吗？别废话，今天你要是输了，往后就别再骚扰我。说完，高原的身体宛如出膛的子弹，噌的就冲了出去。王大江不甘示弱，硬是带着满腔怒火与高原跑得不相上下。可才仅仅过了2分钟，大江就扛不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高原的距离越来越远。天哪，高原是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他怎么能跑得这么快？我连追逐他背影的能力都没了吗？眼看着球拍事件就要解决了，可母亲又遭遇了这样的灾难。在人生的这条赛道上，高原似乎永远也跑不赢，可不赢也得跑，因为他没有选择。这条路高原太熟了，多少个清晨与傍晚，多少个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奔跑着，从不敢有半点松懈。渐渐的，他发现凉爽的春风开始推着他的后背，让他的速度更快。高大的白杨树哗哗作响，在不停地为他加油鼓劲儿。田野里的麦苗弯腰，在为高原指引着前方的道路。骑摩托引路的老师也被高原的身姿给震惊了，乃至一不留神，他的引路车都被高原给超了过去。远处的校门已经清晰可见，无数学生站在道路两侧，翘首以盼第一个冲向终点的人。他们认为冠军不是王大江，就是初3的体育生，可偏偏最先出现的竟是一个纤瘦的毫无印象的人。学校两旁一片死寂，他们被惊呆了，直到班上的张慧扯着嗓子喊道：高原，真的是高原，咱3班的高原。那一刻，人们终于确定这人就是本校的，竟然在体育队的围剿中硬生生杀出重围。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响起，这一战高原必将成名。不久后，大江累得跟条狗似的，跌跌撞撞冲过了终点。颁奖结束后，高原鼓足勇气把大江叫到了篮球场上。大江，这个篮球送给你。你侮辱谁呢？我知道你恨我，你想报复我，所以你就拿这个篮球来羞辱我是吗？那我告诉你，你的目的达到了。这个篮球应该能买好几副球拍，我送给你的目的是想用你的球拍偿还给建超。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拿到体育用品店低价卖了，到时候再还建超。建超的事我会帮你摆平，至于这篮球，我回头攒钱还你。对了，如果能在市联赛上拿到冠军，会有什么奖励？听到这话，大江惊得连球都掉了。疯了吧你！市联赛可不是咱这种小打小闹，那可是全市的精英，同场竞技。你别说拿冠军，就是能跑进前10，那市里的高中都抢着要你。我不是体育生，也不会去市里念书。你告诉我，拿到冠军以后有没有奖金？我妈在医院里，我得给她挣医药费。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大江的心弦，有时他不得不佩服高原的懂事孝顺。在这一点上，他真比不过高原。冠军有1000元奖金，但你不要做梦了，因为这次江林五中也参赛，他们学校是省田径队的人才选拔基地，是联赛，他们一家就占了5个名额，估计会包揽前5。他们很厉害吗？哼，就你刚才的速度，估计在他们学校连前10都排不进。高原没有接话，而是将裤管拽起来道：如果我把这2个沙袋解下来，有没有拼一次冠军的机会？你之前是穿着沙袋跟我们一起跑的。大江，我想拼一次，我需要那1000块钱奖金。高原捏紧拳头，这笔钱是他家庭的救命稻草，他必须要紧紧抓住。这天对大江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所引以为傲的优势被现实抨击的粉碎。苦难的人生竟让高原如此疯狂的野蛮生长，他曾认为的那个弱者，在不经意间已然成了一座大山。失魂落魄的大江回到教室，作为铁哥们的建超自然要替他打抱不平。竟然敢跟你抢冠军，待会儿放了学，老子替你出气。你要是再敢动他，我就灭了你。什么？你要再敢动高原一下，我使给你打出来。你特么疯了吧？你吃什么药了？合着没拿到冠军，倒拿我当出气筒了？你就是个垃圾，以后再敢丢人现眼的事，不要拉上我。其实自打念初中开始，大江不是没想过要让自己变好，他也想活成父母希望的样子。可一回教室，建超等人就把他带偏了。
小说的诱惑，调皮捣蛋的快感，霸凌弱小的冲动，他哪还有心思学习？大江为此烦恼许久，苦苦挣扎，却越陷越深，以至于现在他真成了彻头彻尾的小痞子。班主任不再搭理他，父亲再不给他好脸色，同学们对他又烦又怕，无数回忆在脑海里闪烁着。大江狠狠捶着自己的胸口，我他妈真不是东西，用不着骂自己。刚才的事，我大人不记小人过，谁让咱是兄弟呢？大江似乎没听到这话，而是从桌洞里掏出那副球拍，扔给建超说：“还给你。”高原的事情就此结束。下雨了，男人去学校给儿子送伞，可是却被班上的调皮学生拦住，并且还给他出了一道数学题：1加1等于多少？只要答对就让他进去。题目虽然简单，可男人却傻傻答不上来，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快看，大傻子来给小傻子送伞喽！儿子觉得老爸丢了自己的脸面，狠狠将老爸推进暴雨里，然后独自跑回家。他不知道儿子为什么朝自己撒气，但从那天起，男人每天嘴上都会不停地念叨：1加1等于2，1加1等于2。原来男人早些年见义勇为，被人打坏了脑袋，成了个傻子，生活不能自理，生活的重担落到了妻子的身上。可厄运专找苦命人，早上搬粮食的时候，妻子的腰也被扭断了，现在正在县医院治疗。所以下午一放学，高原就火急火燎地跑回家，给自己的这傻子爹做饭。可就在这时，隔壁的王大江提着一大袋子方便面就走了过来。大江，1加1等于2，等于2。叔，你都会抢答了，哈哈哈！小袁，我对了。原来当初拦住自己爹送伞的，就是眼前这个同学兼邻居的王大江。他放下手里的泡面说道：“高原，你看叔的眼睛，他似乎这些年我爸的脑子确实有改变，他似乎开始像正常人一样去思考问题了，只是他的反应太慢，有时思考一件事会特别痛苦。将来等我挣了钱，我会带他去大医院，也许真的会好起来。”两个曾经敌对的少年，竟然在这一刻因为同一件事而兴奋了起来，但很快高原就恢复了冷静。王大江，你来我家干什么？那个，我爸上午送婶子去了市里医院，我妈下午收拾行李也跑去市里照顾婶子去了。我妈给我留了张纸条，让我自生自灭，所以家里没人做饭，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你手里不是有方便面吗？不会是煤气灶，家里也没热水，我是这么想的，用你家锅煮，咱们一起吃。我家就一口锅，正在做饭，腾不出手给你煮面，去你奶奶家吃吧。说完，高原转身就去锅台，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先把馒头捡出来，然后拿盘子盛菜。可身后的王大江却猛地说：“高原，我错了，对不起。”大江的这句道歉对他来说是那么难以启齿，可有些话一旦开了头，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也许如果我当初骑车带你，你就不用跑着去学校，这样婶子也不会想着去给你买自行车，她就不用卖粮，腰也就不会断了。高原，其实我也很痛苦。高原没有回头，可手里的锅铲却已经停住了动作。大江，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以前选择相信你，可你转头就捅我一刀。我们家已经这样了，我经不起折腾了，你饶了我行吗？大江急得舌头打结，头皮屑都挠了下来。可如今的一切都是他自找的，又能怪谁？方便面留给你和叔吃，全当抵篮球的钱。反正我道歉了，该说的也说了，我问心无愧。高原没有反应，大江转身就要走，可还没迈出步子，高原突然说：“一起吃吧，大伯和大妈在医院里照顾我妈，我理应照顾你。”高原终究没能狠下心，毕竟大江父母的恩情摆在那，这一次就算大江害他，他也认了，人情总归是要偿还的。时间一晃，眼看就要到周六了，这时高原犯了难。参加市联赛的运动员要到县实验中学集合，可高原这辈子就去过一次县城，他不知道实验中学在哪儿，也没有坐客车的经验。正想着，大江敲门进来，9点到县里集合，咱们得早点去，车站离实验中学还挺远的。你也跟着去市里？我不跟着去，你能找到市骨科医院在哪儿啊？小心婶子没见着，再把自己搞丢了。江林市区可大着呢。大江确实见过世面，他爸是跑运输的，不仅听得多，而且一到寒暑假还跟着他爸跑车。而且大江有个姨就在市里，他对市区并不陌生。急急忙忙吃过早饭，父亲还没有起床，高原知道自己这一去至少得明天下午才能回来，于是他又忙着打水烧水，并准备做一锅菜放家里，留着给父亲吃。对了，带多少钱去合适？毕竟是出远门，没钱傍身咋能行？钱我都带了，这个你不用操心。可高原怎能不警惕？大江多坏呀！如果自己真不带钱，等到了市里，大江转头把自己扔了，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事大江绝对能干上来。于是高原假借换衣服的名义去母亲房间拿了10块钱，接着两人这才来到公路边，搭上了去县城的客车。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行，是少年离开自己生活的世界，所以一路上高原都激动不已。大江，老师能允许咱们私自去医院探望我妈吗？都跟带队老师打好招呼了，你就放心吧。大江，你不是参赛运动员，老师能让你坐包车吗？咱学校的老师都给现代队的教练打完招呼了。大江，江林市区有多大？有高楼大厦吗？才来到县城，高原就已经眼花了，楼好高，人好多，那些逛街的姑娘们穿着时髦的牛仔裤、白色旅游鞋。高原突然觉得自己好土，完全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活像原始部落来的难民。有那么一瞬间，
高原好想继续念书，来县城读高中，可没有机会了。父亲傻了，母亲废了，等待他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早早辍学，扛起沉重的农活家务。中午他们在市郊的一家小饭店集体吃了午饭，老师还每人发了1瓶健力宝。高原没舍得喝，他想拿给母亲尝尝。下午他们到了河东产业园江陵五中的校门口，本次比赛的起点就设在这里。做完准备活动，高原弯腰卸下腿上的沙袋，并将健力宝一起交给大江保管，而大江则心有余悸地指着不远处说：“那就是临江五中的人，高原要赢他们不容易，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奏，千万别跟着对方的节奏来。”高原抬头望去，心里瞬间咯噔一下，他们真的是初中生吗？那黝黑的皮肤，强壮的肌肉，高大的身躯，活像30多岁的中年人，但是外形就给了高原极大的震慑。而且他们的装备很先进，膝盖还裹着一种带弹力的东西，大江说那叫护膝，脚上是清一色的跑鞋。高原再看看自己，腿上是一条早褪了色的牛仔裤，因为个头窜得快，裤子短的已经护不住脚踝了。脚上是一双军绿色胶鞋，由于常年奔跑，鞋底的防滑纹都磨没了，而且内侧还有点开胶，但这已经是他能穿出来最好的鞋了。两相对比之下，就连大江都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坐在地上脱鞋说：“高原，要不你穿我这双运动鞋吧？你脚比我大好几码，穿上更跑不快。再说了，我是来参赛的，又不是比谁穿得好。没事。”那行，把这吃了，补补能量。等我赢了再吃。真比完赛再吃还顶个屁用！吃巧克力如果能赢，那你当初怎么没赢我？你这不抬杠吗？你实力摆在这儿，我就是吃仙丹也干不过你啊！所以实力最重要。如果赢不了，巧克力吃到我嘴里只会变成屎。我不想浪费你的东西，除非我能赢。赢了，我拿奖杯跟你换。不一会儿，集合的哨声就响了。起点处乌泱泱全是人，少说得有200多。他被挤在了后排，全然不知前面的情况，乃至发令枪都打响了都没听到。乌泱泱的人群如洪水猛兽般喷发，高原那瘦削的身体几乎是被大部队裹挟着朝前涌动。决战开始了，好多人起步就是冲刺，几乎拿出吃奶般的力气，想在第一时间与别人拉开距离。而且冲刺最猛的基本都来自于乡下中学，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更不懂如何分配体力，掌握节奏，运用技巧。好在高原卸下了沙袋，2条腿就像长了翅膀，速度和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周围的人一个个被他超越。急速奔跑中，高原看到了前方临江五中的那几名壮汉，对方不急不躁，5人连成一线，身体和呼吸节奏平稳，但速度却不慢，因为他们的步幅很大，2步顶高原3步。大江说这5人才是最厉害的，那就超越他们吧，跑到他们前面，并一直保持领先，只要越过终点，母亲的医药费就有希望了。为了治疗感冒，他在2条腿上绑了10斤的沙袋，然后每天跑步去上学。身体的负重让他大汗淋漓。少年企图用这样的方法与病魔斗争，因为他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根本没钱买药，所以从那天起，男孩腿上的沙袋再没摘下过。他必须逼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强到不能再生任何病。然而，长年累月的负重跑，竟让他练就了一副远超常人耐力和速度的身体。而今天，他解下了腿上的沙袋，瞄准了县马拉松比赛的第1名，因为第1名有1000块的奖金，这是母亲生病住院，少年能想到的唯一方法。你之前是穿着沙袋跑的。大江，我想拼一次，我需要拿1000块钱奖金。高原捏紧拳头，这笔钱是他家庭的救命稻草，他必须要紧紧抓住。很快，比赛的日子到来，县马拉松不仅汇集了各个学校的精英，而且就连江陵五中专业的体育生也来了。他们统一运动套装、专业的护具和运动鞋，而反观高原，完全就是村里来的土老帽。别说宽松的运动服，就连脚上的破鞋鞋底花纹都已经磨没了。比赛开始，高原咬着牙，一马当先的跑到了最前面，想要从一开始就和大家拉开距离。然而，高原把事情想简单了，参赛的都是个学校选拔出来的尖子，他提速，别人也提速，甚至速度更快。于是你追我赶，本来一场马拉松长跑，硬是被一群少年给跑成了100米冲刺，全都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狠劲儿跑。可狠劲儿过后，就是身体的极限，谁的身体素质好，耐力强劲，谁自然就会跑到前面。高原虽然也累得不轻，但长期的奔跑锻炼使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身体素质。眼看就到半程了，他跑在了第1的位置，并与后面的人越拉越远。那就稍稍放慢一点吧，重新找回节奏。如果继续闷头跑下去，明显是撑不到终点的。然而，就在他走神的一刹那，他的旁边突然掠过了一道黑影，紧跟着第2道、第3道、第4道，江陵五中的人冲上来了。那5名身穿黑衣的运动员竟然在几个呼吸间便超越了自己。高原再次咬牙奋起直追，却不曾想他前面有4人，竟一字排开，直接封住了高原的路。王八蛋，他们太坏了！如此一来，想保持领先，就必须要绕过这道人墙，这变相的增加了里程。可高原没有选择，他再次打乱节奏，强行提速，绕行超越人墙，咬牙朝着第1的位置发起冲击。可他提速，江陵五中的人也提速，尤其身后4人也选择放弃节奏，硬生生又朝他包抄了过来。高原一次次被挡，又一次次绕行，江陵五中的这种跑法真的十分恶心。他们借助人数优势，把高原逼得方寸大乱。而江陵五中的人也不轻松，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稳操胜券的比赛竟然杀出来高原这匹黑马。我靠，他怎么这么能跑？明明穿得那么土，也没有专业装备，绝不能让他夺冠，否则江陵五中的面子往哪儿放？
最强体校的称号还要不要了？眼看人墙根本压不住高原的速度，于是四人马上摆出十字阵型，直接把高原给夹在了中间，然后一点点降速，硬是把高原的速度也给压了下来。你们老了，他们犯规，犯规！裁判员呢？他们犯规了！不知何时，大江竟然出现在路边，并一边跑一边怒骂：“高原，别那么老实，是他们先玩赖，你也别讲规矩了，把他们撞开，冲出去！你能行的，一定行！”大江撕扯着嗓门，愤怒地瞪着眼珠子，仍继续怒骂：“你们这群王八蛋，跑不赢就玩赖，真他妈给体育生丢人，给你们学校丢人！江陵五中原来只生产垃圾，我这就喊裁判员投诉，你们完了！”江陵五中的人被骂得面红耳赤，高原也趁着对方分神一跃，想要突出重围，可领头那人竟拿胳膊肘狠狠朝高原撞了过去。这一撞直接让高原失去了重心，脚下的鞋靴撕来一声，彻底开胶了。紧跟着高原摔倒，身体在马路上连滚了3圈，他的裤子磨破了，膝盖也破了，整个人被摔得七荤八素，浑身说不出的疼。来不及反应，高原爬起来就要继续跑，可右脚的鞋靴坏了，跑起来呱嗒呱嗒，还差点把自己绊倒。冷静，一定要冷静！看着远去的5人，高原一把脱掉了鞋子，光脚开始追。无论如何，我必须要赢！粗糙的柏油路面与他的皮肉产生摩擦，在带来强劲速度的同时，也给他的脚掌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疼痛。艰难的奔跑中，熟悉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春风在耳畔歌唱，空气在鼻尖流动，两旁的树叶在为高原鼓掌加油。好，裁判员来了，再没人敢对你使坏了！场外的大江跳着脚朝高原呐喊，并死死拽着裁判员，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可高原的脚底板却跟着了火似的，皮肉撕裂般的疼，但他依旧拼命地向前冲。临江五中的那4个人正一点点朝自己的身后退去，而他的前方只剩1人。好累呀，好想睡去，只要躺下来，脚就不用再磨了。可我必须得跑，我来就是为了赢，家里还指着这奖金呢。恍恍惚惚间，高原感觉他与那第一持平了。懵懵懂懂中，他们似乎一起越过了终点，再往后就不知道了。他累了，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大江不知从哪儿捡来一根木棍，在许多人的拉扯中，死命朝临江五中的队伍怒骂：“我操！老子抡死你们这群杂碎！”大江，别犯浑，大赛苏伟那边会给出公正的裁决，你不要把事情闹大。县里带队的教练死死抱着大江的腰，先去看看高原，看看你的伙伴。医生拿着药箱给高原的脚消毒包扎，消毒水擦在脚心上，高原被痛醒了。赢了吗？我是第一吗？你先歇会儿吧，跑得挺好的。到底赢没赢啊？你告诉我啊！那杂碎先撞的线，你就慢了半拍。如果不是他们使坏，如果不是你光着脚，如果……大江极尽全力的想安慰高原，可高原还是咧着嘴就要哭。亚军也有奖金，600块钱。听到这话，高原的哭声卡在了喉咙里。600也不差，有总比没有强。比赛结束后，组委会的裁定和排名也出来了。江陵五中的4名选手因比赛违规被取消了成绩，但跑第一的那名选手依然还是第一。虽然那4人是他的队友，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所以他的这个冠军算是有惊无险的保住了。夕阳西下，领完奖金，产业园热闹的赛事结束了。高原的命运并不会因为一次比赛而从此改变，他依旧是那个贫瘠的少年，依旧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乡下少年而已。按照计划，比赛结束后，大江会陪着高原去医院看母亲。2位少年朝公交站牌走去，望着高原兜里那鼓鼓的钞票，大江立刻道：“公交车上保不齐有小偷，你现在又受了伤，可能会被贼盯上。那怎么办？”大江则嘿嘿一笑，看看四下无人，便将裤子拉下来，露出了一个高级防盗的裤头。他扯开拉链，指着兜子说：“把钱放这里，绝对安全。”高原想了想，就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大江。2人将钱藏好，终于上了公交车。高原是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城市，那闪烁着霓虹的高耸楼宇，那眼花缭乱的红绿灯。置身于此，他觉得自己像活在梦里。他们在中途还要换乘，可是却赶上了下班高峰期。站牌前好多人，待会你从后门上车，我给你投币。高原忙拄着拐棍进了后门，可人山人海的车里，他完全看不到大江的身影了。他挤在后门处，呼喊大江的名字，可车里太嘈杂，好多人还用一种厌恶、歧视的目光看他。他不敢再喊，只得在心里默念：骨科医院，骨科医院。不知过了多久，公交车提示音出现。仁和骨科医院到了，请下车的旅客。高原条件反射般随着人潮下了车，可当人潮散去，他却发现大江不见了。医院的电梯前有个奇怪的小子，他很想上楼，却迟迟不敢去按，好几次伸出了手，最后又缩了回来。因为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面对电梯。高原心里紧张不已，心想万一弄坏了怎么办？万一做不明白怎么办？可母亲就在8楼，想要上去就必须坐电梯上去。性格腼腆的他几乎是面红耳赤，找过往的行人问了一下，最终他鼓足勇气按下按钮。然而来到了8楼，去护士站打听后，却发现这里竟然查不到母亲的住院信息。他仍不放弃，挨个病房看，结果整个楼层都转遍了，也没看到母亲的身影。一瞬间，疲惫、饥饿、惶恐五味杂陈间，让高原有种说不出的绝望。他拖着落寞的身体朝医院外走去，他认为这次又被同学骗了。毕竟母亲住院的信息都是同学大江给提供的。远处的楼宇像钢铁浇筑的森林，绚烂而美丽。路上来来往往那么多车，却没有一辆能载着高原离开。高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什么方向。而大江呢？他现在肯定去了城里的亲戚家，在温暖的楼房里，
吃香的，喝辣的。他疲惫地坐在马路边，浑身累得抬不起头，眼眶里的泪就那么啪嗒啪嗒往地上掉。不知过了多久，恍恍惚惚中，高原似乎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呼吸声。他强撑着抬起头，却看到大江正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自己面前，手扶膝盖，弯着腰。你吓死我了！市骨科医院，江林市骨科医院，不是仁和骨科医院。大江又累又急，却仍止不住地说：公交车上，我在前面看不到你，我就拼命挤啊挤。当我挤到后门的时候，你没了。我在车里喊你，我都找遍了，我找不到你，我吓坏了。高原望着衣衫不整的大江，他那双白色运动鞋都被人踩脏了。那一瞬间，高原竟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我猜你是在这一站下的，又怕不是？我怕你乱跑，怕你离开公交站牌，我拼命的跑，挨个公交站找，我怕你跑远了。没想到你果然在这里等我，对，在这里等我就对了。大江，对不起啊，是我自己下错了站，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把婶子的腰给弄伤了。如果我再把你给丢了，往后你让我怎么活啊？高原，我好怕，好害怕，你别再乱跑了，我魂儿都吓飞了。车水马龙的路边，霓虹照耀的站台旁，两位来自乡下的少年彼此紧紧相拥，放声大哭，友情便在那一刻诞生了。再次踏上公交车，这次他们去到了正确的医院，可来到母亲所在的病房前时，两个少年又沉默了。高原怕看到母亲瘫痪在床的样子，怕看到母亲绝望的眼神。大江怕是因为自己没有在高原上学，才导致婶子想卖粮给高原买自行车，所以才在搬粮食的途中扭断了腰。他不仅无颜面对婶子，更重要的，他还要面对来自父母狂风骤雨般的混合双打。可总归是来了，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不能因为恐惧就临阵退缩。大江这个愣头青钢牙一咬，推开了那扇病房的门。不算太大的病房里，高原竟然没看到母亲的身影，倒是看到了大伯老王，也就是大江的老爸。老王抬头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麻利地抽出腰带，径直朝大江奔来。你这个王八犊子，看我今天不剥了你的皮！腰带抽来，高原愣是凭着一只脚转身，直接护住了大江。大伯，别打大江，他知道错了。大江直接傻了，他没想到高原会这么护着自己。老王也傻了，竟然打在了别人家孩子身上。大伯，大江早知道错了，他也很愧疚，很害怕，是他带着我来的，我们都想探望我妈。大江赶紧把高原扶到床前坐下，接着转过身，通红的眼睛里含着泪，就那么直直地盯着父亲。你想干什么？爸，我错了，你打吧，骂吧，只要能让你们心里好受些，让婶子高原心里好受些，我任你打骂。我知道都是自己闯的祸，我承担后果。这突如其来的下跪也让老王当场懵了，自己儿子的嘴有多硬，他这个父亲深有体会。曾经无论他怎么打骂，也没见这小子有一丝服软。他甚至觉得儿子无药可救，往后就是个社会混混。我的天爷，怎么了这时？还有你们俩孩子是怎么过来的？高原抬起头，想象中母亲瘫痪在床的一幕没发生，他只看到母亲双手扶腰，身板直立地站在门口。妈，你没事？哭什么呀？妈好着呢。说你这到底是怎么了？路上遇到坏人了，脚怎么还受伤了？高原参加了市马拉松联赛，跑到一半鞋坏了，最后光着一只脚跑的。婶子，我跟你说，要不是高原鞋不好，要不是江林五中的孙子使坏，高原绝对能拿第一。大江说你腰断了，妈，你没事吧？没那么严重，是腰椎间盘突出，大夫说了，下周就能出院，回家再休养2个月就好了。妈，你别骗我！你这傻孩子，你妈真没什么大事，只要往后别干重活就行了，还跟从前一样活蹦乱跳。原来一切都是自己过度担忧了。像高原、大江这样的孩子，在封闭落后的乡下，又有几人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这种怪病？以讹传讹之下，着实把俩孩子吓得不轻。高原的心终于放下了。大江，赶紧把奖金拿出来！反正没外人。大江当场就拉开裤子，一边伸手掏钱，一边炫耀地说：高原为了给婶子挣医药费，硬是跑了全市第2名，拿了600块钱奖金。望着大江手里的一沓钞票，俊兰的鼻子都酸了。这样懂事的儿子，他怎能不爱？他越来越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多么正确。如果当年他真抛弃了高原，那么他这辈子都将在极度的痛苦与忏悔中度过。妈，这钱你拿着治病，我明天一早就回家照顾我爸。我不念书了，往后我就在家照顾你和爸。傻孩子，医药费你妈有，用不上你挣的钱。哈哈，粮贩子给赔了2000块钱，足够医药费了。粮贩子为啥要赔这钱啊？当时粮食已经过了称，钱也给到了你母亲手里，这笔交易就算完成了。你母亲往车上抬粮，这属于给粮贩子帮忙，你妈给他帮忙受了伤，对方自然要出这个医药费。当然，粮贩子最初自然不肯赔钱，说是俊兰非要帮抬，可怎架得住庄里村民团结，大家一下子就把收粮车给堵了起来，有的甚至回家扛出了锄头和铁锨。如果不赔，车别想走，人也别想走。高原，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家在村里不容易，但说1000到1万，你们始终是村里的人，只要是我们高王庄的种，咱们村就不允许外人欺负你们，会无条件甚至不讲道理的维护你们。将来有了出息，也不要记恨村里人，他们虽然没文化，也时常拿你爸开玩笑，但他们从不拿你们当外人。你爸就是傻，那也是咱高王庄的傻子，是咱村里永远都不能缺少的一份子。大伯，您的话我都记下了。高原，
书还要继续念，你学习那么好，千万不要有辍学的想法。可是我妈将来也干不了重活儿，家里还有那么多地。你大伯给找了个手工活儿，就是给海边的渔民织渔网，赚加工费。这个工作轻快，俊兰跟我又都会缝纫，到时候就在你家工作，还能照顾到你爸，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把书念好就行了。听闻这话，高原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了，他一脑门子就拱在地上，朝王宪忠用力磕起了头。老王赶紧把高原扶起来，他在这少年的眼中竟看到了超脱同龄人的成熟与感动。转过头再看看正提裤子的儿子，他顿时怒喝道：谁让你起来的？给我跪下！说吧，你婶子要是不出这事儿，你还打算瞒多久？大江，你怎么就这么没人性啊？都快2年了，这2年你是不是一直让高原跑着去学校的？而且更窝火的是，儿子一直骗他说每天上学都会去村东的土坡接高原，要不是土坡东面种桃园的老刘家跟俊兰说高原天天跑不去学校，这2家的大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就生了你个没人性的东西？宪忠，你给我揍他！这孩子心太野，再不好好管教，往后就管不了了。话赶着话，真是越说越气，要不是真疼儿子，他恨不得自己攥在鞋底上。可没想到，俊兰扶着腰，赶紧上前护住大将。宪忠哥，大姐不能打孩子。婶子，我对不住您，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特别难受，我真的想学好，特别想学好，我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你们看。这话让老王的鼻子都酸了，想学好这句话能从大江的嘴里说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快起来吧，婶子有伤不能扶你，自己站起来，谁还不犯个错？好孩子，咱们往后都好好的。至此，2家人的隔阂算是彻底放下了。虽然老王依旧不给大江好脸色，但他心里已经开始相信儿子，相信他会改变。第2天清晨，老王必须要离开了，他手上还有工作呢，这里有大江妈陪护，他放心。高原腿脚不便，老王便直接雇了辆面包车。临走前，母亲硬是把那600块钱又塞给了高原。你挣的你自己花，回去买双鞋，买条裤子，中午别带饭了，也去学校外面吃。俊兰说这话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儿子跟着他几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他咬牙买自行车，也不单单是为了上学方便，他更想儿子能在学校里有面子，不要被人瞧不起。城市之旅就这样结束了。高原望着身后那些远去的高楼大厦，就像做了一场梦，一个短暂而令人心安的美梦。村里每年都会办几十场酒席，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高原却是一场也没吃过。他特别羡慕那些能吃席的人，每当他们谈起席间上了几个菜，哪道菜好吃时，高原都是被孤立的一个。因为家里穷，掏不起份子钱，所以村里没人给他家下帖子。有一次，他假装路过想看看人家都吃了什么菜，结果却被一群孩子嘲讽：快看，穷鬼要来蹭饭喽！穷鬼要来蹭饭喽！高原羞耻的赶紧逃离，自此便对酒席产生了浓浓的恐惧。可今天好巧不巧，何大江从市里看望母亲回来时，村口的2老爷家正好在办酒席，迎面就给撞上了。大江，你奶奶满村找你吃席，你跑哪儿去了？赶紧过来入戏。我去了趟市里，看高原妈去了。高原尴尬得要命，按说2老爷跟自己家是亲戚，照理来说他家应该随份子，可人家没请，他们家也没随，这样的场合见面，高原脸都火辣辣的。高原，你妈没什么大碍吧？2老爷，我妈没事，说下个星期就能出院。这一声2老爷叫得张福春心里美滋滋的。高原虽然内向，但每次见到长辈说话，前面都要加上尊称。懂事的孩子又怎能不让人怜爱？赶紧入席吧，跟大江坐一桌。2老爷，我回家吃。你妈都住院了，回家谁给你做饭？你爸都在这吃，还差你一双筷子。赶紧入席，晚上还有一顿，接着过来。那一刻，高原的心里一阵暖流划过。是啊，他家就算再穷，那也是高王庄的人。当自己没人照顾时，这个村子会照顾他。乡下人的生活算不上什么伟大，但就是这种平凡的善良，一代又一代维系着，传承着最朴实的热心肠。也许这也是一种伟大。大江，扶我去账桌。账桌？去那儿干嘛？大江十分不解，因为账桌是随份子记账的，那是只有大人才有能力操办的事情。但高原还是执拗的去了。五叔，我们家该随多少礼钱？账桌前的几人当场就愣住了。高原家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但凡有点良心的人家，都不会给高原家下帖子，来使他那贫瘠的家庭陡增负担。你妈让你来上账的？算是吧。是个屁！婶子上周3就住院了，哪顾得了这些？高原，你搞什么把戏？赶紧跟我去吃饭，不然待会儿没做了。五叔，100够吗？王五拧着眉，在心里默默盘算。90年代的100绝对不少了。虽然本家是高原亲戚，但也用不着那么多。随50吧，50就不少了。孩子，你这钱是哪儿来的？如果你妈不知道这事儿，这钱你可别乱花。她自己挣的，参加市联赛拿了第2名，600块奖金呀。那可真不简单呀！账桌上的几人愣是被高原的事迹给狠狠晃了一下。咱高王庄的孩子能在市里拿第2，这可是全村的荣耀，可不是吗？高原倒不在意这些，执意要随100，但五叔却犯了愁。一个孩子过来随礼，家长还不知道这钱到底该不该收。五叔，2老爷既然请了我，这钱我就该随，何况我们2家也确实沾亲戚。无奈五叔只好收下100，找了高原50。可就在准备记名的时候，在账本上写下了一个高字，就不知该如何下笔了。高原深深吸了口气，他知道五叔在纠结什么。这些年下来，好多人都管父亲叫傻大哥，却早已忘了他的本名。高俊山，俊秀的俊，山峰的山。哦，对，俊山。那天，高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为父亲拾起了一块尊严。他让父亲在村里的正式场合
重新有了自己的名字。高原走后，账桌上的人无不感叹。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像大人一样操办这世间的人情往来了。我看这孩子长大了，定然不会差。来到酒席，两人找了一桌坐下，却听到同桌的几个长辈正在聊天。他们从当年高王庄村民如何保护游击队战士，聊到干旱之年村民如何开凿隐渠，让村里有了河流，再到头2天他们如何让梁贩子乖乖把马俊兰的医药费交出来的事。俊兰是个好丫头，热心肠，她好心帮梁贩子抬粮食扭了腰，那狗日的竟然还不认账，这咱高王庄的人能忍？我那天就是不在，我要是在场，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敢跑咱高王庄出孬种，他也不打听打听咱高王庄怕过谁。听到这儿，高原再也忍不住，直接起身端着酒杯望向席间的众人。太爷，各位爷爷、伯伯、叔叔，高王庄的长辈们，要是没有你们，我妈可能真就瘫痪了。没有你们，我们家连医药费都出不起，我也念不上学了。高原的声音不大，却将酒席间的喧闹一下子压了下去。他激动地抖着嘴唇，继续说：我高原谢谢你们，谢谢父老乡亲，他日我要真有了出息，一定不会忘记村里人的恩情。这杯酒我干了。短暂的寂静过后，整个宴会的气氛竟瞬间被点燃了。任谁都知道高原是个内向的孩子，在这样隆重的场合，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他竟能勇敢地站起来给村里人致谢。其实乡下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在很多时候是不计回报的，但他们会要一个态度，一句感谢的话，或一句朴实的赞美。所以刹那间，好多人纷纷举起酒杯，一个个嚷嚷着干了。至此，不管席间还是饭后，人们看待高原的眼神似乎变了，连带着看傻大个的眼神也有了些许改变。时间转眼来到周一，高原起早就开始给父亲做饭，并准备中午的干粮。这天，傻爹起得也很早，他倚在门框前，手里攥着干馒头，望着儿子瘸腿在锅台前忙活，神色忧伤地举着馒头说：小袁，不忙活，我吃这个。没事，我炖了萝卜，回头你拿馒头到锅边就着菜吃。父亲还想说什么，可他的表情却逐渐痛苦。高原忙跑过去给父亲揉着头：爸，想不明白咱就不想，什么都不用想。家里的事情安顿好，高原又犯了愁，自己腿脚不好，该怎么去上学呢？昨天他想提醒大江今天骑车来带他，可话到嘴边又没好意思说出口。正想着，院门突然就被自行车给撞开了，只见大江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靠，昨晚睡觉前我还告诉自己今天得起早点儿过来把你捎上，结果光记着早起，具体干什么给忘了。我一直干到虎头桥，突然才想起来，竟然把你给忘家里了。快上车，再晚就要迟到了。高原一脸无语，但这就是大江，总是莽来莽去，却也十分可爱。高原背着书包来到后座前，突然抬头问道：大江，不怕我把你车子做坏啊？打我脸是不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没想到你这家伙还挺记仇。你不也记着的吗？哈哈哈。是啊，正因为他们都还记着，他们都不曾忘记从前，所以才显得此刻他们的友谊来得多么珍贵。冲吧，旋风冲锋！大江骑车载着高原，沿着黄土坡奋勇直下。清晨冉冉升起的朝阳，那些绿油油的麦田，那高大的白杨树，都对他们露出了笑脸。来到学校，高原和大江所在的3班班主任江斌被学校派到了市里学习，而3班是学校里公认的茶圣班，特别是以王大江、宋建超为首的刺头，更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捣蛋鬼。如今班主任不在，3班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办公室里，教研主任吴学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怡然自得地靠在椅背上。江斌啊，江斌，你在的时候都镇不住他们，你拍屁股一走，3班肯定会大乱。本来这次去市里学习的名额，怎么算都该落到他教研主任的头上，可校长有意栽培江斌，硬是把机会给抢走了，这不由得让吴学海怀恨在心，巴不得3班越乱越好。而高原和3班的班委也意识到了，建超在一节自习课上拿着小说当众宣读，惹得全班哈哈大笑，全无学习氛围。中午，高原找到了大江，大江帮忙劝劝建超，再闹下去，咱班优秀班级的流动红旗可能就没了。更重要的，打扰大家学习，眼看又要模拟考了，3班好不容易追上来的成绩，绝不能下滑。走吧，先跟我吃饭去。我带饭了，你去吃吧。婶子不是让你去外面吃吗？钱还是要省着花。婚礼随份子，你眼都不眨，怎么现在又抠搜起来了？不一样，是不一样，因为那钱换回的是父亲的尊严，是他感谢父老乡亲的机会，所以高原不会含糊，但对于自己而言，还是能省一分是一分。我请你吃，不用。中午我请你，晚上我去你家吃，你要不吃我请的，那晚上我就不去你家。还有建超的事，我也不帮你办。你走，往后都跟哥们一起吃。下午的办公室里，教研主任吴学海照旧冲泡上一杯浓茶，背靠在椅子上。根据探报，3班的宋建超已经活跃起来了，据说是在自习课上把班级纪律搞得大乱，但这还不够，仅是小打小闹而已。照着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班里只要有一个坏小子冒头，其他的坏小子也会纷纷响应。何况3班最大的魔头王大江还没有开始爆发，如果这俩人双剑合璧，那才是最有看点的。吴学海端起茶杯，轻吹着袅袅白雾，在他的脑海里似乎已经看到了故事接下来的走向。果不其然，吴学海对形势的判断相当毒辣。最后2节自习课时，宋建超终于按捺不住了。哎，反正班主任不在，自习课也没老师来，要不要一起去？
他是学校的教研主任，却巴不得学生的成绩差，越差他就越开心。但其实一开始他并不是这样的。教研主任吴学海所带的一班是学校的重点班，在他的带领下，班平均成绩一直稳居第一。可直到一个实习老师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仅仅只用了1年时间，这位实习老师便把全级倒数第一的3班成绩拉到几乎和1班持平的位置。更可怕的是，3班以高原为首的几个数学尖子生，在最近的模拟考中，硬生生的杀出重围，将1班的尖子生推落神坛。眼看自己教研主任的面子快挂不住了，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实习老师江斌被校长派去市里学习，3班如今群龙无首，再加上班上的刺头学生肯定会捣乱，到时候成绩必然会下滑。于是他决定趁江斌不在的这段时间，霸占自习课，给1班上强度，弯道超车。来到班上，他心急火燎的讲题，可令他生气的是班里总有那么多笨蛋，连这种基础的送分题都不会做。而更令他生气的是教室对面的厕所里，不知道谁在吵架，那声音嗡嗡作响，搅得吴学海脑仁都要炸了。他撸起袖子就朝外冲，哪个王八蛋这么不开眼，敢打扰我上课？还没到厕所，远远的就听见了里面的吵闹声。你以为你是谁？猪鼻子插大葱，你装什么像？还不打扰大家学习？王大江，你是什么样的货？咱都心知肚明。我承认自己不是好货，但从今天起，我想做个好人。那就去做你的烂好人。你管老子干什么？我带人去网吧，干你屁事？只要是3班的人，那就关我的事。班主任不在，我作为班干部就有责任维护班级纪律。哈哈哈哈！你一个体育委员，管得也太宽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原来在上一集的末尾，建超想趁班主任不在，带上后排的学生翻墙出去上网，可是却被大江阻止，两边针锋相对，当场就要动手。大江担心影响到班上的其他同学，于是提议来厕所解决，这才发生了这一幕。大江，像咱们这样的人，窝在教室里能干什么？与其坐在那里煎熬，还不如去上网。你理解我的心情，你懂我。咱们都是3班的垃圾，留在班里毫无用处。既然觉得自己没用，那你可以辍学啊！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恶的江斌，他3番2次去我家给我妈做工作，他说我行，还有救，还能学好。我还有什么救？我无药可救，我就是厌学，就是不想念。可江斌非把我困在这里，所以我要报复他，我要让3班永无宁日。你要真敢这么干，我扒了你的皮！你以为我怕你吗？再敢挡老子的路，小心我找人弄你！呵，我知道你干爹是外面混社会的建超，我警告你，只要你干爹在校外弄不死我，我就能在校内弄死你。不信咱可以试试。厕所外，吴学海听得心惊肉跳，没想到3班的2大刺头竟然内讧起来了。不过这对我来说算是好事，一个是知名小混混，一个是体育队的小霸王。这俩人一旦冲突起来，3班必然大乱，到时候看你江斌怎么收场。想罢，他便回到教室，上完课后回到办公室里，悠哉地泡上茶叶，靠在椅背上假寐起来。可是吴学海的良心真的安宁吗？抛去他教研主任的身份，或是将来的副校长身份不谈，他终究还是一名教师啊。教师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先确保学生的安全。望着杯子里袅袅升腾的白雾，吴学海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干预一下，再次悄悄潜伏到了3班窗外。可奇怪的是，教室里的王大江和建超两人皆一言不发，脸色都阴沉的厉害。吴学海猜测这次冲突有可能会发生在校外，他必须紧随，以防事态超出掌控。放学后，建超第一个跑出教室，这使得大江心里紧捏着一把汗，他怕建超在校外找人堵他，于是大江扶着高原飞奔，取了车之后，载着高原拼命的往家赶。大江，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或许我不该。说什么呢？跟你没关系，我也是班干部，该管我就得管。说完，大江就像踩着风火轮一般，在高速骑行的同时，还不忘警惕地观察左右，所幸一路有惊无险，安全地回到家中。高原，明天咱早起，6点就出发。建超就是找人堵咱，也不会起这么早，只要进了学校，咱们就安全了。大江，对不起啊，是我把厄运带到了你身上，我总是这样，总是倒霉。要不是我让你帮忙，你也不会跟建超闹的。少废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拿我当兄弟，就不要再提这个。第二天清晨，两人不到6点就出发了。可在路过建超家的麻将馆时，他们还是被人给堵了。只见一个人影从路边窜出，差点把高原和大江的魂儿给吓飞。两人定睛一看，来人竟然是吴学海。主任，我们真没上网吧。谁说你们上网吧了？不知道这条路危险吗？就不能走别的路？原来吴学海昨晚几乎一夜未眠，他担心建超和大江正在校外起了冲突。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配做一名老师，为了升职加薪，他竟然想拿2个学生当棋子，这使得他羞愧万分。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便早早地守候在麻将馆旁，只要建超出门，不等对方组织人手，他就要上前警告，让建超死了报复的心。可还没等到建超，他却先看到了王大江。主任，我们家在高王庄，只能走这条路啊。谁说只有这条路？往东绕马各庄，不也一样能到学校吗？您这不抬杠吗？往东绕县城1圈，拐回来也能到学校，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大江翻着白眼，搞不明白主任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可高原已经听明白了，主任潜伏在建超家的麻将馆旁，然后又警告大江绕路上学，这分明就是在保护他们。主任似乎已经知晓了他们的矛盾。主任，我们都记住了，往后上学一定绕路走。用不着了，这事儿我来解决，你们赶紧滚学校念书去，惹祸的玩意儿就不能让人省省心。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吴学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今早没闹起来，
接下来他一插手，这件事就永远也闹不起来了。于是他又恭候了半小时，这才从门口处堵到了睡眼惺忪的建超。主任，我可没赌博，我家就是开麻将馆的。我用得着你解释？全校谁不知道你家开麻将馆的？那你想干嘛？还我想干嘛？我一直盯着你跟王大江呢，最好都给我放老实点儿。你俩真要闹了幺蛾子，少管所伺候，江斌都保不了你们。我什么我？都几点了，还不赶紧去学校？建超如获大赦，几乎拎着书包就开跑，可心里还是委屈。其实他从没想过叫人去找大江麻烦。昨天他确实是第一个离校的，而且是一路狂奔，因为他不想在同学面前留下脆弱的眼泪。他和大江明明是最好的朋友，可突然之间大江就变了。建超想不明白，只觉得自己最好的兄弟背叛了自己，心里难受。而让他更难受的是，回到了母亲开的麻将馆，里面乌烟瘴气，三教九流，操着各种脏话，母亲更是忙前忙后，伺候不过来。这就是建超的生活环境，也是他极为厌烦的场所。自打这麻将馆开起来，母亲便很少再顾及他了。建超，你干爹来了，赶紧过去打个招呼，再晚会儿你干爹带咱去饭店吃好的。建超黑着脸没有回答，便将书包一扔，从麻将馆的后门跑了出去。麻将馆的后面曾是一家国营面粉厂，也是建超唯一的心灵港湾。多年以前，他爸妈就是这家面粉厂的职工，父亲常带他来面粉厂里玩，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懂事。可后来一场生产事故夺走了父亲的性命，就在他脚下的这座厂房里。第二年面粉厂也倒闭了，厂里的抚恤金发不出来，就赔了前边那间门面房。母亲不会做生意，后来靠着舅舅帮忙干起了麻将馆。可来这种地方打麻将的，又岂是本分的好人？赖账、闹事、打架，甚至占母亲便宜，馆子差点就干不下去了。后来那个男人来了，他十分有威望，看着这孤儿寡母不容易，他不仅照下了这馆子，还常带客人过来消费，麻将馆自此生意兴隆。只是一来二回，那男人便与母亲勾搭到了一起，也就是刚才母亲口中所说的干爹。正想着，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小超，干爹可不是粗心的人，一进馆子我就看你满脸委屈，说吧，谁欺负咱家小霸王了？你给我滚，我不准你进来，滚蛋！这是建超生父去世的地方，他又怎能容忍眼前这个占了母亲身子却给不了任何名分的男人？来玷污父亲的灵魂，谁都可以进来，唯独他不行。吃饭了，你妈还在外面等着呢。男人叹了口气，他膝下4个闺女，却唯独生不出一个儿子。他是真想把建超当儿子来养，可这孩子太敏感，他尝试多次，终走不进这孩子的内心。吃饭时，母亲和干爹更是对他轮番询问，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到底遇到什么事了。建超被问得双拳紧握，几乎忍不住要脱口而出。他恨大江，更恨高原，是高原抢走了自己的朋友，他一定在大江面前说了不少关于自己的坏话，否则大江又怎会不认自己这个兄弟？眼前只要自己开口，干爹肯定能帮自己出气。49块一套的学习资料，却成了乡村老师们教学路上最大的难题。学生们本来可以考得更好，可因为没有这套资料，硬生生被城里的孩子们拉开了距离。学校的会议室内，老校长翻看着去市里学习的老师带回来的资料，发现资料不光紧扣课纲，而且还有简入繁。学生们真的要是把这套题吃透，将来面对中考，并非没有一搏之力。可当老校长看到资料背后那49元的定价时，心脏骤然紧缩。一颗49，全套配器可是好几百块，何况这些学习资料要从学生手里出，这对于90年代的山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于是还不等老校长开口，教研主任就率先站起来反对。姜老师，你想推崇这套资料是好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贵的资料费，你想让学生家长拿吗？他们愿意吗？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不需要大批量采购，咱们可以将资料印刷，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哼，那不叫印刷，而叫盗版。真因为版权问题，人家出版社告了咱学校，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你还是太年轻，考虑问题太浅。仅教研主任这一句话，当场就把去市里学习归来的江斌给怼懵了。事实确实如此，市里的孩子谁会为了一册资料而计较？但这一册资料放在农村乡下就成了大问题。可他仍然心有不甘地反驳道：那就抄到黑板上，让学生做。什么时间抄？占用课堂时间去抄辅导题吗？那叫学进度和基础知识还要不要往前推了？其实多数学生并不聪明，如果你连基础时间都占用，那落后的就更落后了。姜老师，你不是一直倡导教学要一视同仁吗？咱们还有2节自习课。自习课，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江林地区都在提倡素质教育，现在你却鼓动学校占用自习课时间，这不是跟政策对着干吗？教研主任端着保温杯，甚是得意地吹着热气。终于，老校长也发话了：好了，资料的事情就此打住，你给大家讲讲你在市里的培训心得和经验吧。可江斌哪是听话的主？市里的教师培训无非就是那老3样，学校年年派人参加，无非就是混个资历，能有什么可讲的？于是他继续道：校长，各位领导，加课吧！江林地区名列前茅的中学都在加课，尤其市里的中学，人家还有晚自习，咱们本身的教育资源就不足，如果在课时上也落后，咱们的学生还有什么竞争力？只要加课，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此话一出，会议室瞬间掀起轩然大波，有的老师甚至当场摔笔，十分厌恶地看着江斌。学校推荐你去市里，你就给我学了这些东西回来，待会儿来我办公室，会议结束。那天江斌的一腔热血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他想不明白，自己明明那么为学生着想，最后怎么就惹得同僚们勃然大怒。他几乎是在麻木的状态下
走进了校长室。他以为校长会对自己破口大骂，可当进门时，对方竟然早已经泡好了茶。坐吧，现在知道改革有多难了吧？我们需要一腔热血，更需要深谋远虑，更要方方面面都顾及到。改革的阻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大。校长，只要增加课时，我的方法不就可以实行了吗？你去学习的市里教师的工资是多少？月工资虽然不到2000，但有住房、用餐补贴，还有其他福利，加起来都快奔3000了。哈哈，那你的工资呢？750。我不在乎工资多少，可有人在乎，大多数人在乎拿多少钱干多少工作。这话放在教学领域很难听，但这就是现实。增加教学工作量是要拿出相应补贴的。江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江斌愣在原地，说到底他也才刚参加工作，对于社会的复杂构成还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人师者当以学生的命运与未来作为从事者的终极目标。其实不单是他，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刚踏入社会时，谁不怀揣着满腔的理想与抱负？可面对现实的残酷打击，江斌仍然倔强地抬起头，直面校长。可是有多少学生的命运就掌控在我们的2只手里？很多学生并不笨，他们可能只是懒，只要咱们老师在他们身后用力推一把，让他们变得再努力一些，这样就不会有太多人在长大后却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读书。看着眼前的江斌，校长知道这是他的执念，因为他父亲当年因成分出身问题，没人给敲章，错失了念大学的机会，最后上吊自杀了。所以江斌特别珍惜这个时代，努力学习就能考大学，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学生都塞进正规高中里，都能有机会参加高考。老校长阅历深厚，又怎不理解江斌的心情？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是一切照常。校长，但你所带的3班例外，我给你特权，让你以3班为试点，但不能在学校里加课。现在风头正紧，你无形当中也得罪了一些人，大庭广众之下搞特殊，别人一举报一个准儿，这会断送你的职业生涯。具体怎么办，你自己琢磨吧。哈哈，谢谢校长。有了老校长的支持，江斌如释重负地从办公楼走了出来，然后第一时间来到班上。出差多日，当然要找班干部谈话，了解班级近况，这让本就郁郁寡欢的建超如坐针毡。这段时间他在班里出尽洋相，班主任一旦知晓，批评他是小事。他最害怕的是叫家长，他不想让母亲为自己伤心，更不想让他一再失望。建超，你出来一下。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建超攥拳起身，走在教室的过道里，他无比愤恨地看着刚才出去谈话的班干部们。他最恨的是大江，因为大江不怕他，所以出卖他的可能性也最大。奇怪了，都说你建超这段时间特别老实，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建超是不是威胁同学了？王大江竟然没借机报复我。不少人跟我反映说，你还及时制止了一些同学逃课，维护了班级纪律。你这小子，老师不在，你竟然一下子长大了。超儿，老师得重新认识你了。原来你在班里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老师，我……建超哑然，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班里的同学竟然这样夸耀他，一时间竟无地自容，连火辣辣的发烫。但其实哪有人这么说呀？王大江等人早把这些天建超犯下的种种恶行跟班主任数落了个遍，可江斌依然用善意的谎言想让建超在班里获得一种认同感。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疏导和认同往往更能使一个孩子浪子回头。超儿，你现在有点意思，像那个小说里的令狐冲，还有点像那个什么青阳。风清扬，老师你也看小说吗？大学的时候看，那会儿时间充足，一天就几节课。我不在的这几天，你还真成了隐士高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即经4座。建超，谢谢你，没有你，咱班可能真就乱套了。面对老师汹涌如潮的夸赞，建超羞愧难当。他明明是破坏者、捣乱者，结果却被同学夸成了规则的守护者。其实大江才是守护者。突然间，他似乎有些明白自己与大江渐行渐远的原因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江斌干劲十足。连续1周，他利用深夜的时间把市里带回来的整套资料吃透，然后开始实施计划。首先，3班自此不再有午休，中午腾出来的2个小时可以让学生做突破练习。其次就是傍晚的自习课也要占满，只要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他江斌愿意扛住所有压力。可突如其来的压力却让3班的学生措手不及，班里一时间怨声载道，哀鸿遍野，有的甚至要转班，要转学。他们甚至给江斌起了个暴君的外号。终于在周5的班会上，冲突爆发，班长率先站起来发言：老师，我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育，你这么干是在扼杀我们的创造力，把我们培养成书呆子，你太自私了。为了绩效考核，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你简直不拿我们当人。周5的班会课上，向来品学兼优的班长却突然带着学生们朝班主任发难：老师，你太自私了，为了绩效考核，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你简直不拿我们当人。原来班主任为了让大家多学点知识，将来能和城里的孩子有一搏之力，于是占用了午休和晚自习的时间用来上课，却不想突如其来的压力让学生们始料未及。老师，我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育，你这么干是在扼杀我们的创造力。班主任江斌想过会反弹，却没想到开场就这么激烈。同学们，创造力先放一放，如果念不好书，你们这辈子都会被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你们是想在田里搞创造，还是在你家猪圈里发挥创造力？江斌相信，虽然现在学生们不理解他，但终有一天他们定能体谅自己的良苦用心。可现实总是残酷的，5月份的摸底成绩下来了，
在如此高强度的学习之下，3班的平均成绩竟然丝毫没有进步。江斌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挨个找学生谈话，才发现不少学生回家是不认真做作业的。学生们累了一天，回家可不得撒欢，所以他的高压政策倒起了反作用，一边背负着学生的辱骂，一边遭受着同事的排挤，最后的摸底考试却见效甚微。江斌那晚茫然了，一腔热血披星戴月，换来的却是折戟沉沙。我本就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老师，却总幻想着要改变别人的命运，我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也许我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吧。那晚放弃这个念头在江斌脑海里久久盘旋，挥之不去。连续的熬夜、焦虑、自我否定几乎掏空了江斌的身体。第二天醒来，他病了，住进了医院。消息一出，3班好多人竟然都沸腾了，他们拍桌子、敲板凳，有的甚至上蹿下跳。太好了，暴君终于垮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之前那么折磨咱们，现在终于轮到他了。代课老师愤怒的一拳打在讲桌上，咬牙怒目：你们寡廉鲜耻，你们不配，什么都不配。姜老师为了你们把身子都熬垮了，你们却是这种态度。看来他本想说，看来人真分3、6、9等，人真的有资质之别，而你们这些幸灾乐祸的学生就是资质最差的败类。可作为一名老师，他终究没能把话说出来。中午在食堂吃饭，几大班委都凑在了一起，班长提议要不要趁午休时间买点水果去探望班主任，这个提议却被高原给否了。班主任好不容易定下的规矩，午休时间照常上课，咱们要是带头逃课，那班里就乱套了。姜老师肯定希望他在与不在，班里都一切照常。老校长为了避嫌，愣是拖到下午，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才抽时间悄悄去了镇医院。那会儿江斌斜靠在病床上，头发乱得像鸡窝。见校长进来，江斌一脸无所谓道：校霸最好把大牙笑掉。你这是什么话？我不傻，你们这些校领导说是来探望，其实不就想看我笑话吗？上午吴学海第一个就来了，那眉梢眼角就连褶子里都藏着嘲笑，我也确实像个笑话，拼了命的折腾，最后却落得里外不是人。人家是一番好意，别总往歪了想。他确实好心，空手来的不说，最后还把我之前从市里带的辅导资料全给要走了。你给了吗？为什么不给？他是教研主任，学科带头人，资料在他手里比在我手里更有用。可这次考试你们班的成绩差点就把1班给超了。江斌，于私来说，我希望你能超越他，而那些优选出来的辅导教材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助力。你们这些当领导的，能不能别把什么事都往仕途上扯？如果我的教材能让他1班甚至全校多出几个人才，我巴不得给他。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刨食的孩子，1班成绩好跟3班成绩好有什么区别？我说了，这是于私于公，我自然赞成你的做法。江斌，你能有这样的觉悟，老师心里很欣慰。是欣慰还是嘲笑？我费了那么大力气，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却是这样。江斌咬着牙，不敢与校长对视，只得转头望向窗外，特委屈地说：老师，我好迷茫，我觉得一切都是徒劳。也许我就是个最普通的老师，我跟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太高估自己了。准备放弃了吗？对，想了很多次。放弃也好，放弃没什么不好的。话音渐落，病房里是长久的宁静。江斌死抓着被子，把身子背过去，不想让恩师看到自己眼里的泪。许久，老校长才叹息道：今天中午，其他班的学生要么午休，要么在操场上活动，只有初2、3班如往常一样，他们依旧在班里努力学习，纪律特别好，甚至没有一个人跑出去上厕所。老校长的这句话竟让江斌浑身一麻。他本以为自己住院后，学生们会反叛，会大乱，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当自己无数次想放弃时，学生们却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改变。就是这么一点细微的变化，竟给江斌绝望的心灵注入了一丝希望。成功从没有一蹴而就，它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经验的叠加。如果简简单单就达成了你心目中的理想，那你的理想也太廉价了。想过为什么会失败吗？想过。第一，学生们在校太累，一回家就撒丫子，不再认真做功课，知识得不到有效的巩固和强化，每天都是功亏一篑。第二，还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老师的硬性灌输使很多中等以下的学生难以消化。你看，这不就是进步吗？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这就是迈向成功的开始。还有没有？暂时就想到这些。斌子，你刚才总结的这些都只是教学方法，方法再好，如果学生不主动去学，那又有什么用呢？学习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它需要主动探索的精神。老师，怎么才能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哈哈，这是古今中外困扰所有老师的难题，我没有答案，应该问你自己。斌子，当年你为什么能从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突然爆发出潜力？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可能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吧，为我爸争气，更为我自己争气。我爸的事情您多少知道一些，考大学是他的夙愿，也是他一生的遗憾。这不就是答案吗？一个人自发努力的前提，从来都不是因为那些假大空的口号，更不是因为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人都知道读书改变命运，但真正能体会到的又有几个？
都是半大的孩子，刚进入青春期，正值叛逆的年纪。他们为什么叛逆？那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种盲目的骄傲。如果你能利用好他们这种骄傲的心理，事情或许又不一样了。老师，我懂了，我这就出院。这一刻，江彬感觉自己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汹涌的内力自丹田处喷发，浑身又充满了激昂的斗志。可校长却一把按住他，不要总这么冲动，心里一有点想法就巴不得赶紧实施。你先好好休养身体，并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想法。想好了第一步、第二步，更要想好10步、100步。如此一来，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跟今天一样脆弱了。那天老校长的话彻底为江彬打开了另一扇门，他越想越激动。第二天上午，江彬早早的就出院了。他没有立即回教室，而是走遍镇上的亲友，想寻一处宽敞的地方。苦寻无果后，他才在午休课时回到教室，看能不能在学生身上打主意。那个谁家在镇上有空余的房子，宽敞点儿、大点儿的？老师，您是想找一处住的地方吗？我家街里有间房，虽然不大，但住肯定够用了。不是，我想找一处能在晚上给你们上课的地方。班里人瞬间起哄，多数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浓浓的失望。这暴君真是入魔了，在折磨他们的道路上，没有最狠，只有更狠。白天站午休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连晚上，好多人更是将求助的目光都投向了建超，因为只有建超敢带头跟江彬对着干。而建超竟然真在众人的期盼中缓缓站起了身，他仰头看向江彬说：“老师，我倒有个地方应该能容纳下咱们班这40多。老师，我倒有个地方应该能容纳下咱们班这40多人。”一时间，整个班级都炸锅了。全班倒数第一竟然要帮班主任找一个补课的地方。宋建超，你又想憋什么坏屁？老师，别信他鬼话。王大江，不准这么说自己的同学，咱们3班没有坏孩子。老师，你觉得他正常吗？他什么德行？您不知道。你都能从倒数第2考到班级中游，建超怎么就不能改变？事不宜迟，趁着午休课，你赶紧带我去看看场地。5月的天气，街上已经有些炎热了，但更火热的是江彬沸腾的内心。哎，溜香的，给我拿2根雪糕。这种奶油冰棍竟然还有卖的，我还以为头些年就已经停产了呢。快停产了，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雪糕，你有口福，吃完这根儿，估计这辈子就再尝不到了。仅是一段最普通不过的对话，却让江彬有些伤感。这些年下来，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如果孩子们不掌握更多的知识，他们未来该怎么办？在建超的引领下，江彬沿着小路在麻将馆后面停了车，来到了自己后面的面粉厂里。空旷的厂房，别说容纳40人，就是再来50个，那也不在话下。老师，这个地方怎么样？你这小子有点意思，而且越来越有意思。这是以前的国营面粉厂，后来倒闭了，厂房一直闲着。不会突然有人过来撵咱们吧？这些年除了我进来，就燕子过来抱窝了。您放心用，不会有人来管的。得到这个回答，江彬长舒一口气，眼前最大的困难之一可算是解决了。他总结上次学生进步缓慢的原因，就是放学后回家不好好做作业，知识没能得到有效的巩固。既然学校不让加课上晚自习，他就只能另辟蹊径。如今有了这么大的厂房，他会拿眼睛盯着，让学生们必须把作业完成好，把一天的知识消化好。行，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学校吧。老师，我还有点事，您先回去，待会儿我自己返校。好，那你注意安全，下午上课千万别迟到。说完，江彬走出厂房，骑车远去，而建超则一溜烟钻进了麻将馆里。江彬赶回学校的时候，午休课还在继续，可当同学们看到班主任是一个人回来时，心不免都提到了嗓子眼。老师，建超人呢？建超有点事，待会儿自己回来。听闻此话，大江眉头深皱，看来建超那混蛋确实要搞什么幺蛾子。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傍晚放学的脚步已经临近了。江彬来到教室，开始组织学生带好凳子，然后又让卫生委员组织人带着笤帚、扫把。一会儿到了面粉厂，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大扫除。班里的一些同学虽然对补课心有排斥，但此刻好奇心已经占了上风。能在校外集体上课，这还是头一回，他们倒想看看接下来会是个怎样的西洋景。来到厂房，大家先是兴奋，然后开始打扫卫生。条件是差了点儿，连课桌都没有。学校仓库里有一些淘汰下来的旧课桌，虽然缺胳膊断腿，但只要修一修，应该。烈的大扫除在3班40多人的合力下很快结束，可建超的眼神却不时往外瞥。中午明明都已经安排好了，可人怎么还不来？大江自然注意到了建超飘忽的眼神，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死死盯着这个害群之马。今天若真出事，他作为班里的体育委员，必须要确保全班人的安全。江彬开始安排大家落座，可就在他准备发言时，靠北的窗外猛地跳进来7、8个社会青年，大模大样的站在对面，犀利的眼睛望着这些学生，宛如看着一群待宰的羔羊。嘛呢？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到底搞什么名堂？江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便上前说：“我带孩子过来补课，你们有事？”呵，知道这个厂房是谁罩着的吗？没交房租，谁
是让你们用的。还有这么多学生不交保护费，谁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在这里上课也行，房租1月500，保护费500。那我们不上了，这就走。眼看流氓步步靠近，江彬深知要先确保学生的安全。现在想走晚了，把你们身上的钱先掏出来，今天要是不够，回头再补。听闻此话，建超拔腿就往厂房外跑。大江没空管这些，随即大吼一声：“同学们，抄家伙，跟他们干！”话音一落，3班20多位男生直接提起凳子。别冲动，大江，我挡住他们，你赶紧组织同学撤离。江彬颤着嘴唇，作为老师，他今天就是死也得确保自己的学生不受丝毫的伤害。可3班竟无一人后退，就连不少女生都纷纷扛起了板凳。想讹我们就来试试，看老子不把你的脑浆子给砸出来！厂房内剑拔弩张，而厂房外奔跑的建超拼命冲进麻将馆，朝自己的干爹喊道：“赶紧过来，过来救人！”正跟母亲聊天的干爹，愣是被建超的怒吼给吓了一跳。你要让什么？我这不正安排你干爹找人办你嘱咐的事吗？再等会儿，电线还没买回来，梨汤也没熬好呢。救人！干爹，赶紧过来救人！干爹多年混迹江湖，自然一眼就看出有事。他把手里的玉丸子往桌上一拍。香儿，给外面的兄弟打电话，我先跟建超过去看看情况。说完，跟着建超就往面粉厂里跑。只是刚到门口，他却停住了。超儿，你确定让我进去？听到这话，建超的心仿佛被锥子狠狠扎了一下。他曾发誓绝不让这个男人来父亲去世的地方玷污这间厂房。可此刻，只有干爹能镇住那群流氓。还愣着干什么？进去啊！我允许你进去，我不想让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受伤害。那一刻，建超撕心裂肺，泪流满面。厂房里火药味十足，两方人皆蠢蠢欲动，满眼愤怒。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后面传来了声音：“好大的阵仗啊！多少年了，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东街这边撒野。”领头社会青年看到了徐徐走来的建超干爹，他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人，可一下子又记不起来。建超干爹走到学生前方，望着社会青年一群人，冰冷的脸颊上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呵，你应该是蛤蟆的兄弟吧？几年前我在卤矿上见过你。”你认识我们大哥？蛤蟆的小指头是怎么没的？他没跟你们提过吗？建超干爹似乎都不屑跟这种小喽啰有太多废话，可对方心里却打起了鼓。老大的断指可是他们圈子里的禁忌，几乎无人敢问。我早听别人反映说有几个别出来的混混，这几天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老在我东街晃悠。他们说的就是你们几个吧？想在东街闹事，是不是活腻歪了？我们老大说东街的文龙是他的好兄弟，所以我们来东街就跟在自己地盘一样。蛤蟆也不撒泡尿，照自己是什么德行，自己的手下都管不好，还有脸跟我称兄道弟。我不为难你们，现在赶紧给我滚！明天让蛤蟆亲自过来跟我道歉。哎，那我们走。其实社会青年们也是骑虎难下，本以为这些学生好欺负，耍耍威风就能抢钱，结果却没想到今天竟碰到了一群硬茬，连东街老大都出面了。他感觉自己捅了马蜂窝。如果文龙一声令下，他们得躺着滚出东街，而且他有预感，文龙的人肯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刹那间，这7、8个混混脚上就像装了风火轮，嗖嗖的就从北窗跳了出去。他们从东街一直跑到西街，然后又一直跑出镇区，都没敢有半分停留，生怕后面有追兵，让他们有来无回。而厂房里，建超的眼泪早已风干，他转头看向大江，眼里是满满的得意和傲气。你总是瞧不上我，现在呢？你还有什么话说？不知是谁突然喊出了建超的名字，随即整个厂房里都沸腾了。建超，建超，建超！喧嚣过后，文龙恭敬地走到江彬近前说：“您就是建超的班主任吧？都听建超的妈妈说了，您为了孩子们的学习，真是费心了。您是？我是建超的大伯，往后您就安心在这里补课，只要有我在，就没人敢惹事。”话音刚落，门口处又跑进来几个大汉：“大哥，香儿说有人闹事，到底谁这么大胆？”蛤蟆手下几个不开眼的混混。对了，电线、灯泡、开关都买齐了吗？都齐了，现在接吗？老师，我们接电，打不打扰您上课？不行的话，我们明天再接。江彬赶紧摆手，他感激还来不及呢。谢谢你们，不打扰，待会儿先不上课，我要跟学生们讲话，你们忙就好。原来建超在江彬的感染下，已经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包括这次得知老师决定在厂房上课，看厂房没灯，所以就拜托家里给拉上电线和灯泡。别的班级上课都是在学校教室，而这所班级却在厂房。厂房内部环境不仅阴暗潮湿，还没有接通电源，甚至就连老师上课的黑板都是油漆线刷的。虽然环境简陋，但这却是他们提高成绩的唯一方法。可有些学生反而觉得老师是在占用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双方展开了剧烈的争执。同学们，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也知道强制你们学习是一种很不人道的行为，所以今天你们心里有什么怨气、顾虑、疑惑，统统都可以说出来，我一一为你们解答。如果我的回答不能说服你们，不能令你们满意，那你们当场就可以走，以后也不用参加补课，午休也不再强制学习。此话一出，下面的学生瞬间开始交头接耳。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我就是对学习没兴趣，这该怎么办啊？你们还这么年轻，不学习能干什么呢？想过将来的路吗？我可以上中专，也可以上技校，我们村有几个出去打工的，说在外面混得挺不错。老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跟你们一般大的时候，学习也不好，在班里非常普
通，不受重视。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路可以选，念中专、进厂子，或者等2年去参军。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条路才是最正确的。江斌抿着嘴唇，许久才说：“学习这条路太苦了，而且吃了苦，受了罪，将来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可我们就是知道这条路是对的。既然努力了，也不一定成功，那为什么还要遭这个罪呢？我不赌自己能成功，我只赌自己不后悔。我要告诉未来的自己，在人生的那个岔路口，我鼓足勇气，选择了最艰难的那条路。在那个意气风发、满心骄傲的年纪，我没有向现实妥协、低头。成功与失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为挑战最可怕的敌人疯狂过。”众人的情绪被江斌带动了起来，但还有太多人有着最朴素的迷茫。又有人问：“老师，像我这种普通学生，拼了命的去努力学习，真的有意义吗？拼到最后，不还是个普通人？”在这世上，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但普通人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吗？我们虽然平凡，可能一辈子都会归于平凡，但我们的心不能甘于平凡。情到深处，江斌用力拍着胸，要给自己的心装点儿伟大的东西进去。当平凡的我们有了那么一丝伟大的念头，生命就会焕然一新，生活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老师，这伟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江斌满眼美好的望着台下，许久才自豪地说：“你们都知道，我是省师范毕业的，我曾经有太多好的选择，可我为什么非要来咱这个贫困镇当一名初中老师呢？”众人不解，江斌则继续说：“就是我心里有伟大的东西啊！我希望把家乡的孩子都培养成才，希望你们不要如我一样，在学校遭受不公的待遇。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们也有机会通过高考，迈向更好的人生，跻身于繁华的世界。这就是老师心里伟大的东西。也许我心里的这份伟大永远都不会实现，也许我无法保证你们个个都能成才，但至少有了这个伟大，我的生活就有意义、有目标了。我就不会再如行尸走肉一般，在这世上随波逐流了。你们将来也许只是普通的农民、工人，但只要心里埋下了伟大的种子，当别人像机器一样乏味的工作生活时，你们心里就发了芽，甚至开出了娇艳的花朵。虽然同样平凡，但你们人生的意义却与别人完全不同了。”江斌也不管学生们能不能听懂，但他的激情已经上来了。选择最艰难的学习之路，并为之努力奋斗，这就是你们作为学生的伟大。废铁永远都成不了金子，但它可以百炼成钢。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的某一句话或某个行为真的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此时骑在梯子上接电的文龙都傻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老师啊？能够如此的开诚布公、掏心掏肺跟学生们讲述这样的人生道理。回想自己的一生，但凡有人在他年轻时用这1-2句话点醒自己，他也不会混成现在这个模样。那天没有一个学生离开，他们都默默地打开书包，掏出课本，甚至席地而坐，趴在板凳上做起了作业。但江斌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要想让学习的热情保持下去，他要做的还有很多。因为学习不单要靠努力，更要讲方法。于是他背着手，径直走到了王大江身边。大江，你是如何从一个倒数第1的学渣，变成面对任何难题都游刃有余的大神的？都是高原教的。江斌眉毛一挑，赶紧把高原叫到厂房的角落里，神情激动地问：“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让大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步这么快的？”大江这段日子一直都跟我一起学习，我就简单指导了他一下。不，绝对没这么简单。高原，你再好好想想，这里面肯定是有方法的。高原挠着头，好一会儿才说：“起初大江很笨，完全学不进去，练习题也做得乱七八糟。对，这才是王大江。你告诉我，他后来怎么就有进步了？”我让他巩固基础知识，初2的不会就先学初1的，题目不会就背公式，背会了公式，我就出几道简单的题目给他巩固练习。那得花费不少时间吧？没多少时间，大江做的练习题很少，所以学习进度比较快。想到什么，高原补充道：“不。最初大江也总做错，错了以后我就让他把错题重做3遍。老师，我从来都不认为题海战术对提高成绩有帮助，与其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倒不如做一题对一题，先把基础知识打牢固。”江斌至此才发现，真正掌握学习方法的并不是老师，而是这些常年游走在考试一线的学生，他们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次的考试基础知识都占了60%以上，做这类题完全不需要智商，但凡稍加努力，基本都能及格。如果各科成绩都能达到及格的标准，那总成绩就能排进班级中上游了。深吸一口气，高原又说：“这样的成绩虽然进不了县1中，但考2中、3中应该不成问题。但老师们往往本末倒置，花大把的时间去给我们讲一些拔高题，拔高题做多了，基础知识却不牢了，我们被淹没在了复杂的题海里，最后的结果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基础扎实的尖子生脱颖而出。”那天高原的这番话竟让江斌醍醐灌顶，对于教学模式又有了一层新的理解。冥冥中，他似乎已经感受到新的改变马上就要到来了。对于教学，江斌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探索模式。晚上回到宿舍，他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赶紧组织几个年轻的住校老师来他的宿舍里开会。他把从学生那里
总结的学习方法，与各老师进行研讨和完善。一帮年轻男女们凑在一起，竟聊得十分火热。第二天上午，东街的厂房里，文龙坐在椅子上，手里悠哉地盘着玉丸子，闭目养神。你一个社会大哥，大张旗鼓地干这些，就为了讨好建超那孩子？不全是，蛤蟆，你今年也有40了吧？你有没有想过，咱这大半辈子混过来，最终得到了什么？一代新人换旧人，干咱这行的，能到这个岁数还不出事，就是万幸了。文龙缓缓睁开眼，朝远处的黄毛等人说：“挪完机器，你们再去后面食堂，把里面的桌椅全给我搬到厂房里来，仔仔细细擦干净了。”面对2个大佬的监工，黄毛累得满头大汗，却仍忙不迭地说：“大哥们放心，我们绝对会把厂房搞得比他们学校教室还好。出去买2桶黑漆，捡好的买。”大哥，买油漆干什么？一看你这孙子就没怎么上过学，买漆当然是刷黑板，没黑板能叫教室吗？说完，蛤蟆又朝文龙道：“你还没回答我呢，咱费劲巴拉弄这个教室，除了讨好你杆子，还能干啥？”我觉得昨天那个姜老师说的很多话都特别有道理。蛤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当初为什么干这行？穷呗，而且还没手艺。要是能吃上饭，有个正经营商，谁愿干这的？是啊，就是因为穷，不单是咱自己穷，而是咱整个星星镇都穷。咱们手下的这些小兄弟也是因为穷，或者因为穷而导致的种种家庭变故，才走上了这一行。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难道咱们世代都要这么延续下去吗？那怎么办？再说了，跟你我有关系吗？没关系吗？跟你的儿子、孙子有没有关系？让他们继续走咱们的老路。头2年我去过一次大邱庄，他们村以前比咱们这儿还穷，可后来人家村里出了能人，带领大邱庄富了起来。顿了顿，文龙继续说：“我觉得那个姜老师就是个能人，他教的学生将来可能也会有厉害的人物来改变咱们的星星地区。既然这件事落到了我头上，我就必须得做点什么。即便将来星星依然是这个模样，但至少我求个心理安慰，至少我文龙在星星还干过那么1-2件好事。蛤蟆，不要抱怨，我这也是在帮你行善积德。”江斌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昨晚的一番话竟然还改变了一位社会大哥。也许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吧。炎热的暑气转瞬而至，期末考试前夕，主任吴学海信心满满，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扬。这段时间，他已经把从江斌那里搞来的辅导资料提取精华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这一战，他有信心将3班给狠狠地甩在他1班身后，让江斌望尘莫及。然而当成绩公布出来的那一刻，全校震惊了。吴学海所在的1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别的班超过，那就是江斌所带的3班。学校期末考试一向都是全年级第1的尖子生1班，却被全年级倒数的差生3班给超越了。所有人都认为差生们作弊了，事实却是差生班主任利用课余时间带他们去校外废弃厂房补课，这也得罪了学校的教研主任。因为尖子生班级是教研主任带的，为了找回面子，教研主任直接把差生班主任私下补课的事告到了县教委，顿时引起了学校校长的高度重视。你在校外办了个补课班，这不是什么秘密吧？您神通广大，不早就知道了？什么我早就知道？我不知道，从来都不知道。他哪能不知道？江斌搞课外班的第2天，他就已经知道了，而且不仅知道，他还默许了这种行为。可默许不代表支持，这种事更不能拿到台面上说。而且他现在更为担心的是，明天教委来视察，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做文章？最近这段日子，你先把校外的补习班停了吧。停，校长，我们3班成绩进步那么大，您不会不知道原因吧？我刚摸出点儿门道，学生们的热情也刚激发出来，您这时候叫停？叫你停你就停，明天上级领导来视察，要真有人举报了你，你这辈子就完了。我为学生好，别人凭什么举报？领导凭什么查我？这要想查，我就敞开了，让他们查。我3班成绩摆在那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够了，单是一条强迫学生补课就够你喝一壶的，再牵扯到学生的安全问题、政策风向问题，你得吃不了兜着走。顿了顿，老校长许久才平复情绪，起身拍着江斌的肩膀：“不要急于这一时，先停2天，等这股风头过了，再拾起来也不迟。斌子，做人要如流水，不能太刚硬。还有，你明天请假，先避避风头，万一真有人举报你，上级领导也无法第一时间找你质询。斌子，拿着这个，有情况我打电话通知你。”老师，你怎么换手机了？旧的直接放爱回收了，用了好几年的 iPhone 13还卖了3000多，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而且面对面打款，不愧是上市公司，安全可靠。兄弟们，你们要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到爱回收就对了。老师，我就想为学生们做点事，真就那么难吗？招谁惹谁了？怎么明明干了好事，还要跟耗子似的躲躲藏藏的？任何事情都得先讲规则，而你的很多做法虽然是好心，但明显已经脱离了规则。不说了，按我的话办吧。那天江斌郁闷的恼人发麻，在下午上完课后，也只能无奈道：“这2天的晚自习取消，午休课也按时休息，我有事要请几天假，班委管好班级纪律。”说完，江斌转身就走，扔下了一脸茫然的3班学生。于是众人3、5成群，又纷纷加入了讨论。他们已经不再管江斌叫暴君了，他们在上次的期末考试中尝到了进步的甜头，他们觉得在厂房里学习
比在学校有意思，而且还有建超母亲熬的甜美梨汤可以喝。姜老师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所以才着急请假，大家不要担心，老师在与不在，3班一切照常。于是放学后，3班的各大纵队又一次鱼贯朝面粉厂奔去，一切都有条不紊，一切都积极向上。至于吴学海，也悄悄拿着傻瓜相机，轻车熟路摸到面粉厂，从后窗望去，吴学海愣住了，他震惊于3班学生的自律。更没想到这里的学习环境比他想象的要好太多。那块硕大的黑板上记录着每个学生在1周内的学习任务，没有调皮捣蛋，更没有乌烟瘴气。他们按学习小组划分，在做功课的同时，还小声讨论着难题的解答。原来在不知不觉中，3班学生的素质已经远远甩开了他的一班。这个江斌从哪搞来的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从哪搞来的这么好的学生？举起手里的相机，他报复性的开始拍照。事后，吴学海毫不停留，直奔妹夫家开的照相馆，他要第一时间把照片冲洗出来，作为反击江斌的有力证据。深夜里，吴学海搂着冲洗的照片，还有那封举报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知道，只要这些东西明天递到教委领导手中，江斌就完了。即便不完，他也将不再受学校重视，届时他吴学海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可他又想，江斌有错吗？他那么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的成绩着想，而且已经出现成果，就真的要被他给这么扼杀了吗？可江斌是违反规定的，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只要违反了规则，他就应该受到处分，不是吗？那夜，吴学海注定无眠。周3，县教委的领导还是如期而至，吴学海也趁机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完了，该来的总归是要来了。学海啊，咱都是老相识了。对于新兴一中在教学上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哪些先进之处，咱们今天畅所欲言，都可以谈谈。我要说的话都在这封信里。领导疑惑地拿起信封，老校长的嘴唇都在跟着打颤。难道江斌的职业生涯真就止步于此了吗？领导摊开信纸，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许久，他才抬头。学海，你这是……别说教委没经费，县附中都肥得流油，你们今年还给他们资金扶持。县实验中学那也不缺钱吧？你们还是划拨经费给他们翻修实验室。领导，我们新兴一中要点辅导资料的资金，不过分吧？这话直接把老校长给听懵了。他赶紧起身，凑上去一看，原来吴学海递交的并不是举报江斌的信件，而是申请辅导教材的资料，而那些资料数目正是江斌之前从市里带来的。学海啊，今天咱们所谈的内容是关于没有好的辅导资料，没有好的教学资源，我们的教学质量怎么往上提？吴学海直接撕毁客套，单刀直入地吼了起来。他昨晚下半夜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江斌没有错，无论他想盗版人家的辅导资料，还是在校外战战兢兢地给学生补习，那他都是为了学生们着想。他确实违反了很多规则，可有的时候陈旧的规则就一定对吗？如果新兴一中也能得到上级重视，也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江斌还用得着跟个老鼠似的为了补课而东躲西藏吗？你们不知道我们乡镇中学的教学工作有多难，初3的学生连做实验的仪器都不够，有时我们还要带着学生骑几10里路的自行车到鲁矿中学借用人家的实验室。什么不足之处，什么先进经验，就连线上的这套辅导材料，还是我们江斌老师在市里跑断腿从他同学手里搜刮来的。我们这些土老帽看到这些材料还个个如获至宝，珍惜的不得了。这就是新兴中学的教育现状，这就是你们领导口中所谓的不足之处。学海，你少说2句。我要说。吴学海一甩袖子，继续嚷嚷道：附中和实验都是亲儿子，我们这些乡镇中学都是干娘养的，都是野种，年年申请经费，年年石沉大海，都快把人逼死了。我们也想出成绩，也想提高升学率，我们比你们领导更想得夜夜睡不着，想得恨不得走邪路。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拉出去！老校长赶忙组织人，硬把吴学海给拖出了会议室。本来和和气气的会议被吴学海一搅和，整个气氛都尴尬到了极致。倒是教委领导深吸一口气，看向老校长问：你是什么意见？虽然学海反映问题的态度有待商榷，但他的话却代表了我们中学所有教职工的心声，领导得重视啊！领导拿起信纸，左右看了看，好歹写个正规的申请材料吧，草草的写这么一张纸，我怎么给你们带回去走流程？这您同意了？买哪些辅导资料，缺什么实验器材，学校还面临哪些困难，要如实的填写好，弄一份完完整整的材料出来。这个老吴以前办事挺严谨的，今天这是闹的哪一处？回头告诉他，咱们黄龙县就缺他这种有担当的好老师。吴学海回到办公室后，2条腿都软了，当面顶撞领导。他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分，但这些话他压在心底已经许多年了。如果江斌不出现，兴许他一辈子也就随波逐流的过去了。可正是这样一个青年，深深刺激到了吴学海。傍晚时分，窗外的夕阳格外绚丽。副校长刘贺来到办公室，学海，一起出去走走吧。吴学海脊背冒汗，他猜测校委的处分应该是下来了。你扶着我点儿，我腿都软了。傍晚的操场在夕阳的映照下，像洒了金子般绚丽。副校长刘贺与吴学海一起背手沉默的漫步，谁也没先开口说话。吴学海清楚，沉默就意味着危机。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冲动，
老老实实做个主任，不挺好吗？可如果再让自己选一次，他还会义无反顾，因为总要有人反映问题。作为管教学的主任，他要是再不出头，耽误的可就是那些孩子们。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绕到了西面的乒乓球台前，吴学海索性往台子上一坐，固执的歪头。别绕弯子了，校委到底下了什么处分？直说吧。别的学校都有免费教材，唯独这所学校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最基本的运动器材都是借隔壁学校的。原来这所学校坐落在贫困乡镇里，各种硬件设施都非常落后。为了改变现状，让学生的学习水平追上其他学校学生，学校教研主任直接找上了县教委的领导。别绕弯子了，校委到底下了什么处分？直说吧。原来教委领导没有第一时间答应教研主任吴学海提出的建议，吴学海误以为领导偏心，就直接把领导骂了。顶撞领导可是大过，不出意外的话，他老师的职业生涯应该到头了。处分？谁说要处分你？之前我那么顶撞上级领导，现在你这个公务繁忙的副校长又亲自找我谈话，不是下达处分，难道还要给我表彰？学海，上级领导的确表扬了你，说你是个有担当的好老师，还有你反映的问题，领导们也格外重视，估计用不了多久，经费就能拨下来。这吴学海张着嘴，整个人都石化了。不说这个，学海，有个事我倒是挺惊讶的，我以为你这次会举报江斌。哼，你也觉得他该被举报？江斌的确违反了很多规矩，按道理来讲，他该遭到处罚，更何况他年轻气盛，又在某些地方触动了你的利益。咱们是老同学、老同事，以我对你的了解，江斌他做错了吗？这本质上来讲，他心是好的，他没错。没错，我干嘛要举报他？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我干嘛跟他过不去？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吴学海还是说了这话。听到这个回答，刘鹤长长舒了口气，又摘下眼镜擦着说：“还是老校长眼光独到啊，他对你的评价真准确。那个老头子肯定没说我什么好话。”学海，我要走了，去鲁矿2中上任啊！你这怎么这么突然？吴学海心头一凉，这可是自己的老同学，是自己共事了20年的朋友啊！不突然，上月刚开学，调令就下来了，只是副校的职位突然空出来，老校长怕人心浮躁，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所以这事儿就一直没公布。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副校的人选已经定下来了。吴学海转着眼睛，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刘鹤能在这时候找我私下谈话，看来他是支持我上位的。刘鹤，咱们到底是老同学，谢谢你支持。我没把票投给你，因为我太了解你，你这个人吧，心里总有小算盘，这不好，不适合担任高层领导。你既然没投我，那你还谈个屁？你看看你，还急了。有个人倒是力排众议，非推选你不可。老同学都不选自己，还能有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吴学海失落至极，没想到他在学校混了20年，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个人品。老校长说，有的人在小事上大义凛然，可在大事上却不一定能够坚持原则。还有些人总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但真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他会义无反顾地坚守本心。他说，学海是好样的，这样的人要是不提拔，那是咱学校最大的损失。那一刻，吴学海脑子嗡的一下，眼睛里竟然有泪在打转。老校长真是这么说的？我一个要走的人，还犯得上帮老校长收买人心吗？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总带着成见看问题。老校长处在那个位置，自然有方方面面的考虑，有些考虑可能与你不同，但他绝对是站在学校、站在学生角度出发的，人不能太狭隘。等你升了副校，一切就明白了。吴学海抿着嘴唇，他顿感愧疚万分。他总以为那个老头护犊子，培养嫡系，拉帮结派，总以为自己从不受重视，无论再怎么努力，也入不了他的法眼。结果却不曾想是自己出了问题。其实老校长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啊。他怎么不早说？我今天还差点。老校长要是早说，就显得是在拿利益与你交换江斌的前途。他也明白，如果早告诉你，他力保你升副校，今天你绝对会放江斌一马。老校长说，他相信你吴学海的为人，他的眼光不会错，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一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即便你出卖了江斌，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你吴学海为学校兢兢业业20年，你在新经义中这片热土上挥洒了所有的青春，你爱学校，爱学生，这里是你人生的全部。话到此处，吴学海竟转身狂奔，连教研主任的架子也不顾了。他心里好愧疚，他曾把老校长、把江斌想得那么不堪，把他们当成蛇鼠一窝。他冲进校长室，一下扑在了办公桌上。多大人了，好歹你是个主任，这么慌慌张张成什么样子？刘鹤都跟我说了。刘鹤那小子就是嘴长，既然知道了，那我就提前给你分配任务。你现在带着毕业班，身上的任务重，我会把刘鹤留下的工作帮你分担一大部分。等一班毕了业，这些任务再压到你肩上。学海啊，一班的学习千万不能放松，明白吗？不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别说，什么都不用说。学海，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永远都是。老校长望着他，也许此时的无言胜过千言。随着时光的流转，高王庄又迎来了一个寒冷的冬季。只不过这年冬天，高王庄却格外热闹，甚至还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休养之后，马俊兰的腰伤彻底康复了。凭着吃苦耐劳、心灵手巧的品质，马俊兰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做渔网加工，竟在3天内赚到了200元的加工费。这在村里炸了锅，一时间高原家的院子里
几乎挤满了围观的村民。那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手工棚户，也成了村民眼中的聚宝盆。这也不难啊，比缝衣服简单多了。俊兰都能干，咱为啥不能干？一台缝纫机就把钱给挣了，凭什么好事让他一个人占？树大必然招风，尤其在农村妇女群体里，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更是悄然滋生。消息自然也传到了高原婶子春妮的耳朵里。这些年下来，她对于高原家的冷漠，甚至唆使公婆不再与高原家来往，使得村民没少在背地里骂她坏。如今眼看着对方要发家，春妮还怎能坐得住？高原家若真发打起来，那村民在背后不得嘲笑死他春妮啊！于是春妮凭借过人的口才和灵活的头脑，开始在暗地里组织人手，准备与马俊兰抢生意。他算好了货车进村的时间，并在周4中午带领一群妇女，将运输渔网的货车给堵在了村口。这活儿我们也能干，把货卸我们家。呵，各位大姐，我都是个送货的，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我们加工费更便宜，人也多，把活儿交给我们做，你们不吃亏。说完，春妮就给旁人使眼色。紧接着，一帮娘们开始扒车，蛮横地将渔网往下卸。司机扯着嗓门阻拦，可又怎敌得过这些虎狼之势的妇女？短短几分钟，货车便被掠夺一空，纷纷搬到了各自家中。你们真他娘的土匪！回头我找谁拿货啊？你得给我个准信儿。还有，你们知道怎么加工吗？真要是干砸了，你们都得给我赔钱。事情已然得逞，春妮便得意地甩着辫子。都在高原家学过，这东西不难做，看见都面红瓦房了吗？那是我家，回头你到我这里取货。众人散去，司机开着光秃秃的货车，满脸涨红地来到了高原家。他先跟林清美、马俊兰一起寄件开工资，等到装车时，林清美才看到今天司机并没有带货过来。大哥，要加工的货呢？嗨，都被你们村的娘们抢了。司机捶胸顿足，这事儿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厂里交代呢。什么抢了？谁这么大胆？林清美顿时火冒三丈，这可是自己丈夫揽下的活，他们凭什么抢？你们先歇息一天，明儿我再给你们发一车。是谁抢的？你跟我说，这事儿必须得说明白。一个穿花棉袄、梳马花辫的女人带的头，她家在村口东红瓦房那家。话到此处，林清美更是怒不可遏。是春妮那个泼妇俊兰，咱们现在就过去找她评理去。混账东西，欺负我妹子家就罢了，现在竟然还把算盘打到我头上了。马俊兰心里也憋屈，可自家管门独院的，他不想多生事端。林清美拽他就躲着说：大姐，司机师傅都说了，明天还来送货，咱就不惹这事儿了吧。况且这些天我挣的也太多了，这要放在以前哪敢想啊，每次都领这么多钱，其实我心里也不踏实，总感觉这钱挣得太容易了。你有什么不踏实的？咱们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你吃的苦遭的罪还不值这个价钱吗？谁人不知道你带着腰伤干活，你没黑没白的忙活。你要不去，我自己去，回头等信中回来，看我不砸了春妮家的锅。大姐，其实春妮家也不易，俩孩子都上学，况且高原的叔心脏也不太好，咱要真闹出了事，你是真怂，你总为人家考虑，人家想过你吗？他今天抢咱的生意，你以为只是想挣钱，他是不想看你过得比他好。那娘们儿一肚子鬼心眼儿，全村谁不知道？马俊兰咬着嘴唇，其实这些他都明白，可能就是因为善良吧，人善被人欺，可他情愿选择这种善良。林清美一边训斥俊兰太损，一边又无比心疼，可这就是俊兰，如果不是因为俊兰的这份善良，他们也不会惺惺相惜，更不会拿她当亲姐妹。司机回到厂里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反映给了厂长。黄龙网剧场的孙总并没有因为这事儿责斥司机，他反倒掏出烟递给对方。高王庄的村民真愿意压价帮咱们做代工，都想着干。孙总背靠在老板椅上，他本是卖好友王宪忠一个面子，才将车间的活分出去一部分，但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不仅质量做得好，而且价格还低。如果要是将厂内所有的手工交付给高王庄的话，那成本更会降下来一大截。你找马主任联系车队，明天先往高王庄发10车货，如果他们能干过来，就再加10车。那天，孙总异常兴奋地下达了这个命令，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和高王庄那些村民完蛋的开始。在90年代，日薪100元的工作无人问津，日薪5元的却被人抢着做，并且每个人都乐此不疲，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此时春妮家的院子里也乌泱泱挤满了人。这钱赚的也太简单了吧？那可不，凭什么都让高原妈赚了？这段时间，高原妈马俊兰帮人加工渔网，3天赚了200元，让村子里其他妇女羡慕嫉妒死了。在春妮的带头之下，众妇女把原本发给马俊兰加工的渔网给半路拦截了，打算自己做，哪怕价格低一点也没关系。春妮姐，昨天大家都领了货，你怎么没拿啊？要说这事儿，还是你帮大家出的主意，现在钱都让我们挣了，怪不好意思的。哎呦，有钱先让大家挣嘛！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愿意跟我去拦车，这是我春妮的造化。张春妮就是嘴甜，不然这些年也不可能哄着公婆像老牛般为自家出力。至于春妮本人，那是出了名的懒，平日好大喜功，爱凑热闹，却唯独对自家农活从不上心，也得亏丈夫憨厚，性格闷憋，不与他一般见识罢了。春妮，昨天的货太少了，今天厂里要是来人，您可得帮我们多拿点儿，反正冬天也是闲着，我们不图跟俊兰挣的一样多，有他一半就不错了。放心，只要有我春妮在，货绝对少不了。咱们差哪儿了？干嘛要比人家挣的少？从今天起，只要大家肯干，我保证将来你们挣的比某些人更多。春妮当即夸下海口，
虽然众人将信将疑，可好歹有春妮这个领头的，他们敢记着呢。数量我都记下了，大家先回家忙吧，等送货的来了，我再通知大家过来领钱领货。春妮家院子不大，又飘着小雪，村民们巴不得赶紧离开，谁愿挤在这儿挨冻？反正数已经记下了，钱是一分也少不了。轰走众人后，春妮先去商店买了几包瓜子，一包茶叶，回家又好好把桌子擦干净，在炉子上烫着热水，这都是他招待财神爷用的。他有种预感，自己很快就要发家。半小时后，院外传来了敲门声，春妮赶忙出门，她看到了昨天的司机，司机旁边还站着一个领导模样、夹着黑色皮包的男人。马主任，就是他带的头。哟，是大领导啊，快请进。鱼龙我们都织好了，您看看质量怎么样？中午一定要留下来吃，待会儿我就炖肉。主任马小磊并没有套近乎，他公事公办地走到院内，开始对鱼龙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检查。春妮看着冰凉的雪花一片片落在马主任半秃的脑袋上，又赶紧拿来雨伞给主任撑了起来。质量不错，看来村民是用心了，把村民都叫过来吧，正好开个会谈谈价钱，把工资给发下去。数量我都统计好了，这样您先差人装车，外面怪冷的，领导您进屋喝口茶，暖暖身子再说。马小磊倒也不急，何况下着雪开会也够折腾人的，他索性就先跟春妮去了屋里，等雪停一停再说。靠在温暖的火炉旁，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春妮看到领导脸上有了那么一丝放松，便趁机开口道：领导，听说马俊兰家是按1毛计件的，能一样吗？你们这是抢活儿，我们厂本来就没打算把这项业务交给你们做，更何况王县中跟我们厂长认识，人家那1毛是有人情关系在的。领导您别急，这不是商量来着吗？厂长说了，一件就8分钱，愿做就给你们，不愿做就拉倒。马小磊还故作焦急地看看手表，佯装起身，赶紧把村民叫过来吧，如果大家同意，咱当场签合同。其实厂长给的底价是9分，1毛也不是不可以，总归是比厂里的工人价格低太多，所以马小磊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必须得谈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春妮竟然没还价，一口便答应了下来。8分就8分，合同我给你签。你能代表其他人？能，只要您跟我个人签，并保证不把价格外传，我每一件分您5厘的红利。马小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身穿花棉袄、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她竟然有这种头脑，这着实把他惊到了。那个年代的黄龙地区似乎还没有回扣这一说，马小磊心里也打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拒绝。这太肮脏，可他偏偏保持了沉默。一件5厘看似不多，可每天要是几万件的话，那可就是上百元的收入。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又怎能保持淡定？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何况你们厂长把货发给我们做，就是为了图便宜，所以他更不会把价格公开。您说对吗？这个合同签完，你们厂长自己都会把合同好生藏起来。马小磊终于被说动了，因为春妮猜得对，像这种缺乏监管的生产模式，厂长一再强调要低调进行，所以这笔账永远都不会被人翻出来。有光的地方就有暗，有米的地方自然就会滋生老鼠，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乱象。所以面对利益诱惑，人心总是那么脆弱。蛇鼠一旦形成共识，接下来要做的肯定是利益的再分配。一件成品，我要1.5分的红利。春妮被突如其来的要价给惊了一哆嗦，她忙苦心辩解：领导，您可真能狮子大开口，本来加工费就已经很低了，您要是再抽这么多，村民们该不干了。听我把话说完，这份合同上咱们按9分计件，这1分是我给自己加的，并不损害你的利益，不是吗？这能行？你们厂长能同意？这你不用管，如果没问题，咱们现在就签字按手印。给你1分利，您要觉得不行，这买卖我不做了。马小磊终究还是低估了眼前这个农村妇女的心计，可白捡的钱他又不能不要。最终两人在私下里以9分的计件价格完成了合同的签署。尘埃落定后，春妮才长舒一口气。您不要觉得我黑，毕竟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您是什么都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马小磊心里虽然对分赃有些不快，可一天几百的灰色收入又使他有种莫名的兴奋。他将合同装起来，赶紧办事吧，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春妮抿嘴一笑，先把合同藏到里屋，然后又出来跟马小磊交代了一下后续的事宜。听着春妮的计划，马小磊无不震惊。你怎么懂这么多？出嫁之前我做过咱县农贸市场的会计员，所以这里面的门道儿我清楚得很。只是后来结婚怀孩子，才从县农贸辞了职。马主任，我办事您大可放心。听到这话，马小磊对春妮的实力更是深信不疑。只是春妮的话有一部分是假的，她的确做过县农贸市场的会计员，但不是主动辞职，而是被开除的。原因无非就是好吃懒做，还有传闻说她手头不干净。协议达成，双方自然皆大欢喜。春妮先去公婆家校正喂养兔子的丈夫去买肉做饭招待客人，然后她挨家挨户把农妇们重新组织起来。下午2点多的时候，黄龙网剧场的人吃完了炖肉，村里的农妇们也齐聚到了春妮家。各位，我们厂本没有打算将手工作业外包，但今天过来，我看到大家干的成品质量还不错，所以我代表黄龙厂给大家一个准信儿。此话一出，村民们无不兴奋至极。自此以后，他们又多了一条来钱的路啊！我宣布，黄龙网剧场高王庄站点今天正式成立，张春妮家将被设为会计
计站。以后为了方便统计和发放工资，大家直接带货找张春妮会计领工资。领导，这鱼笼要按多少钱计件啊？有个农妇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具体的事宜你们直接找张春妮了解情况吧，我还有急事，得赶紧回厂里。说完，马小磊便带着车队急急忙忙出了村，而从车上卸下来的渔网原材则堆满了春妮家的胡同。事情比预想的要顺利，春妮便趁热打铁道：“乡亲们，为了大家的事，这次我算是尽力了。”村民们望着门外那一堆堆的原材，又闻着院子里飘散的肉香味，自然对春妮的话深信不疑。或许大家曾经都误会春妮了，或许春妮痛改前非，决心做一个好人了。她为了给村民争取工作，又是跑前跑后，又是割肉招待领导，一片赤诚，日月可见啊。春妮到底是个什么价格？你倒是给大家透个底啊！我苦求领导，对方才答应把昨天的那车货按1毛计价。听闻此话，院子里顿时欢呼雀跃。可春妮话锋一转，继续又说：“但往后的价格按6分1。”田里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村民们却不管不顾，反倒是关在家里织渔网。因为8分1件的渔网远比种地的收入高得多。就在他们都以为要发财的时候，殊不知早就被人坑了。得知真相后，村民们纷纷找吃回扣的人讨要说法。什么情况啊？不是说好8分1件吗？怎么又变6分了？是啊，6分的价格这么低，谁干啊？人高原价的价钱可是1毛啊，咱挣不了1毛，挣8分总行吧？6分都来了。眼看村民大乱，春妮却不紧不慢。我也觉得价格低，可领导就是一口咬死，说是厂里规定的。我真的尽力了，要不然咱都别干了，回头让他们把货给拉回去吧。不干，冬天闲着也是闲着，干总归还是能赚点外快，补贴家用。最重要的，这项工作不需要成本投入，只要肯出力就有钱拿。春妮就是拿捏住了这些妇女的心理，所以她才敢把价格压到6分的极限，自己从中攫取2分的利益。可6分确实太低了，谁不想挣1毛？可咱有人王县中的本事吗？人家挣的那1毛是有人情关系在的，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也不愿干。谁让我春妮没本事，只能死乞白赖的求人，又是管饭又是说好话，可人家就是咬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拿了人家厂里什么好处似的，最后辛辛苦苦倒弄个里外不是人。要我说这活儿我不干了，你们谁愿干谁干吧。说完，春妮蹲在地上掩面哭泣，这使得周围的乡亲们心里也不是滋味。丫头不哭，大伙儿信你，毕竟要不是你带头，咱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好活计。春妮，这就派活儿吧，你看看外面那些渔网该怎么分。乡亲们，虽然价格低，但数量不限，往后咱们多劳多得，勤勤恳恳，绝不比那些挣1毛的差。乡亲们，咱们没有背景关系，就更得为自己争一口气呀。他自然要鼓励村民使劲干活，因为每一件产品里可都有他春妮2分的红脸。委屈泪水的下面是春妮一根根吸血的管子，不停地往村民心里插。马小磊回到网剧厂以后，自然是受到了厂长孙涛海的大加赞赏。孙涛海的心理底价就是9分，马小磊仅用了1中午时间就把合同带了回来，他能不高兴吗？如此一来，在鱼笼加工这一环节，他能节省下1半的成本。张春妮这个人靠得住吗？厂长放心，张春妮在村里很有威信，曾经还做过县农贸的会计员，这事儿由他牵头，能给咱们省去很多麻烦。那张春妮个人对厂里有没有要求？他想讨一份厂里的会计工资，还要立个黄龙网剧场高王庄会计处的牌子。孙涛海微微皱眉，思虑片刻说：工资好说，但这个牌子不能立咱厂的，毕竟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认证，万一上头查下来会连累咱厂。再就是工资方面，还是按你手工车间的财务上报。顿了顿，他继续道：张春妮真想立牌，那就给他弄个高王庄站点会计处，这事儿你看着办。总之不能出现黄龙网剧场这个名字。行，高王庄那边的事我会一直好好盯着的。马主任一定要记住，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所以这事儿必须低调再低调。只要你把这事儿办好，厂里一定会往上提拔你。马小磊表面千恩万谢，心里却不置可否。曾经他那么想被提拔，可今天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升了官，每月无非就多几百块的工资，哪有他现在吃香？一天的灰色收入就不止这个数。这个时代，那些老实干活的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反倒是黑了心的能挣个盆满钵丰。老子以前真蠢。所以马小磊对这次合作的积极程度，甚至都超过了高王庄那些勤勤恳恳的村民。他先去街里给春妮刻了块牌子，买了些票据，又刻了个高王庄站点会计处的印章，这些都是春妮交代的，目的就是为了哄骗村民，显得比较正规。而春妮也没闲着，他准备了2个账本，一个是给黄龙网剧场对账用的，另一个是给村民看的。这2个账本之间可差着3分的利润呢。第2天，春妮家正式挂牌，还放了鞭炮以示庆祝。她还让木讷的丈夫找人把东屋进行了一番改造，设立了一个窗口，搞成了一个会计室。她又去村委打申请，征用了他家东面的荒地，用竹竿和塑料模建成临时棚户，用以存放渔网原材和成品。如此一来，村民只需到他那领渔网，加工完成后再送回会计站开票。等到了月底，村民们凭票领钱。这番操作下来，还颇像个正规公司。所以那年高王庄的经济模式已现雏形，只不过领头之人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这颗娇嫩的芽儿注定是无法成活的。而成功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平凡的世界里，失败才是常态。
机遇跟成功并不能划等号。年关临近，村民们忙拿着厚厚的票据，在张春妮的会计站前排起了长队。如果按平均来算，他们的个人收入每天约有20至30元，这本是一笔不错的进项。可人就怕对比，明明干同样的活，林清美、马俊兰一天就要挣上50、60元，这使得眼前的妇女们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堵。而张春妮可乐坏了。他平日不需要出大力，只干些记账的活，而且脾气还越来越大，领导架子越端越稳。他梦寐以求的生活终于到来了。给村民开完工资后，除去与马小磊的分账，他竟然在1个月内独得了14000余元。他把钱装进包里，下午便搭客车跑到县农行存了1万元，余下的钱他决心挥霍一把。报复性消费完了之后，张春妮想到了曾经在县城工作被人瞧不起的往事。呵，牛什么牛？一个个打扮的那么漂亮，还不是羊粪蛋子表面光？我张春妮现在1个月的收入顶得上你们1年的收入。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我会让你们高攀不起。越想越搓火，他索性打了个出租车，直奔县农贸市场而去，看看能不能碰到老熟人，好显摆显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竟然真在街角处看到了一位旧相识。您要买什么？怎么不认识了？燕子，你好好看看我是谁。燕子揉了揉豌豆眼，仔细一瞧才惊叫道：你是春妮？行啊，燕子，现在都当小老板了。哎呦，行什么？就是混口饭吃，挣不了钱的。倒是你，真是发达了啊！看看你这身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省城来的人物呢。春妮十分享受这种恭维，却也故作谦虚。我比不上你，充其量就是个分厂的负责人，买卖全是人东家的。倒是你自己当老板多好。春妮，你都当厂长了，我的天爷，你也太有出息了！你不知道那谁，就是那个周鑫，她嫁了个鞋厂的主任，就觉得自己不得了，农贸市场都横着走。回头见了面，我一定把你的事说说，我让她再得意。提起周鑫，春妮的牙根儿都痒痒。那女人当年可没少拉帮结派欺负自己，但此刻她却故作大度的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都懒得放在心上，那种人根本不配让我生气。对，您这级别都不一样了，哪儿还能跟我们这些人掺和啊？春妮姐，您今天要买什么？这里的东西随便拿。春妮本没打算买东西，可要是不拿2件，就好像是自己刻意过来显摆似的。于是她就在杂货店里转。燕子家的铺面倒也不小，她转到渔具用品的区域后，刚好看到了一款线，就是村民织网常用的胶丝线，而且还是前海牌的。这前海牌的线这么贵呢？一套竟然35。春妮一脸吃惊，她没想到黄龙网剧场的原版竟然这么贵重，她赶紧又拿起旁边一个爱莲牌的问：爱莲的怎么这么便宜？一套才12。前海是合资品牌，爱莲是国产的。这2种线有区别吗？春妮拿着线轴研究了半天，也没发现2者有什么差异。合资的肯定贵呗，咱俩也不是外人，要我说都一样是，但对外人我肯定更愿卖合资的，毕竟它利润大。春妮点点头，家里的线轴多的是，她犯不上买这东西。此时的张春妮并不知道，没过多久她又会回来的。今天的显摆也给日后的自己埋下了东窗事发的祸端。随便给他儿子挑了2支钢笔，还有一些作业本，便草草收场了。春妮大方地掏出100元，燕子死活不肯要。春妮硬塞：燕子姐不是占便宜的人，而且我确实比你们都有钱，这次来我也没带东西，剩下的零头全当给孩子买吃的。当年市场里好多人都说我春妮小气、土气、只进不出，但我那是真穷。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激励自己，等我春妮有钱了，我也大方，我会比任何人都大方。说完，春妮便在燕子无限崇拜的目光中潇洒远。他是村子里的低保户，每月收入却高达数万元。90年代更是买了全村的第1辆摩托车。但其实一开始他和大家一样穷得好好的，可自从他发现村头的高原妈在家织渔网，3天就赚了200块后，就动了歪心思。他先带人把织渔网的生意抢过来，再美其名曰的说分给村里大家做，自己则压低价格吃回扣。渔网厂给9分一件，他却告诉村民只有6分。虽然不多，但架不住量大，短短1个月就让他赚了上万元，当即就去城里提了1辆摩托车。春妮，那黄龙网剧场1个月开你多少钱啊？现在连摩托车都骑上了。张春妮每天啥也不干，只负责给村民们寄件和工资发放，所以按理来说，她唯一的收入来源只有网剧场给开的会计工资。什么意思？三婶儿，您这话里有话。您要是不愿干，大可把渔网卸下来，以后也不用来了。多少人还排着队领呢？哎呦，我就是好奇问问，你看你还生气了？这木兰摩托车是我借娘家钱买的，作为刚王庄的负责人，我天天为大家抛头露面，迎来送往。要是没辆车，我靠双腿跑嘛。我也听到有些议论，说我天天打扮得跟小养狗似的。作为咱刚王庄的门面，我就想问问大家，难道我不应该好好打扮打扮吗？这话把周围的人反驳得哑口无言，但这并不能彻底打消村民内心的疑虑。更可恨的是，春妮的官威越来越大，动不动就给大伙脸色看。你顺着他，他就多给你拿货；你惹他不高兴，他就变着法捡货，或者从产品的质量上找你茬。矛盾一旦产生，早早晚晚都是要爆发的。农民不是傻子，尤其是这个三婶，她白天照常去地里干活，傍晚回到家才开始忙活渔网加工的事。以前织一件成品，她勤勤恳恳、小心翼翼，要花费1分钟的时间。如今她1分钟织3件，管它质量好坏。她把粗织的鱼笼夹在中间，把质量好的产品铺在两头。
而春妮又是出了名的懒，她很少认真检查产品质量。于是到了月末，三婶竟奇迹般的被春妮给评为了劳动标兵，额外奖了200元钱。三婶不吃独食，她深知法不责众的道理，于是这个赚钱的法门被她在私底下悄悄发扬光大，以至于整个高王庄的农妇们都深受真传，纷纷造假。突如其来的高产量并没有引起春妮的警惕，她反而被高额的抽成给冲昏了头脑。那个月底，他独得21000余元，而拿到1万余元分成的主任马小磊也忙不迭去市里给家里置办了一台21寸的大彩电。美好的海市蜃楼让大家都尝足了甜头，村民既不耽误地里的农活，赚的还比以往多。春妮、马小磊更是躺在钱上睡觉。孙涛海出差1个月，踏遍了半个北方海岸线，也为自己拉足了订单。孙涛海自认为有了高王庄这种廉价的厂村结合生产模式，未来势必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收获。可就在他刚回厂的第2天，却出了事。渔网出现了大批量的质量问题，黄龙岛的渔民带着黄龙镇的领导几百号人直接把黄龙网剧场给围了起来。涛海小儿，还不速速出城投降，胆敢狡辩，我将杀你个片甲不留！孙涛海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他仍如往常一样靠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手端浓茶，心情舒畅地听着马小磊一次又一次的捷报。这个月的产量比上月整整翻了1倍，孙总，咱们厂应该继续扩大产能，拓宽销售路子。高王庄村民的潜力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大。可孙涛海听到这个消息后，心却跟着咯噔一下，冥冥之中他竟有种不祥的预感，甚至浑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马主任，我问你，高王庄的农田里是一副怎样的景象？这跟咱有关系吗？回答我。挺好的，上月我去过2次，地里的庄稼、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也忙得不亦乐乎。3月啊，在咱们江陵地区，3月正是农忙季，你却在这个时候告诉我，3月的鱼龙产量翻了1倍。越往下说，孙涛海的脚底就越冒汗。你检查产品质量了吗？张春妮信得过，他那人勤快着呢，每次过去，他账都记得格外仔细，比咱厂的会计还专业。我问你，有没有把好质量关？孙涛海话还没说完，他办公室的门就被人给踹了。领导，各位乡亲，我出差1个月，昨天刚从外地回来，事情的经过我也才知道，现在正跟马主任沟通，该怎么为咱渔民解决问题。这事儿我也很震惊，很愤怒，但毕竟是我黄龙厂的责任，我孙涛海绝不推卸。伸手不打笑脸人，渔民大动干戈，兵临城下，无非也就是要讨个说法和公道。而此刻还没来得及激烈交锋，孙涛海就主动揽下责任，这是渔民们意料之外的。黄龙镇领导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缓和之色，他是最不愿看到冲突发生的，也是最想解决问题的，但该说的话，该发泄的愤怒，还是要做样子。孙涛海，你到底在出什么洋相？你们厂跟我们镇合作多少年了？你不要忘了，是我们黄龙岛的渔民给了你孙涛海一口饭吃。领导，各位乡亲，听我把话说完，责任全在我厂，是我在管理上的疏忽，造成了产品质量的下降。仅仅是下降的问题吗？上月发的货里有近1半的产品不合格，你看看那鱼龙的缝线，就是条金鱼跑进去，那也能从缝里钻出来。乡亲们，因为这次事故，你们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都由我黄龙网剧场承担，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吧？孙涛海也是没有办法，一来黄龙岛的渔民目前是他最大的买主，二来他如今在外面谈了很多订单，如果后院起火，那他厂的名声可就彻底毁了。别说向外拓展市场，就连黄龙岛这个基本盘他也保不住。幸亏发现的及时，渔民们都还没下网，所以你造的那些残次品并没有给我们岛上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但那些残次品我立马回收，并在半月内把质量过硬的产品给运到渔民的手里。不在原来的基础上，我再给乡亲们免费追加10%的产品，来弥补大家的损失。这条件开得让人无法拒绝。黄龙岛的渔民之所以来闹事，就是怕孙涛海赖账，如今人家没赖账，且额外给予赔偿，这种事换做谁心里不都美滋滋的。镇领导也眯起了笑眼，甚至抬手拍着孙涛海的肩膀，转移话题问候道：干什么事情能出差1个月啊？不瞒大伙儿，我想开拓外部市场，真等厂里的销量上去了，那产品价格自然就会降低，我这也是变相为咱们渔民的利益着想。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涛海根本就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乡亲们，合作这些年，最基本的信任还是要有的。领导立刻和稀泥，以平息最后的民愤。马小磊也非等闲之辈，他趁众人交涉之际，便手脚麻利地拟好了协议，并立刻交由孙涛海过目。孙涛海本想在事后立刻撤了马小磊这个王八蛋，可看着他精明麻利的办事作风，那滴水不漏的协议文书以及高王庄那一大摊子事，他的心突然又软了。浏览完协议后，孙涛海这才把协议保证书递给镇领导。这是我厂的保证书，半月内一定把产品补齐，并额外补偿渔民损失。领导，要是没什么问题，我这就按手印。对方接过协议，看着一排排俊秀的钢笔字和字里行间的赤诚，便点头应允道：那就这么办，你按个手印，我们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孙涛海赶紧又拿印泥，接着印章，手印齐齐往上盖。送走众人以后，孙涛海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茶壶给摔了，这吓坏了马小磊。丢掉饭碗是小事，他最怕的是厂里查，因为他知道引发这件事的原因是他和张春妮在里面吃回扣，把价格压得太低，这才导致村民以次充好。这种事情一旦被扒出来，他不仅要赔偿厂里的损失，还有可能要坐牢。但马小磊在赌孙总不敢查，不敢把事情闹大。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这种厂村结合的模式也不被国家正规机构监管和认可，真要闹大了，
厂子也得跟着倒霉。你还愣着干什么？马上去高王庄查清事情的缘由，我给你1天时间处理，要是干不好，立马给我卷铺盖滚蛋！哎，我这就去。说完，马小磊逃一般的就朝外跑。等等，孙涛还把人叫住，又厉声嘱咐道：“别把事情闹大。还有高王庄这条生产线，目前绝不能断。”孙涛海刚从外地拉来不少订单，如果这时候否定了厂村结合模式，中断高王庄的生产，那无异于自断双臂，自废武功。大量产品不仅无法快速生产，黄龙网剧场的声誉也将大打折扣。好的，孙总。马小磊出来以后，感觉浑身都湿透了，他更是对张春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妮，你赚钱我不反对，可你好歹守住质量关啊！老子真想扒了你的皮。由于张春妮不断地吃着村民的回扣，使得村民织一件渔网的价格只剩下6分，因此村民们敷衍了事，渔网质量大打折扣。渔民直接找到了工厂老板，为了息事宁人，工厂孙总委派主任马小磊前去高王庄调查原因。这个张春妮真是饭桶，这点小事都弄不好。当马小磊来到高王庄时，却早已怒不可遏。他看到张春妮家门口新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分货时间上午7点到8点，收货时间晚上6点到7点。这也就意味着张春妮每天工作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她比厂长还清闲。更重要的，1小时收货时间，就连清点数量都费劲，她怎么可能去检查质量？压着怒火朝屋里叫人。春妮忙收起裙子，理着头发出门迎客。主任，今早不是刚送完货吗？您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屋里说话。两人进屋后，马小磊反身关上门，这把春妮惊了一哆嗦。莫不是马主任这个秃头也惦记起了自己的美貌？他含羞待放地揪着衣角，眼睛慌张地瞅着窗外，声音颤巍巍地说：“我家来来往往都是人，马主任注意影响。”你在想什么呢？我今天来是跟你聊正事的。张会计，产品质量上的事，别说你不知道，你的心真黑啊！为了挣钱，你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这话直接惹怒了张春妮，本来以你的氛围，突然被对方撕得细碎。马主任，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谁没底线？我分钱可没少你1分，拿抽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每天几万件的产品，你就花1个小时收货，我就问你，你怎么去监管产品质量？1小时你查数都费劲。这话直戳春妮软肋，因为她确实越来越懒，她笃定村民们不敢在她面前耍花样，所以这段日子下来，她连数量都懒得清点了，村民报多少，她就记多少。马主任，数量出错了，不是数量问题，是质量问题。就在今天上午，黄龙岛渔民把我们厂子都围起来了。高王庄产出的鱼笼有1半不合格，你去看看那个缝线中间的缝隙有多大？你想让渔民养鲸鱼吗？话茬一拉开，马小磊完全压不住火气了，他借势愤怒道：“钱你没少挣，可好歹也上点心吧！今天上午我差点就完蛋了。”张春妮先是懵了一下，她也自知理亏，但还是牙硬道：“你是厂里的主任，是负责人，你怎么不检查质量问题？现在倒好，出了事竟然把责任推给我，你还真是个男人！”你！马小磊气得哑口无言，这事儿他确实也有责任。厂长出差，便把1分厂的管理交给了他。而他出于对张春妮的信任，尤其头几个月高王庄的货质量确实不错，所以他也就没怎么上心。如今事情已经发生，再争辩对错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马小磊硬憋着火，平复着情绪说：“质量问题不解决，厂里就会派别人下来查，到时候咱们抽成的事情就彻底败露了。我还好说，顶多被厂里开除，可你张春妮将来还怎么在村里立足？有这么严重吗？”到了这时，春妮才突然感到害怕，她心里更清楚，事情一旦败露，后果会比马小磊说的更严重。你慌个屁啊！张会计，你记住，现在是村民造的产品不合格，错的是他们，该慌的、该负责任的人也是他们。你现在是高王庄的领导，你得拿出魄力来。对，我慌什么？是他们偷工减料，我该狠狠的批评惩罚他们。那还等什么？赶紧叫人过来开会啊！今天这事儿解决不了，明天厂长就派别人过来，到了那时候，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马小磊强装镇定，可心里也是虚得厉害。春妮这时可不敢再偷懒。他骑上木兰摩托车就去村委，借用大喇叭吆喝，短短半小时就把做加工的乡亲们给齐聚到了渔网收发站。宽阔的棚户下面被村民围了半个大圈。春妮在愤恨村民造假的同时，更害怕厂里领导下来查，怕自己摆不平这件事，怕失去曾经高额的抽成，失去眼前美好的生活。他不知道该拿什么表情挂在脸上，索性就摆出了一副泼辣的架势，张牙舞爪地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撒泼哭喊：“造孽呀！我那么信任你们，你们却坑我，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村民不傻，看看旁边的马主任，再看看张牙舞爪的春妮，他们心里大概明白是渔网质量的问题，被厂里查出来了。于是人们第一时间便把目光投向了三婶。哟，春妮，这到底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那渔网你们是怎么治的？半数质量不合格，人家厂领导现在都找来了，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们真是昧着良心挣黑心钱。听闻此话，三婶脸色骤变，当即双手叉腰，唾沫星子飞溅。什么样的价格干什么样的工作，6分钱的价就是这个质量。厂里想要好产品，可以啊，给提价。你们做了错事，还有理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给厂里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哟，那跟我们可没关系。再说了，
花6分钱就想让我们做1毛的货，这老板也是下了心了。三婶绵里藏针，气定神闲的就把春妮给驳了回去。其实春妮心里明白，这些人就是想要提价，也唯有把加工费涨上来，才能解决根上的问题。可一旦涨了价，自己就吃不上红利了。他又是开会计站，又是搭建收发站，他图的不就是这份利益吗？于是那个下午，春妮与众妇女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骂战。春妮骂他们不讲良心，骂他们偷工减料还理直气壮；众妇女就骂厂子黑心，骂春妮是走狗，还猜测春妮从中吃利润，骂她喝村民的血汗。旁边的马小磊看得目瞪口呆，那唇枪舌剑的骂战，最后都升级成了跳脚拍手，甚至满地打滚。如果再配点劲爆音乐，活脱脱是一场乡村迪斯科。时间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骂战中悄然流逝，远处的夕阳正一点点下沉。马小磊的脑门出了汗，如此下去，高王庄的加工点8成是要黄了。更可怕的是，带头的三婶扯着沙哑的嗓音，大声怒吼了一句：“不干了，大家都别干了，爱咋咋吧。”三婶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如今渔网加工带来的回报明显比不过种地，尤其这2年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他们就是再傻也知道权衡利弊。做了半天缩头乌龟的马小磊终于站出来，知道不涨价是不现实的了。每件8分，这是我们厂最大的让步，你们愿干就干，不愿干就拉倒。黄龙县那么多村，缺了你们地球还不赚了？这话还是有威慑力的，因为村民本来的心理价位就是8分，且马主任说的没错，高王庄不干，别的村抢着干，有了这2分的提价，他们每天就能多收入10元，一天的口粮钱就有了。短暂的寂静过后，三婶压着激动，扯着沙哑的嗓子问：“你这话作数？我代表的是黄龙网剧场，你说算不算数？你看这事儿闹的，要是早这个价钱，哪儿还有这些乱糟糟的事？”三婶瞬间改换脸色，完全没了泼妇的架势，还一个劲儿朝马小磊笑。先说好，这个月要给我加紧干，还有你们曾经织的不合格产品，回头也要返工重做，没问题吧？只要钱到位，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高王庄别的没有，就是有膀子力气。三婶带众人应允道。可春妮的心都在滴血啊，她月入2万的春秋大梦，终究还是做到头了。不，马小磊当初跟自己签的合同是9分的价格，所以这里面还有1分的利润可以争取。众人散去后，马小磊甩着袖子就要走，可春妮赶紧上前拦住他：“马主任，有些事情还没谈完呢。”还有什么好谈的？自己闯了祸，还得我给你收拾烂摊子，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好，那你走吧。不过我手里有份合同，还有咱俩私下的事，你就不怕我捅出来？春妮眯着眼，阴狠地盯着马小磊，失去高额回扣，春妮怎能甘心？你……马小磊一惊，他似乎越来越害怕这个女人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与他干了那些勾当？现在倒好，他竟然跟这女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俩人来到堂屋关好门，春妮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一改之前的泼辣，眼睛狡黠地转着说：“马主任，刚才你给村民涨了2分的价格，这2分是从哪里出来的？咱们还是先谈明白为好。”你们村闯的祸，你是高王庄的带头人，这个责任必须由你来担，钱也是你出。你这个主任就没责任？呵，倒是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你以为我是傻子吗？马主任，我不欺负你，剩下的1分利，咱们3-7分，我欺你3。世间的事总归还是那句话，揣进兜里的钱要想让别人拿出来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马小磊也不例外，更何况还分他那么少。张会计，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事情一旦败露，我顶多被厂里开除，换家公司我照样干。可你呢？你还能在高王庄立足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马小磊明显占据了上风。事情败露，他只是失去工作，而张春妮失去的则是家园，面对的是村民怒火，他将无法再立足于世。马小磊扔下这句话就走了，春妮默默地站在原地，许久都没缓过神来，滚烫的热血在他脑海里奔流，在无数次的挣扎与彷徨过后，春妮打定了一个主意。第2天上午分完货，他就赶紧骑上木兰摩托，一路飞奔向县农贸市场。他找到了姐妹燕子，在一番寒暄后，春妮又走到渔具区，拿起了前海和爱莲的鱼线轴。前海的合资鱼线35元一轴，爱莲的国产鱼线12一轴，这一轴就是23元的差价。黑暗深渊的诱惑似乎在不停地呼唤着他，大胆干吧，你会比从前赚得更多。燕子，你老实告诉我，这前海和爱莲到底差在哪儿？为什么前海卖的这么贵？姐，讲真的，根本没什么差别。前海就是用了外国技术，所以才卖的贵。再加上前海这种线，多数都给大工厂供货，批发零卖的少，自然价格要贵些。春妮盯着2根鱼线，研究半天也没看出任何差别。于是张春妮将心一横，决定大干一场。海滩上，渔民发现本可以用几年的渔网，才买几天就开线了。这些以质量著称的渔网都是产自黄龙网剧场。起初大家并不在意，以为只是一个意外。可越往深里查探，情况就越发严重，甚至有些鱼笼早就已经开了线，苗种几乎都跑光了。愤怒的渔民直接找上了黄龙网剧场。孙涛海那个杂种呢？让他滚出来，看老四不扒了他的皮！黄明发眼睛都绿了，如此大的经济损失是他一个渔民根本无法承受的，因为他今年为了扩产，合伙跟弟弟一起把家底都砸进去了。孙涛海的堂弟孙涛江作为厂区的临时负责人，赶紧出面稳住了局势。具体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就是砸场，也得给个理由吧？这次就连镇领导都不再帮忙斡旋了，因为黄龙网剧场这次干的事情也太黑心了。理智上，镇领导不愿看到冲突，但如果从感情上来说，孙涛海这种连渔民都坑的奸商，打死都不多。自己看吧，这就是你们产的货。镇领导一挥手，
几个渔民直接把捞出来的鱼轮扔到了孙涛江面前。如今大兵压境，孙涛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抓起渔网仔细观瞧，却发现缝线被海水腐蚀的厉害。这不对啊！浅海的缝线质量那么好，都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不对，这些线压根儿就不是浅海产的。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孙涛江很快就辨别出了真伪，但他目前还不能给出定论，得通过实验才能得出结果。乡亲们，你们先到食堂稍作歇息，我去做个化验。如果是缝线质量出了问题，我会帮你们找供货商，让他们赔偿你们的经济损失。事情在弄明白之前，我希望各位能暂时压住怒火。我压你爷爷，我们现在就要找孙涛海，那缩头乌龟躲哪儿去了？领导，现在需要的是真相，不是暴怒。听到这话，镇领导这才抬手拦住说：“先让他化验，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乡亲们放心，这个公道我一定替你们讨回来。”有了这个时机，孙涛江这才赶紧带人去化验室做实验。而人群当中一直躲在角落的马小磊，几杯的汗都把衣服浸透了。要知道这些鱼龙可都是高王庄产的呀，而高王庄的业务又是由他来全权负责的，要真出了事，他逃不了干系。不对呀，最近半年，张春妮那个财迷竟然从没跟自己再提过钱的事儿。他很有可能找到了另外一条挣钱的路子，该不会偷梁换柱，把厂里进口鱼线给换成了劣质线材了吧？想到这些，马小磊的腿都软了。他曾多次沾沾自喜的以为张春妮对他服软了，认命了，而且他还积极勤劳，严把质量关，活脱脱一个劳模。现在回忆这些，种种迹象都表明张春妮是不正常的。他那懒得掉渣的性格，如果没有水可榨，他能这么积极？更关键的，这半年来高王庄造的产品已经销往了多个地区。刹那间，马小磊突然有种预感，这次很可能连孙总都扛不住了，厂子要黄了。化验室里的孙涛江很快就得出了结果，不是浅海牌缝线出了问题，而是这些产品的缝线压根就不是浅海产的，这是另一个牌子，很劣质的牌子。要说孙涛江也是个人物，他临危不乱，赶紧拿起化验室的电话打给了孙涛海。哥，你现在在哪儿？我刚从省城赶回来，正跟几个老同学吃饭呢。有县警局的志刚，你认识？你跟他吃饭干什么？他请的你。得知这消息，孙涛江脑门的汗都下来了，难不成自己的哥哥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我就是借机向老同学请教一些法律知识，这有问题吗？涛江，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恰在此时，饭桌对面县警局杨志刚的手机也响了起来。哥，咱们渔网的缝线被人给调包了，我刚做过化验，咱们之前生产的所有鱼笼用的都不是浅海的线材啊！怎么会这样？听到这话，孙涛海吓得直接窜了起来。黄龙岛的渔民已经把厂子围了，这事儿该怎么办？关键是之前销往其他地区的产品又该怎么办？孙涛海彻底懵了，他刚才还在饭桌上无不炫耀自己的成功经历，他还准备带着几个老同学坐上他的新式大越野去外面兜风，可黄粱一梦也许就发生在刹那间。许久过后，孙涛海才忙不迭道：“你赶紧联系马小磊，让他查查这特娘的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挂断电话后，化验室里的孙涛江赶紧差人传唤马小磊，可哪还有人影啊？马小磊早跑出了厂区，坐上了出租车，他强迫自己镇定，再镇定，可怎么能冷静下来啊？他恨死了张春妮那个歹妇，他把所有人都害了。不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我马小磊就是跑路，也得狠狠从那个女人身上再榨一把油水。于是他先让出租车带他回了小舅子家。进到家里，他慌不迭道：“东东，给我一张你的银行卡，然后开着你的面包车，把你姐和孩子接到县城东面的广场。记住，让你姐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上，立马跑路，要快。”姐夫，出什么事了？别瞎问了，赶紧办事。说完，他一把夺过银行卡，然后又出门上车，直奔张春妮家而去。雪崩带来的连锁反应很快就蔓延到了春妮家里。他昨晚刚跟燕子分完账，此刻正把一大摞的存折往枕头的棉花里塞。就在这时，外面的门被人踹开了，俩儿子在院子里喊着孙叔叔的称呼。春妮赶紧从里屋出来，却看到马小磊吃人一般狰狞的面庞。马主任，怎么了？这是昨天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张会计，您真是大能人，您比孙猴子还厉害，您都能把天给捅个窟窿。马小磊看到春妮红光满面的样子，真的欲哭无泪。这个愚蠢的女人啊，她光知道赚钱，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闯了怎样的大祸。马主任，您这话里有话，我张春妮可本分。我本你妈个头！你为什么那么蠢？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害了，你竟然偷梁换柱，用劣质线材代替浅海的缝线，这一回我们厂都要跟着完蛋了。这话如洪水爆发，直接冲垮了春妮的心理防线。因为这件事确实是他干的，他无法抵赖，但他还是捂着脸矢口否认道：“马小磊，你少给我血口喷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好，你承不承认已经不重要了，警察估计一会儿就到，你跟他们解释吧。张春妮，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因为劣质产品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把我们黄龙蟒剧场卖了都还不上这个债。你牙这么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说完，马小磊做事要走，而春妮的两条腿已经彻底软了。马主任，真有这么严重吗？原来就在半年前，张春妮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由于渔网没有回扣可以吃了，尝到挣快钱的张春妮怎肯善罢甘休呢？于是直接回到了县农贸市场，找到了老朋友燕子，直接拿起了2款价格不一样的鱼线。燕子，之前听你说浅海牌的虽然贵，但特别好卖，对吧？那可不，浅海牌的利润大，我们这些干零售的都抢着给客人推销。春妮姐，你老打听着干啥？我记得去年你就问过一次。燕子，我给你一条发财的路，你愿不愿意干？燕子从去年
就一直幻想着春妮这个昔日的同事何时能拉上自己一把。如今人家主动提出来，他惊讶的肉都跟着颤了起来。春妮姐，不，张厂长，你真愿意带妹妹一把？我能利用手头的关系帮你从前海场拿货，而且比市面上的便宜。这些货放到你手里，能不能卖出去？要是货少的话，这绝对没问题。一天5箱左右，有困难吗？这么多啊！燕子的眼睛不停转圈，随即又道：我爱人的堂叔在市里搞批发，他应该有这个销售能力。姐，你可以把货先给我，然后我爱人去市里进货时，顺带帮您捎着。你堂叔那儿进价多少？每件进价28，我们提货是30，从杂货铺再往外卖就是35块，我能从里面挣5块钱的利润。春妮大脑飞速运转，片刻后她说：燕子，我每个线轴卖你20元，这样你就有8元的红利，到时候怎么跟你堂叔议价，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你觉得这样行吗？姐，这太行了，您这么低的价钱，怎么从厂里拿的货啊？这你不用管，绝对是正品，你堂叔应该懂行，他一看便知。说完，春妮又盘算道：燕子，这爱莲的线进货价多少？怎么，您在爱莲厂还有关系？燕子都惊呆了，士别3日，真当刮目相看啊！不是，我想让你帮忙进爱莲的货，我们厂要用，而且需求量挺大。这好办，我堂叔那儿就有货，他批发价是10块，单凭咱的关系，给你算9块。这次春妮心里有底了，有了燕子这个中间商，她偷梁换柱的计划算是彻底圆满了。于是她长长舒了口气说：高王庄你知道吧？我下了班都是回老家住。哟，姐，您都厂长了，怎么还住村里啊？燕子倒不怀疑春妮的身份，她纯粹就是直爽，想到什么说什么。家里有老人要照顾，我本来想在城里买房接老人一起住，可公婆不愿意，说在村里住习惯了。姐，您真孝顺，想想以前咱们在农贸公司的时候，那么多人说坏话诋毁你，我真替你冤得慌。呵，现在好了，老天开眼，您都是大老板了，那群小人还在混日子，屁也不是。以前的事不提了，燕子，你先替我联系这事儿，等销路办妥了，你来高王庄找我，我家就是村口东面的红瓦房，很好找。事情交代明白，春妮的心暂时算放下了。她临走时又拿起一轴爱莲的线头。燕子，给你钱12块对吧？哎呦我的姐，什么钱不钱的，您拿去用，一个够不够？一边说，燕子又忙拿了2轴，全塞进了春妮怀里。那天春妮的心情是舒畅的，她骑着木兰摩托穿梭在回家的路上，两旁绿油油的麦田被风吹出了麦浪，她的大卷发也跟着迎风飞舞。什么都难不倒我张春妮，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一个前海卖20，再买个爱莲花9块，这中间就是11块钱的利润。线轴的用量每天在5箱左右，那就是100个线轴。如此一来，我每天的利润就高达1100块。但这次张春妮并没有太过得意，多次的危险经历告诉她，做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她是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农村妇女，可每到半夜，银行账户都会自动进账1000元，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累计到账21万。直到一天，每天都会进账的账户停止了打款，原本镇定自若的她慌了。马主任，咱可是一条绳上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可以给你钱，我分你一半行吗？这几天春妮的右眼皮一直在跳，隐隐感觉要出什么事，万万没想到他做的那些事还是东窗事发了。而马小磊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微微低头，斜眼看着张春妮说：你的钱是现金还是存银行了？都在存折里，总共21万。听到这个数字，马小磊顿时心惊肉跳，才不到半年时间，他竟然搞了这么多钱，他的胆子是真大呀。估计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找上门，你的钱可能也会被冻结。这样，我先带你去县里把钱转移了，然后再去外面避避风头，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行，我都听你的。春妮是真没了主意，而且她也知道自己使用的劣质线材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可她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不会出问题。她觉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春妮手忙脚乱，把刚塞进枕头的存折又全部拿出来，塞进钱包里就往外跑。上了出租车，她和马小磊惊慌地望着窗外，生怕路边窜出来警车把他们给围了。春妮和马小磊来到县城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银行。马小磊其实是最精明的，到了银行门口，他并没有下车，天知道警察会不会借助银行的信息派人过来突击抓人。张会计，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钱全部转到这张卡里，这样你的资金就不会被冻结，这也是咱们跑路的保障。钱打到这个卡里保险吗？那你可以不打，等着银行给你冻结。春妮吓了一哆嗦，却仍不放心道：你不会骗我吧？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这时候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卡在你手里拿着，我先去车站买票，等你汇完了钱，再拿着卡来车站找我，我带你出去躲着，我在外地有朋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春妮再怀疑，那对方就真要掀桌子了。所以容不得多想，他赶紧下车跑去银行办理汇款。而马小磊也没停顿，他换了辆出租车，但并没有去车站，而是直接朝县城东面的广场与自己的老婆孩子小舅子见了面。算时间，春妮应该把钱汇完了。他看着广场东面的另一家银行，当即朝小舅子说：东东，你立刻带着身份证把你的卡挂失，再重新补办一张。东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姐夫这些年一直接济他，所以他没有二话，直接照办。倒是马小磊的老婆跟他闹了起来，又撕又扯的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小磊也累了，
他懒得跟媳妇争辩，索性直接钻进面包车，狠狠抽起了烟。张春妮，这都是你害的，我坑你的这些钱也是理所应当的。马小磊知道张春妮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也不敢报警，因为现在他也成了逃犯，除非他想坐牢。而张春妮一直等到日落，也没有看到马小磊的身影。他壮着胆子再去银行，却被告知那张卡已经作废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彻彻底底被骗了，可他不敢报警，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上了通缉单，绝望和恐惧笼罩在心头，他像丢了魂一般，不知道该去向何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就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呢？最初我只是不愿看到高源家过得比自己好，我能挣一份会计工资，能成为高王庄加工带头人，就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我为何又要继续深陷？春妮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她好歹还有那么一丝忏悔。深夜里，她站在东面的土坡上，望着远处那可爱的村庄，这里才是她的家，她的歌儿，可这里却再也容不下她了。后半夜，她摸回了村里，她看到收发站的棚子下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鱼笼，可厂里竟然没派车来拉，所以这只能说明黄龙网剧场是真摊上事儿了。她本想看一眼后就彻底离开，可望着旁边自己住了10几年的红瓦房，她的心又被牵绊住了，里面还住着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无限的彷徨过后，她终究还是鼓起勇气叩响大门，把丈夫叫了出来。你去哪儿了？收发站没人记账，村里人都急疯了。俊林，你赶紧收拾东西，把孩子叫起来，陪我回趟娘家。怎么，那头出事了？路上再说，你赶紧。说完，春妮就回屋收拾东西，俩儿子也被丈夫叫了起来。春妮带上所有证件，还有家里的一些散钱，几身换洗的衣服，便骑上了木兰摩托。丈夫不明所以，但还是推着自行车跟春妮一起带上儿子，彻底消失在了高王庄的黑夜里。而黄龙网剧场已经深陷到了官司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黄龙岛的事件一爆发，整个沿海的养殖区也纷纷递来了诉。孙涛海这边直接去警局自首报案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逃不了，只能举报马小磊，企图坦白从宽。又派堂弟孙涛江去高王庄一探究竟，并准备彻底封锁住高王庄加工站的消息。厂里的车一来，村里消息传得飞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村民们就聚集到了收发站。领导，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昨天的货不来了，今天又不给送原料，是我们干的不好吗？孙涛江可不是马小磊，他带着一些化学试剂对收发站的缝线一测试，当场就确定这些线根本不是浅海的线材。于是他冷着脸抓起一摞鱼笼，直接扔到地上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缝制鱼笼的线材为什么不用厂里发的？这下把所有村民都搞懵了，他们领的就是原厂线材啊！大领导，我们的线材可都是从收发站领的，您可不能血口喷人啊！线被调包了，这种线材在市场上连10块钱都不到，我们厂里发的线那要30多一轴。我的天爷，大领导，这事儿您得问张春妮会计啊，所有的原料都是他负责分发的。张春妮人呢？昨天下午就没见到人，今天倒好，全家人都不见了，大门锁得死死的。孙涛江猜测，这张春妮和马小磊肯定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今马小磊都跑了，这张春妮估计也逃了。不过他今天来的目的并非找张春妮算账，而是想彻底抹掉高王庄做加工这件事。深吸一口气，孙涛江冷脸看着众人道：你们高王庄使用劣质线材，给渔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笔账该怎么算？哎呦我天爷，我们懂什么呀？都是你们厂还有张春妮给我们发的原料，现在闹出了事，可不能赖我们头上。现在张春妮跑了，没有证据了，警察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跟张春妮穿一条裤子，合伙儿坑害我们厂？老天爷啊，造孽啊！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老老实实干活，哪儿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啊？您不能这么污蔑我们，我们啥也不知道啊！三婶撒泼打滚，村民们又惊又吓。大伙儿听我说，将来不管谁到村里打听，你们都要守口如瓶。高王庄从来就没干过渔网加工，这世上也从来就没有这件事，听明白了吗？真要是走漏风声，你们全都逃不了干系。如此的威逼恐吓，村民们哪还敢瞎说？领导，那往后加工鱼笼这买卖还想有往后，黄龙网剧场估计都要撑不下去了。最终的原因就是你们高王庄造的孽，自己寻思吧。说完，孙涛江头也不回的就上了车，愤愤的绝尘而去。而就在当天的深夜里，高王庄收发站的棚子起了火，春妮的家里也被人投掷了汽油瓶，熊熊大火照亮了黑夜，烧掉了那些劣质渔网，烧掉了高王庄会计站的牌子，也烧掉了高王庄人第一次创业的希望。自此，高王庄再无渔网加工，再无任何痕迹，剩下的只是一片焦土和高王庄人失落痛苦的心情。全班39人，38人都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唯独一人上了技校。毕业当晚，其余班级学生纷纷感谢各自老师，唯独这个班级的学生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全部消失了。明明学生的成绩都考得不错，可为什么我还是有些失落呢？这段时间，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江斌付出了很多，然而结果也是好的，学生们都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江斌也为学生的志愿填报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可毕业当晚，学生们却不见了踪影，连一句道谢都没有。算了，不想这些了，或许孩子们都有各自的事情吧。明天音乐老师张铁约我出去爬山呢，想想穿什么呢？就在江斌准备离开的时候，建超和班委风风火火的回来了。江老师，再带我们去一趟面粉厂吧，我们还想听你唠叨几句，毕竟过了今天。
原来他们并没有忘恩负义，也没忘记老师，而是偷偷带着全班同学在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孩子们看到学生的瞬间，江斌再也忍不住了，瞬间泪如雨下。今天3班的解散意味着永远的离别。来到曾经补课的厂房，江斌惊呆了。麻将馆对面的刘家饭店竟然在厂房里上起了菜。原来早在考完试的当天，班委就传出消息，让同学每人带10元钱，于今早交到班委手上，然后在厂房里组织一次聚餐，集体感谢姜老师。幸亏江斌刚刚已经哭过了，可铁汉的柔情在这一刻依旧令他有些鼻酸。菜上齐了以后，他就那么站在前面，静静地审视着每一个学生。这些孩子，他每一个都那么熟悉，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高原最初总是迟到，可学习成绩却出类拔萃。他胸怀宽广，始终没有举报送学。他还在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班长有些胆小，但胜在踏实，自己交代的任务，他无不尽心尽力完成。大江从最初的问题学生，渐渐蜕变成了3班的守护者，并以不错的成绩毕了业。建超爱闹事，爱小说，但本性不坏，还跟同学们打成了一片，提供了这间厂房，但终究却没能取得理想的成绩。还有张慧，纪律委员、卫生委员。老师说2句吧。老师是第一次当老师，你们是我带的第1届学生，但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无论未来怎么样，你们在我心里的地位都是最特别的。他抖着激动的手，强压哽咽又说：“鸟儿终于长出了翅膀，都要飞走了，但这只是开始，是迈出人生的第1步。孩子们，老师别无他求，只希望你们将来做个好人，哪怕不能功成名就、飞黄腾达，哪怕只是最平凡的人，记住，做个好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说不下去了，再说就得流泪。这么大好的日子，怎么能哭泣呢？于是他抓起茶杯，以茶代酒，与学生们共饮。那天3班无数人都彼此敞开了心扉，可唯独大江和建超这对昔日好友，后来的冤家始终没有交流。高原一个劲儿提醒大江，大江却说：“你看他八面玲珑的样子，哪儿有时间搭理我？与其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场面话，还不如不说。”可是大江好歹同学一场。其实高原心里清楚，大江与建超的关系只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他们虽然表面相互看不惯，其实内心里谁也没放下谁。你不懂，还不到时候。江斌的3班就在这场最朴素的聚餐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只是当喧嚣过后，人去楼空时，总会留下一地的落寞和落寞的人。哎，看的什么小说？回头拿2本给我看看。厂房门口突然传来了豪迈的嗓音。当建超回头的刹那间，他竟然看到了大江和高原。失落与激动猛然碰撞，他的眼圈顿时泛起了泪光。看个屁！你们2个县一中的王八羔子，这些天肯定乐得睡不着觉吧？大江心里放不下你，说要带咱俩去黄龙镇看大海。走吧，一起去海边散散心，顺便让高原练练自行车。2王八羔子怎么早不来？你们知道这些天老子有多伤心吗？你狗日的骑车带我，路那么远，我要累死你！少年之间的矛盾，许多时候并不需要道歉，也许只是一个微笑，或再次的重逢，便可冰释前嫌，携手与共。高原的身体十分灵动，他早在从高王庄到虎头桥的那段路上，就已经掌握了骑车要领。此刻，3位少年从镇上出发了。大江依然扯着嗓门吹天砍地，建超适时的跟他抬杠拌嘴。高原听相声般跟在旁边傻笑。20多里的路程，竟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目的地。那是高原第一次看见大海。虽说高王庄距离海边也就30多里的路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像高原这样的家庭看海其实是件很奢侈的事。蔚蓝的海面上吹着凉爽的海风，3位少年撂下车子，撒欢般在沙滩上奔跑嚎叫。他们挽起裤脚冲进海里，在炎炎夏日里打水仗，玩累了就躺在沙滩上，看着广阔的大海发呆。超儿，以后打算怎么办？是去五中还是念技校？五中就是人渣堆儿，以前挺想去里面混的，现在不想了，可能念技校吧。我干爹正给操办，不管了，去他爷爷的。建超尽量以一种随意的口吻，好让人觉得他蛮不在乎。随后他又问：“你俩呢？县一中的小花朵，现在应该满怀梦想吧？有机会的话，自然想考体育大学，或者进省队，最好能进国家队，搞个奥运金牌什么的。”就你连高原都跑不过，还奥运金牌？您是技校，有句话说得好，不被嘲笑的梦想就不是伟大的梦想。高原也憋不住插话说：“还有句话，被嘲笑的梦想也是一种嘲笑。你找揍是不是？”大江红着脸举拳威胁道。建超又侧身看着高原：“哎，大聪明，你肯定有伟大的梦想，说说，让我们这些土棒槌也开开眼界。”高原枕着胳膊，望着浩瀚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许久才自嘲一笑说：“哪儿有什么伟大的梦想，我就想好好念书，到大城市里看看，然后多赚钱，给我爸治病，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其实，一个梦想的诞生，并非年少轻狂时豪言壮语给自己立下的誓言，那不叫梦想，那叫妄想。梦想即责任，当你意识到自己要对某个职业或领域肩负起责任时，梦想才开始生根发芽。片刻的沉寂后，高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冷场，便岔开话题说：“你们觉得这大海像个什么？”我觉得大海像口锅，里面炖的全是海鲜。说完，他肚子还咕噜噜叫了起来。就知道吃。我觉得大海像仙境，或许在某个小岛上真有修仙者的存在。我觉得大海像个姑娘，柔情似水的姑娘，或许在大海的对岸有这样一位浪漫的姑娘，她也在看海，或许也在看着咱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缘分的奇妙。当多年后高原遇到他时，
在这年的夏天，他真的时常来海边，畅想着海的对岸有什么，是否也有一位如他般多愁善感的人。时光荏苒，很快便来到了8月。开学前几天，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彻底击垮了高原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为了省下1块钱，男人一天只吃1顿饭，平常人嫌弃的馒头配辣条，反倒成了他眼中的大餐。朋友看出他的窘迫，打算请客吃饭，却发现刚打完饭的男人竟离奇失踪了。奇怪，高原哪去了？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自从上了高中后，大江发现高原每顿饭吃的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1碗粥配个白馒头。想到母亲的嘱咐，大江打算去找高原，可谁知道高原竟离奇消失了。高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大江知道高原之所以变得如此窘迫，是因为开学前那件轰动整个高王庄的事。原本高原母亲马俊兰可以通过织渔网来补贴家用，可张春妮的贪欲直接害得马俊兰丢掉了这份工作。马俊兰哭了一夜，尽管她很小声，可躺在对面屋里的高原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母亲的哭声就如刀子般狠狠戳着少年的心。高原想不明白，母亲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刚从赤贫线上爬出来，生活刚有点奔头，现实却又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把他们家踹进了无底的深渊。少年骨子里的血都在炸裂，他恨透了贫穷，恨透了现实的残酷。可弱小的拳头撕扯床单，他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高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他只知道婶子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被烧得一干二净。至于是谁放的火，厂里为什么突然中断合作，村里人个个守口如瓶，就仿佛渔网加工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他要念高中了，每学期的学费加住宿费要1200元，这还不算每月的生活费。母亲的腰有旧伤，还干不了重活，往后家庭的收入又该靠什么来维持？第二天上午，马俊兰一边帮高原收拾行李，一边千叮万嘱：高原，学费一定要拿好，到了学校赶紧交给老师，这是1个月的生活费，要是不够，你再跟妈说。妈，我花不了那么多，100就够了。瞎说什么？100块钱花1个月，你喝西北风啊？人大江1个月都300，你饭量虽然小，但怎么也得200。马俊兰不容置疑，强行把钱塞进了高原兜里。那一刻，高原鼻子酸得厉害，他单从母亲的语气里就能听出家里的困难。母亲干了1年的加工，估计也就刚挣够他3年高中的学费，别说念大学，现在就连生活费用，母亲都还不知道从哪儿挤。王宪忠昨天下午就从县里借了辆面包车，儿子竟然上了高中，尤其考的还是县一中。他就是在忙，也得抽出时间风风光光陪儿子一次。他妈，别絮叨了，上学又不是上战场，看把你操心的。大江也烦了，就是到县里念个书，可老妈从早上吃饭就开始絮叨，什么不要惹是生非，跟同学好好相处，听老师的话。大江，妈再给你100。妈，我又不是猪，花不了那么多钱。你以为我是给你的？到了学校以后，多跟高原一起吃饭，你要多请客。那我直接把钱给他，或者你直接给婶子不就行了？傻啊你婶子和高原是都要置气的人啊，咱们直接给钱，他们怎么可能要？别让高原看出来你在接济他，那孩子要骨气，别伤了他的心。懂。这次大江没再嘻嘻哈哈，反倒无比郑重地朝母亲点了点头。王宪忠开车拉着大江往高原家走，高原和马俊兰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大江窜下车，忙帮着高原搬行李。上车时，高原回望了一眼母亲和身后的这个家，他竟然是那么的不放心。以前在家里，他零敲碎打，还能帮母亲干不少活，如今自己这一走，又要辛苦母亲了。快上去吧，走吧。马俊兰挥着手，儿子这突然一别，他心里也不好受，但他相信懂事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闯祸，都能照顾好自己。随着面包车的远去，两个女人站在路边，沉默伫立了许久，才把目光收回来。此时的两个母亲并不知道，一个天大的阴谋正等着刚上高中的高原，以至于很有可能让高原高中3年的苦读付之东流。哎，都飞走了，木了还是剩咱姐俩相依为命啊。罢了，飞出去也好，搁咱这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出息？小原生在我们这个家，真是委屈他了。我和他爸都没本事，什么也给不了，再往后就靠他自己闯吧，闯出来是命，要闯不出来也只能认命。这话林青美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高原家确实太落魄，可偏偏这母子俩又特别要骨气，哪怕有点春妮那种不要脸的精神，林青美也好给钱接济一下，可就是死要面子或受罪，轻易不成别人的情。进入县一中，高原算是彻底开眼了。这里比实验中学还繁华，那些男男女女们很多都穿得特别时尚。他似乎很难相信自己也成了这所学校的一员，尤其自己还被分在了重点班。他提着花棉被，在好多人艳羡的目光中走进了1楼的22班。但繁华并没有动摇少年的初心，他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我还是我，还是那个贫瘠家庭走出来的高原，我要好好念书，好好珍惜光阴，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由于家庭并不富裕，钱是不能乱花的。根据这2天的了解，他知道食堂的馒头是5毛钱2个，最便宜的白菜粉条11元1份。如果照这样花销，一顿就是1块5，一个月除去放假2天，花销应该在130元左右。这超出了高原预期的100元，所以必须要调整饭菜的搭配。食堂里的菜太贵，还不怎么顶级，那索性就中午吃一顿菜吧，这样在同学面前还能不失面子。早饭有米粥，2毛钱1碗，自己喝2碗，再加5毛1个的素包子，这样就只要9毛钱，既管饱还能吃得体面。至于晚饭，自己大可先不吃，因为在第3节晚自习的时候，食堂门口还会卖饭，那时他可以买3个馒头加2根辣条，花1元便可饱餐一顿。如此算下来，
伙食费基本就控制在100元左右，这也是自己能压缩的极限了。除了自己的生存问题，他还注意到班上在前排有一个空座，据说是有新同学要来，班主任专门给留出来的座位。当然，这些都与高原无关，无论谁来，他都会友好相处，然后自己默默的发力，好好学习。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他还要考一个不错的大学。而大江在风风火火交友之后，才突然想起高原的事。我这2天没顾上他，这家伙不会饿死吧？在中午放学，大江一溜烟就冲了出去。大江自然不会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见面后，他大大咧咧搂着高原肩膀说：“你小子行了，我不来找你，你也不去找我，怎么着？现在是重点班的花朵了，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啊！”高原知道大江在开玩笑，这家伙根本不在乎那些。但高原也清楚，只要跟大江一起吃饭，他肯定抢着请客，而且一定会吃好的。他虽然拿大江当兄弟，可总吃人家的不好。念初中时，大江就总请客，最后高原没办法，硬是把自己参赛的那点奖金又给大江请了回去。可他现在没奖金了，母亲也失去了工作，家庭实力的差距让高原不自觉矮了一截。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越是好朋友，他就越想平等相处。哎，班里有人欺负你吗？要是吃了亏，你可别忍着，回头直接告诉我，老子把屎给他锤出来。来一中的都是尖子生，哪儿有那么多欺负人的事？你也不要惹事，咱们好不容易才考进来的。行，咱兄弟都发话了，我以后就收着点儿。大江紧搂着高原的肩膀，他觉得能跟高原这个重点班学生做兄弟，心里特荣耀。进到食堂里，果然不出所料，大江上来就买大鸡腿，然后是红烧肉，再是肉末粉条、炸里脊，活脱脱一个土财主。高原看得心惊肉跳，这一顿就得近30块呀！他一个劲儿劝大江不要买这么多，可大江怎么可能听他的？好在大江也有细腻的一面，他怕高原不好意思，便朝他说：“你去排队买馒头，别光让我一个人忙活，我饭量大，给我买6个。”本来高原的计划是中午只花1块5，可现在跟大江吃饭，他光买馒头就要花去2元，真是什么样的经济能力，交什么样的朋友，混什么样的圈子。高原连买馒头的经济能力都跟不上，有时他都觉得跟大江做朋友好辛苦。不过好歹是吃了个肚圆，高原连菜汤都端起来喝了。如此一来，他决定晚饭就不用再吃了。为了防止大江继续请自己，他索性就想了个办法，自己的班级在1楼，大江在3楼。每次只要一放学，高原就冲刺般的往外跑。他到食堂买饭，能回宿舍就到宿舍吃，能回班里就在班里吃。少年口袋里的窘迫，只能使得自己以这样见不得人的方式来维系那单纯的友谊。后来大江好几天都没有等到高原，要不是班里人说高原早早的走了，他还以为高原出事了。那晚大江在食堂门口买了一大堆零食，接着直找去高原宿舍，这才算见了兄弟一面。你到底怎么回事？高原，你不是故意躲我吧？哪儿有？学习任务太紧，我怕在重点班跟不上，所以尽量压缩吃饭的时间，好让自己多学点东西。大江点点头，这也的确符合高原的作风。于是他把零食放到床上说：“给你买的，晚上要饿了就吃点儿垫垫肚子。”其实高原心里又怎能不感动？自从念了这高中，大江几乎时时都在惦念着自己。可高原自己不仅一次都没找过大江，还故意躲着他。高原心里好矛盾，好难过。他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大江对我的好，我会100倍1000倍的还回。男人高考考了全市第1，却没有一个大学愿意要他，反而同班倒数第1的差生上了重点大学。男人不理解为什么会落榜，直到高1那天，跟他同名同姓的人走进了教室。介绍一下，这位新同学叫高原。哦，对了，咱们之前也有个叫高原的，往后新同学就叫大高原，之前的就叫小高原吧。然而此时敏感的高原心里却有那么一丝丝不舒服，明明自己先来的班级，为什么自己却成了小的？而台上的这个大高原操着一口洋气的普通话，他似乎又帅又有钱，还从书包里掏出口琴，给大家演奏了一曲美妙的音乐。他自我介绍说是从市里转来的，这身份又引得众人羡慕崇拜。高原并不嫉妒，他只是担心自己往后又没有安生日子了，与这样优秀的人重名，将来少不了被别人拉出来对比。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学习，踏踏实实走完求学之路，结果却不曾想，事情总不遂人愿。有些人出场就自带光环，大高原的到来使得每次课间他身边都围绕着一大群人。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大高原的爷爷是教委退休的干部，他爸在市里是某国营大厂的经理，无数光环加身，几乎把小高原的身影给逼退到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如果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不被人关注倒是高原想要的结果。可卑微的高原却还要不时的被某些女生给拉出来鞭尸。同样都叫高原，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你看人大高原就像是偶像剧走出来的主角，至于那谁跟逃荒似的，就他也配叫高原？我要是某人，早改名换姓了。这些话都是在不经意间刻意让高原听见的。尽管脾气再好，高原有时也忍不住在心里倍加愤怒。我怎么就不配叫高原？我爹姓高，我生在高王庄广阔的原野上，我叫高原，天经地义。我的名字烙印着家乡的土头，我是高王庄最醒目的标志。可对方一个城里人，既没种过地，也没有生长在广阔的原野上，他凭什么叫这名字？他叫高成、高富、高帅都可以，他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个名字？
高原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愤怒，不要分心，我来是念书的，不是跟别人攀比的，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要因外界的那些是是非非而分心。就这样，高原尽量撇除杂念，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日子就这样过着。他与大高原基本没什么交流，倒是第一次月考，高原仍以优异的成绩考了全班第2，全校第4。但这生命中的一对宿敌，早早晚晚还是要教会的。此时的高原并不知道，从大高原来班级的开始，就是一场针对自己的阴谋。而大江算是彻底混起来了，短短1个月，他不仅成了一班扛把子，而且在体育队里凭借大包大揽的爽朗性格，也备受队员们喜爱。而他心里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明白老妈交代的事情。可关键高原那兔崽子跑得也太快了，他想请客也没机会啊。再加上队里的人傍晚放学后经常邀他去打篮球，如果一再的拒绝，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大江一拍脑门，还是先忙自己的事吧。高原若是真遇到了困难，肯定会来找我的。那天大江没去找高原，而是直接跟伙伴们一起奔赴了篮球场。可比赛还没开打，大江在不经意间竟然就看到高原正坐在远处的双杠上。这小子在玩什么把戏？放学了不去吃饭，跑操场坐着干嘛？哎，你发什么神经？这个点儿还不去吃饭？高原着实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调整心绪说，这次才考了班里第2，我得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你管考班级第2，全校第4叫失败，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咱都是乡镇中学上来的，底子肯定不如县里学生厚实，但你脑子聪明，用不了多久，肯定比任何人都强。高原说这话本就是一种托词，也幸亏大江脾气直，没有太多想法，不然在这个地方撞见他还真不知该怎么圆谎。倒是大江突发奇想道，高原，我托你办件事，你必须答应我。行，你说。你们班在1楼，而且离球场近，回头每天下午你都来帮我占个球场。高原思索片刻，大江确实喜欢打篮球，而且学校球场有限，他们一般在3楼，如果来晚了，肯定占不到场地。行，以后我每天都来帮你占场。高原正愁没有机会偿还大江的情谊呢，只是高原没有想到，大江也有属于自己的小聪明。高原放学来战场，大江就先去食堂买饭，然后带到操场上，俩人在篮球架下面一起吃。这回高原是真没法拒绝了，因为大江的这个策略几乎无懈可击。至于班里的大高原，也顺利当上了班长，凡班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紧紧团结在他周围。每次出门，对方皆是前呼后拥，如众星拱月般风光无两。其中最积极的，当属班里的体育委员张勇，那架势就像大高原的家丁，处处都散发着一股狐假虎威的霸道。但大高原学习不怎么好，月考连中游都不到，为人处事还不错。虽然他在学校认识了不少场面人物，但从没见他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倒是张勇跟条恶狗似的，瞅谁都凶巴巴的。高原自然不去触那些眉头，自己也融不进那种圈子。他只是安静的学习，安静的生活，安静的帮大江占个球场。周五傍晚，高原依旧早早的去球场，若是有人过来，他便和气的笑说，这个场已经占了，人待会儿就来，不好意思。打球的都懂规矩，一中也没有那么多孬种。可那天本班的张勇却带人过来了，他在寻觅了一圈之后，便看到了战场的高原。哟，这不是小高原吗？我们正愁没场呢，结果咱班竟然早早的就站上了。张勇，这球场是我给朋友占的，他们马上就过来。朋友？你说你的室友小八，就他那炮弹小个子，能摸得着篮板吗？不是，是一般的朋友。你作为22班的人，给一班占什么场？让开，咱班人占的就是咱的场。张勇，真不行，你们要是想打球，明天我帮你占，但今天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如果让人白跑一趟，这样不好。张勇却当即冷下脸，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说，你到底让不让开？高原怎么可能让？大江每晚都请自己吃饭，如果他连个球场都占不明白，他还有什么脸面去偿还大江的恩情？真没想到咱22班竟然出了条走狗，而且还是渣子一般的走狗，真他妈闹不明白，重点班的优等生不等，非得跟垃圾混一起。你骂谁是渣子，谁是垃圾？骂我可以，我不在乎，但骂大江绝对不行，因为那是我的挚友。我没有尊严不要紧，但我不能让我朋友的尊严受死。一般就是渣子汇集地，全校人尽皆知。你想怎么着？你要打我？张勇看着高原握紧的拳头，满是鄙夷的笑道，这个场地你到底给不给咱班同学？不给。高原斩钉截铁，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江的承诺，更为关键的，张勇带的这些人里，大部分都不是本班的同学。好，这事儿没完。撂下这话，张勇带着人直接扬长而去。高原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他以为张勇就是为了面子，说2句狠话，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高原总是把人想得太好，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始终都是美好的。冲突是在晚自习后爆发的，当时高原和小八刚从水房打了热水，回宿舍还没放下暖瓶，宿舍门就被踹开了。张勇带着几个其他班的人对着高原后背就是一脚，高原完全没有防备，身体和暖瓶全摔在了地上，紧跟着就是拳打脚踢。张勇还骂骂咧咧，又是走狗又是贱货。倒是小八机灵，他呲溜一下窜出去，奔着1楼西门就跑。高原被揍得在地上爬不起来，小八扯着嗓子在1楼喊王大江的名字。那个孙子喊爷爷，哭坟呐！高原挨打了，好几个人在揍他。什么？快去啊！暖瓶都被踹碎了。我操特姥姥！大江把盆直接往头上一泼，抬脚踹断卫生间的拖把杆，跑到走廊就怒吼：一般凡事还能喘气儿的，都跟我去4楼。男孩从不打篮球，却每天都会去篮球场，无论刮风下雨，他都风雨无阻。原来男孩的好兄弟经常请他吃饭，可囊中羞涩，
只能通过帮喜欢打篮球的好兄弟占篮球场来偿还人情。这天，男孩一如既往地去了篮球场，因为不肯把给好兄弟占的篮球场让给其他人，就被堵在寝室一顿组合拳。得知消息的好兄弟怒不可遏，大手一挥，直接摇人。我操他妈的，欺负我兄弟，一般凡事还能喘气儿的，都跟我去4楼。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嗓门越大，号召力就越大。不仅仅自己的朋友，似乎整个楼道都听见了，其他宿舍的人也纷纷冲出来凑热闹，汇入了大江的队伍当中。大江拎着拖把杆一马当先，直奔4楼而去。宿舍里，高原仍被踩在地上，碎裂的暖瓶洒了一地热水，高原的衣服湿了，脸也湿了，浑身都是脚印子，胳膊拧着劲儿的疼。张勇一只脚踩着高原的脑袋，狠狠朝他啐着唾沫怒骂：不识好歹的东西，今天竟然当着那么多人驳我面子，你特么是个什么玩意儿？张勇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是因为他知道高原的底细，乡下来的，衣服全是地摊货，平日里属于可有可无的透明人，也只因跟大高原重名，才稍稍被人关注了那么一下。反观自己，家是县城的，平日里不愁吃穿，最重要的一点，他跟大高原还称兄道弟。大高原是谁？爷爷是退休老干部，父亲是国企经理。大高原报道那天，主任都亲自站门口迎接。你不是挺硬气的吗？我骂你朋友是渣子，你不是要打我吗？来啊，打我，打死我，打不死我，你都不配叫高原这个名字。周围都静了，张勇是那么得意，他认为是自己威胁的话语震慑住了周围所有人。殊不知，大家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在张勇身后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手持棍棒、双目猩红的壮汉。打死你，不用负责任吧？呵，只要他能爬起来，只要他敢动我，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绝不追究责任。好，有你这话就行了。说完，大江抡起棍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砸在了张勇脑袋上，力道太大，棍子应声而断。张勇在第一时间甚至都没感觉到疼，他竟然还有力气回头，结果就看到一位整整比自己高出半头、比自己壮上一圈的大汉，又朝他抡来了一个大拳头。敢打我兄弟，我他妈弄死你！下一刻，后面的人都冲了进来，宿舍的门差点就被挤掉。刚才张勇辱骂的声音，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本来后面的人还不明就里，大江嚷嚷着上来干什么？现在他们知道了，有人骂他们渣子。高原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一群人正围着床怒踹，倒是大江赶紧跑过来，心疼的检查高原的伤势。可高原连鼻血都没来得及擦，就忙朝大江说：别让他们打了，大江，别把事情闹大。你傻，他那么打你，老子宰了他都不多，这事儿你别管。我今天要不抽了他的筋，我王大江就不配做你兄弟。大江知道高原老实，他从不与人闹矛盾，而刚才那混蛋明显就是恃强凌弱，觉得高原是软柿子。大江，你要再打下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高原咬着牙，他知道大江太莽，脾气要是上来了，什么事儿都敢干，完全不顾后果。他们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啊！风里雨里不说，为了提高成绩都累成狗了，不就是为了今天能站在这里吗？你怎么就那么怂？是他太犯贱，嚷嚷着要挨打，这么无理的要求，我怎么不得好好满足他？大江，我数到3，再不停手，咱俩绝交！高原几乎是咬着牙缝里的血说了这话，因为张勇背后还站着大高原，而大高原背景又那么深厚，真要是把张勇做出好歹来，他们的人生之路估计就走到头了。他真不想大江为了自己而断送了大好的前程，这个责任他负不起，更无颜去面对大伯和大妈。1. 高原，我是在替你出头。2.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怕事？你的骨气呢？3. 都给我停手！大江终究扛不住压力，随即把众人扒拉开，并趁高原不注意，又狠狠朝床上补了一脚。张勇虽然护住了脑袋，蜷缩住了身子，可后背传来的疼痛让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本以为高原这种货色没有任何靠山，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翻了车。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到底谁是渣子？好汉都是好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大江判断的没错，张勇就是仗势欺人的货色，真正的硬骨头怎么可能轻易求饶？那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兄弟了？不敢，绝对不敢。还能走路吗？用不用我把你扶回去？能，我自己走，我能回去。望着对方跌跌撞撞的背影，大江补充道：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我叫王大江，怕你我是孙子。张勇怎么可能就此罢手？自上学以来，他这个小霸王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要是大高原在就好了，他认识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不得让刚才那王八蛋跪下来求饶？可大高原是走读生，他不住校啊。明天一早，我必须要让大高原替我找回这个场子，如若不然，我张勇在班里可就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他一边发狠，一边趴在床上，他的脑袋起了个大包，疼得他无法入睡。可更疼的是，他丢了面子，还当着班里人的面跟对方求饶。那夜高原也没入睡，撇开大江不谈，他自己又何尝不痛恨张勇？如果身份可以互换，如果自己是大高原那种背景，他又怎会忍气吞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没钱没关系没背景，就连还手都成了一种奢侈。他也疼得浑身发颤，却又不得不为明天的事去考虑。张勇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请来大高原。自己倒还好说，本来家庭情况就不好，大不了这学他不念了。可他要为大江考虑，为了保全大江，他艰难地下定决心，明天必须主动找大高原为大江求情。第二天来得很快，高原咬着牙跑完早操，刚回到教室，就看到张勇已经坐在大高原旁边，绘声绘
灰色的告状了。大高原皱眉起身，作为大家心目中的优质偶像，他不想跟张勇在班里讨论这种乱糟糟的事。他把张勇叫到外面走廊，靠在护栏前问：“你把小高原给打了？那货就是个叛徒，他把球场给1班都不给在22班，你说他该不该挨揍？老大，他竟然还找人打我，打我可就是打你的脸啊！你把小高原叫出来吧，我在后面的草坪上等你们。哎，我这就叫那孙子出来。”张勇立马点头，趾高气扬地返回教室。如今有人给撑腰，他恨不得横着走路。小高原，你给我滚出来！高原心里一咯噔，该来的总归要来，他也做好了准备，无论大高原怎么处置自己，他都认了。只要不找大江麻烦，只要他们还能继续念书。高原紧抿着嘴唇，强压着心头的恐惧，迎着朦胧的黎明，穿过教室的走廊，他跟在张勇后面，来到了被大树环绕的草坪中间。老大，人我带过来了，你特么给我快点！张勇，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我老大，我不是混混，我只是一个学生。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老大，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大高原没搭理他，而是转头看向高原。你占了篮球场，没让给咱班张勇，是这个事儿吧？高原虽然心里打怵，但还是不卑不亢道：“我答应帮别人占场，就得说到做到。我也跟张勇说了，如果他想打球，我明天可以帮忙给他占。”大高原点点头，又抬手整了整帅气的运动外套，嘴角微笑道：“张勇，小高原没什么错啊，做人讲诚信，这不对吗？可他作为22班的人，却给1班占场，他就是个走狗。你少狡辩，你提前通知高原让他占场了吗？如果没有提前说，你又蛮横的抢人家场地，他不给你，这不是理所应当吗？”旁边的高原却愣了，事情的发展完全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他以为对方会不分青红皂白的维护兄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结果却不曾想对方竟然这么讲道。而张勇是彻底懵了，这些日子下来，自己舔着脸跟在大高原身边鞍前马后，他怎么不得罩着自己啊？无限的委屈袭来，他气得咬牙跺脚说：“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认栽。”说完，张勇苦着脸扭头就走，可大高原却不紧不慢道：“等会儿，我让你走了吗？事情还没有处理完，你着什么急？”此话一出，张勇突然又萌生了一丝希望，这老大还是照顾自己的，如若不然，那以前鞍前马后的伺候可不白忙活了。见张勇扭头回来，大高原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俩一人挨了一顿，算是扯平了。可我的事又该怎么算？你的事，昨天张勇有没有骂过我？他确实骂了高原这个名字，骂了几句。”大高原的拳头一点一点攥了起来，他一边打我一边骂，我记不太清，少说有10几句吧。骂一句1巴掌，是你来还是我来？由于大江替高原出头，揍了张勇，导致张勇怀恨在心，直接找上了背后的老大，那个有钱有势的大高原，企图让大高原帮忙报仇。谁知道大高原第一句话就惊呆了张勇。张勇，你昨天有没有骂我？他确实骂过高原这个名字。骂一句1巴掌，是你打还是我来打？我妈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惹是生非。高原憋着笑，似乎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你妈妈说的对，好好学习才是正事儿。但我妈告诉我，在学校不要惹事，但也不能吃亏。我很爱我爸爸妈妈，最痛恨别人骂他们。而旁边的张勇脑门都要炸了，今天明明是叫大高原为自己出头的，怎么绕来绕去成了自己挨揍了？关键他还不敢走，因为整件事都是他自己挑起来的，是他强行要占高原的球场，是他先带人打了高原，有了这个把柄，大高原只要跟校领导动动嘴皮子，估计自己这学就念不下去了。张勇，你作为体育委员，立正应该不用我教吧？张勇则含着眼泪，硬生生把身体挺得笔直，人有多猖狂就有多落魄，善恶因果终是循环。那天，张勇顶着猪头一样的脸，含着眼泪回了教室，而高原则开口把大高原叫住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张勇才是你朋友，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这样的。谁告诉你张勇是我朋友了？我也讨厌他，动不动脏话连篇，没一点教养，好多次我都想甩开他，但就是架不住他厚脸皮。这一回我得谢谢你，给我找了个好理由，赶走了这个烦人精。李，真的假的？你喜欢张勇那种嚣张跋扈的人吗？当然不喜欢。你都不喜欢，凭什么让我喜欢？你小子不会因为咱俩重名就带着怨气把我划归到坏人一类了吧？兄弟，我好歹来这儿1个多月了，没怎么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吧？也是啊，大高原除了学习成绩差点，他哪样不是出类拔萃，为人谦和有礼貌，班级事务格外上心，人长得帅，还多才多艺。此时的高原并没有意识到大高原的可怕，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悄无声息地步入了大高原的圈套。行了，好好念书，就冲着咱俩叫一个名字，我给你保证，往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就因为咱俩重名，你就对我好？不是对你好，我只是尊重学习好的人。我爷爷经常教育我，要多结交知识分子，因为你们的未来前途无量。高原，某天你要真发达了，别忘了我这么个班长就行。而且作为班长，我必须得处事公道吗？班长，谢谢你。回教室吧，好好念书。这次高原真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对方家庭条件那么优越，肯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人家又怎会跟张勇那种人是一路货色的？他开始打心底里佩服和崇拜这位班长，难怪有那么多同学愿意环绕在他周围。这不仅仅是人家背景硬，更重要的，人家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啊！巨大的劫难就这么消除了，高原也要回归自己的节奏了。但他不想再帮大江站场，因为这些日子下来，他吃了太多大江的饭，
上月大江就超支，他妈还专程来家里问是不是大江在外面乱花钱上网什么的。那天高原没去战场，大江认为高原有伤在身不方便，他不但不生气，还专门买了饭给高原送了过去。大江，你不要总给我送饭，我有钱饿不着的。瞧不起我，觉得我总来你们重点班，给你丢人了是不？我知道有些风言风语，瞧不起我们普通班，我懂。往后你来我们班拿饭，这总行了吧？大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高原也苦恼，他知道大江是好意，他感动的都想哭，可总被接济，他在大江面前说话都没底气，这不是朋友该有的关系，他不喜欢欠着人情。大江，我真有钱，我妈一个月给我200块，这完全够我吃饭的。你老给我送饭，班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个书呆子，除了学习啥也不行，就差让人喂饭了。哪个狗日的这么说？你告诉我是谁？这不重要，大江，给我点自由。我要真缺钱，真吃不上饭，我能不去找你吗？那行吧，之前就是我妈让我吃饭的时候就要上你，怕你舍不得花钱吃不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尊重你的意见，把这顿吃了，往后我就不喊你了。说完，大江转身就走。他虽然大大咧咧，但并不傻。冥冥之中，他似乎感到高原与自己开始变得疏远了。人家到底是重点班的，是天之骄子，总归不能天天跟自己这个大老粗、这个体育生混在一起。大江心里失落，高原更是倍感痛苦。他回到班里，一边吃大江送来的饭菜，眼泪就一边往地上滑落。大江一家人多好啊！他的爸爸妈妈，包括大江，这些年一直都照顾着自己的家庭。高原心里记着恩呐，他从不敢有一天忘记。他甚至在幻想，要是大江家跟自己家一样穷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跟大江一起啃馒头，一起研究怎样吃饭省钱，一起在晚自习的时候到食堂门口买馒头，然后躲在黑暗的角落啃。他从来不想伤大江的心，可自己的经济能力是真的达不到。大江啊，请不要怪我，我是真拿你当兄弟，才不愿总占你便宜。如果这样一直占下去，连我都会讨厌我自己。某天若我有了钱，定与你把酒言欢，不醉不归。这件事过后，两人虽然依旧一起坐车回家，一起重返校园，但他们在学校里几乎很少再有交集了。少年们的心里仿佛在无形当中多了一道隔阂，说不清道不明，总归是没有以前那样亲近了。大江觉得高原是重点班的人，要注意影响，所以才刻意与他这体育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高原觉得一直接受大江的帮助，使他在大江面前越来越没有底气，有时很多话都闷在心里，都不敢去反驳大江的意见。那时他们俩都好想时间过得快一点了。大江想早点上完这操蛋的高中，让他与高原之间不再有这种阶级之分。高原也想时间过得快一点，自己赶紧强大起来，等赚了钱，有了和大江家一样的经济能力，他就可以和大江一起无话不谈了。可高原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事情就出现了别的变故。周二晚自习，高原照例趁着课间跑去食堂门口买饭，可他却没有发现那晚大江也饿了，也跑去食堂门口买饭，而大江就在他身后不远处，并亲眼目睹了高原为了省钱而一直饿着肚子挨到晚上，在无人处啃馒头的场景。如果是放在以前，大江早屁颠跑过去，一把搂住高原的肩膀，指着食堂前的摊位大包大揽的买一堆东西了。可此时他犹豫了，自从念了高中，高原就从没有主动去班里或宿舍找过自己。大江没有办法不多想，他认为高原嫌弃他这个体育生，认为高原嫌自己丢人，所以大江心里又生出一种愤怒：你重点班的学生了不起吗？瞧不起谁呢？要不是因为我妈嘱咐要我好生照顾你，我才懒得3天2头跟你献殷勤。越想越气，大江索性就没凑过去，他只是站在不远处，看着高原买了仨馒头，又买了2根辣条，然后目送他朝食堂东面的小树林走去，直到高原的身影消失，大江才到食堂门口买吃的。可一边买，他心里又觉得不对劲儿。正常这个时间出来，要么就是出于嘴馋，要么就是晚饭时没吃饱，再出来买点零嘴垫肚子。可高原竟然买了仨馒头，这哪像是垫肚子？高原的饭量也就才仨馒头。狐疑的情绪袭上心头，大江被好奇支配着，一步步朝小树林边缘走去。可他还没看到高原，就听到了一阵阵打嗝声。高原饿得脑袋发飘，所以吃起馒头来甚至都来不及嚼，就生猛地往肚子里咽。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吃了上顿想下顿，更何况高原每天都从中午一直挨到深夜，他能不狼吞虎咽吗？大江紧握着手里的汽水，有好几个瞬间他都想走进去给高原递上水，帮他压压嗝，可思来想去，他最终把脑袋一抿，人家都瞧不起我，我干嘛还上赶着讨好别人？也死狗日的拉倒！那晚大江走了，可心却凝成了麻花，他不停地说服自己，也许高原下午有事没来得及吃饭，所以才在晚上去买馒头凑合了一顿呢。虽然大江总爱找理由，但他的那些理由却从来都没说服过自己。于是第二天傍晚，他抱着篮球，假装不经意地从22班走过。他用余光瞥向教室，其他人都去吃饭了，可唯独空旷的教室里，高原仍在座位上捧着书本学习。大江到操场打了会儿篮球，然后又故意从22班路过，高原仍坐在那里，甚至连姿势都没换过。就这样探查了1周，大江终于搞明白了，高原下午根本就不吃饭，所以那晚他在食堂门口看到高原买饭，并不是偶然，而是常态。于是到了第2个周3，他实在憋不住了，他要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想问一问高原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晚自习还没下课，大江就早早跑出教室，并隐匿在食堂的拐角处。不一会儿功夫，高原真的跑来了，他仍旧花1元钱买仨馒头、俩辣条，然后又匆匆朝食堂东面跑去。
男孩每次吃饭都会躲进学校的小树林，瞅见四下无人，男孩把3馒头压在一起，辣条挤在中间，一个中式汉堡就诞生了。没错，他已经1天没吃饭了，馒头就辣条在他眼中就是人间美味。一口咬下去，辣条从馒头缝里扯出了一大片，男孩赶紧迫切地嚼了2口，使劲往下咽，可还是被噎住了。他捶着胸口，又使劲地蹦跶了2下，那卡在嗓子眼里的食物才一点点朝胃里滑去。这就是你说的能照顾好自己，这就是你1个月200块钱该吃的饭菜。高原惊得浑身都麻了，大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碰巧遇上的吗？他克制自己不要惊慌，并立刻开动大脑，为自己找借口说：下午有点急事，没顾得上吃饭，我这不晚上过来，简单买点东西垫垫肚子吗？高原，别再编了，你要是不想认我这个兄弟，你可以直说，我大江从来都不是死皮赖脸的人，我心里有数。大江，我真没骗你，我怎么能不拿你当兄弟呢？我知道你们重点班心里都有种莫名的优越感，我也知道你总跟我凑一块会被人说3道4，让你没面子，可你为了躲我，为了所谓的面子，这么委屈自己，值得吗？大江深深吸了口气，你要吃不起饭可以跟我说啊，我私下里给你钱，咱们也可以不见面。婶子和我忙，总要我照顾你，你别让我难做行吗？我王大江当一回好人，我他妈容易吗？高原却摇着头，痛苦和感动使他浑身战栗，手里的馒头都捏变了形。他咬牙许久，才从齿缝里挤出蚊子大点的声音：我为什么要花你的钱？你说什么？大江听清楚了这话，只是他不敢相信。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因为我是你哥，我拿你当最好的兄弟，而你竟然跟我见外，你竟然不拿我当亲兄弟。高原，我他妈真瞎眼了。大江，正因为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能花你的钱，你到底要让我变得有多卑微，你才满意啊？你知道现在我这么大声跟你说话，需要鼓足多大的勇气吗？你不懂，你从来都不懂。我不懂，我掏心掏肺的对你好，拿你当一奶同胞的兄弟，你却说我不懂。无限的愤怒袭来，大江抬脚狠狠踹在了旁边的树干上，哗哗的落叶像极了大江委屈的泪水。可高原却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大江，你觉得自己人缘好，月考的时候好多人都给你送小抄，你还为此沾沾自喜。你在宿舍看小说，为了躲避班主任搜查，你把小说撕成好几份，然后分别藏起来。你说老师就是查到，也会把它当废纸，并不会收走。你总为自己的小聪明而得意，还手舞足蹈的朝我炫耀。大江，你认为这样对吗？这是好事吗？我那么想劝你，甚至批评你，骂你，我不想让你在这种邪路上越走越远，可我办不到了，没有底气了。我上月吃了你100多块钱的饭，早把我的嘴给堵上了。你可以骂，谁不让你骂了？高原，这些年但凡你说的话，我哪句没有认真听？高原却含着眼泪，用力摇头说：大江，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我怕你一时冲动，当场朝我吼，你吃我的，用我的，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这会让我万箭穿心，把我的尊严扯得稀碎。话到此处，大江似乎有点理解高原的意思，但他还是满腔愠怒道：咱们初中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些破事？初中的时候，你和大妈都在我家吃，我还帮你提高成绩，我还把参赛的奖金都回请了你，所以我不欠你什么，我能与你平等相处。现在不一样了，你还不明白吗？怎么就不一样了？我不在乎那些，我也从没因为总请你吃饭而小瞧你，看扁你。可我在乎，我的良心在乎。高原用力砸着自己的胸口，他好无奈。大江怎么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大江沉默了，高原也无语了。2个彼此牵挂对方的少年，在这个校园的深夜里，需要一场推心置腹的和解。他们都在开动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来挽回曾经那平凡而伟大的友谊。片刻后，是大江先开了口：你总躲着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体育生，怕我给你丢人。大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体育生有什么好丢人的？你要看得起你自己，你要有骨气。当初我挨揍，就是因为张友骂你是渣子，我气不过，就拿眼瞪了他。大江，别人骂我什么都行，但绝不能说你一句坏话。大江没绷住，眼泪猛地就窜了出来。高原的这番话使他情绪瞬间就失控了。他总以为是高原瞧不起他，才总躲着自己，结果不是，自己完全想歪了。这使得大江更加愧疚和心疼，他想弥补，却不知该用什么办法，最后只得请求道：你别总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私下里我给你钱，算我借的，等将来你挣了钱再还给我总行吧？大江啊，你咋就是个死脑筋呢？我就是不愿被你接济，才故意避开你的，给我留点面子行吗？让我在你面前当个有尊严的兄弟可以吗？面子就那么重要吗？面子不重要吗？大江，你告诉我，面子不重要吗？高原这次真哭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因为面子问题，他遭受了多少冷眼，饱尝了多少辛酸。他能走到今天，那是煎熬了无数个夜晚，在无数次的想放弃之后，才咬牙硬挺过来的。人一旦失去了面子，世俗的冷眼和嘲讽，那些本不该有的欺压和侮辱，都会不讲道理的往你身上砸，一直把你的脊梁给砸断。身体的脊梁断了，去医院还能接上，可精神的脊梁要是断了，这辈子就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了。大江啊，我过得再苦再穷，不偷别人一针一线，不占别人一点便宜，我就是饿死，我的尊严还在，我不接受旁人接济，我的底气就还在。你一定要懂我，试着理解我，因为我挖空了心思，都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啊。大江仰着头，不停地做着深呼吸。曾经母亲一直说高原有骨气，他也只认为骨气这东西就是高原特别勤奋努力，而且懂事顾家。而如今他算彻底明白这2个字的含义了。骨气不仅仅是积极向上的精神，他更是在极端困厄的环境里还能憋住一口气，还能面对残酷的人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即使遍体鳞伤，即使螳臂挡车，即使衣衫褴褛，
那浩瀚的山河之志，那伟大而脆弱的尊严，也不曾有一丝动摇。大江笑了，那嘴角像绽放的花朵，泪水像晶莹的露珠。眼前这位最好的朋友，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原来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强大到令人敬畏的地步。从小你就比我优秀，所以你说的话、选择的路肯定比我更正确。高原，从今天开始，我尊重你的选择，按你的想法前进吧，我永远支持你。大江，谢谢你。高原如释重负，他终于把这位耿直的兄弟给说通了。那个，以后还是兄弟吧。说什么呢你？再问这种没有意思的问题，我可翻脸了。大江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那以后在学校里别总躲着我，好歹你得让我知道你还活着。每天下午我陪你打会儿篮球，我还帮你站场。等放假回家，我帮婶子种地，顺便把你家土豆回头放火里烤着吃。少年心中敏感而单薄的矛盾，终究在浩瀚的星空下溶解在了这夜色里。而对比于大江这种对高原毫不掩饰的帮助，他的母亲林清美则要高明上太多了。大江啊，有时间还是多跟你妈学学这人间的处事之道吧。在高一月考上，一向都是全年级第一的他，英语却只考了59分。男孩初中就读于乡镇中学，老师的自带口音使得男孩的基础没打好，加上高中英语老师全英文的授课，让英语基础本就薄弱的他雪上加霜。原本全班第一的成绩也掉到了第5名。提高成绩的唯一办法就是买一个随身听和英语磁带，可家庭的窘迫让男孩低下了头。怎么办？难道真的要被其他同学给拉开距离吗？买了随身听的话，就意味着男孩一个月都要饿肚子，可不买，学习成绩又提不上去。此时正上体育课的他内心陷入了挣扎。好不容易上节体育课，大家都在玩，就你耷拉着脸，到底怎么回事？走，一起打球去，你跟我一队。班长，你们打吧，就我这水平还不够扯后腿的。都是瞎玩，什么水平不水平的。大高原皱着眉，但也没抢球，他转身跟高原一起靠在乒乓球台前，又开口问：你到底怎么回事？看你平时学习挺努力的，怎么这次考试成绩下滑的这么严重？高原不知该如何解释，他那浓浓的乡村式发音真的上不了什么台面。他只在英语课上回答过一次问题，结果一开口就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自此，只要是上英语，他都3缄其口，而且特别不受英语老师待见。咱班第1名何月，这2天看把他得意的尾巴都要翘天上去了。成绩我都看了，除了英语，何月哪一科都不如你考得好。你要是英语也提上来，准是年级第1。突然的关心和理解，瞬间让高原有种莫名的感动。班长这人的确不错，他几乎能关心到每一个人。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靠关系才当上的这班长，很多人心里都不服。如今看来，他的确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此时的小高原天真的以为大高原对自己的好是出自本能，实际上本就是一场阴谋。好了，班长，你们先去玩吧。目送大高原远去后，高原沉默了。他也想把英语成绩提起来，可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在重点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掌握了正确的音标，所以老师根本不会花太多时间教大家单词发音，基本都是领读几遍就匆匆略过。而英语基础本就薄弱的高原，只觉得那是在听天书。很多时候，他都死攥着英语课本。他恨自己明明那么努力，可为什么越学越糊涂？如果可以，他甚至可以直接把课本给吃到肚子里。只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只要能跟上老师的进度，他不差这顿饭。最尴尬的是上完体育课的第2天，英语老师竟然在课堂上主动提问了他。其实在重点班里，老师基本不提问，因为只要抛出一个问题，下面举手的太多了，同学们都太积极。可那天老师偏偏就提问了自己。高原起身攥着课本，嘴巴却紧紧闭着。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要闹出大笑话，他情愿被老师瞪2眼，罚站1节课。因为同学们不会嘲笑罚站的人，却会嘲笑土式发音，甚至争相模仿，要流传许久才能平息。可那天的课堂却出奇的反常，英语老师竟然跟自己杠上了。高原不开口，老师就一直等着他开口。那种死寂的氛围压得高原额头冒汗。哑巴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会？自全英语教学以来，老师第一次在课堂上说普通话，题不算难，高原倒是会，但不敢开口念。他的窘迫使老师看来更像是一种蔑视和挑衅。你瞧不起谁呢？各个成绩都考第1，唯独我的英语，你给我考得稀烂。高原，你要对我有成见，可以直说。没有，对不起。中午吃完饭来我办公室。扔下这句话，老师便继续讲课，使得高原如获大赦。临近中午时，高原还是如往常一样，早早地跑食堂打饭，然后去宿舍跟小巴一起吃完，他才匆匆往办公楼的方向跑去。他知道这次会被老师骂得狗血淋头，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顶多再被罚站1中午罢了。反正这个时间午休，就算罚站丢人，其他人也看不见。可令高原没想到的是，英语老师并没有难为他，反而还和颜悦色，让高原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肯定不笨，甚至特别聪明，而且还那么勤奋。英语成绩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吗？高原不傻，如果这时候还不赶紧抓住机会跟老师诉说苦恼，那自己真就成蠢货了。于是他赶紧组织语言，把自己各项短板都跟老师聊了个遍。听完以后，老师这才点头。好办，以后你不用午休了，中午来这里，我给你补课。高原惊得差点站起来，他何德何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啊？
班里英语差的人可不止自己，老师却偏偏为自己开了小灶。自始至终善良的高原都没多想什么，英语老师真的是出自良心给他补课的吗？不愿意。愿意。高原哪舍得拒绝？于是那天高原不再回去午休，宿舍人疑惑地问高原中午到底忙活什么，他就推脱说去找他朋友大江，给大江补习功课。虽然这个理由牵强，但也没人细问，况且重点班的人平日学习都累得半死不活，谁还去操那个闲心？学校里的高原也迎来了高中的第一个期末考试，通过英语老师几个月的私下辅导，他的英语成绩早已突飞猛进。交完卷子之后，他来到考场外的走廊，并在心里默默地总结这次考试的经验和不足。而隔壁考场的大高原看见他以后，也笑着凑了过来。小袁，我看你气色不错啊，这次英语考试没把你难倒。这回的成绩应该比上次好了不少。最难的阅读理解，我基本都答上来了。你可真是天才，之前英语那么差，这才几天时间，竟然就追上来了。呵，下回再出成绩，我倒要看看那个何月，他还怎么得意。我哪是什么天才啊，班长，你人不错，还经常关心我，所以我不骗你，其实是英语老师中午给我辅导的结果。你家里那么有关系，也可以让老师偷偷给你辅导，很有效果的。大高原听后竟然没有任何惊讶，反而还挑眉笑道：就我这学渣，孔圣人来了都没用，倒是你确实是个好苗子。小袁，既然你拿我当朋友，我也肯定帮你保守秘密。在高原心目中，班长的人品自然没得说，对方虽然家境殷实，背景强大，可从不恃强凌弱，骄傲自满。相反，他还总一碗水端平，对同学关爱有加。可班长太过淡定，还是引起了高原的疑惑。英语老师给我补课，你就不感到吃惊？不问问为什么？这还用问吗？上次考试，你除了英语之外，其他各科成绩基本都是年级第一。这种事往小了说，英语老师的脸面挂不住；往大了说，只要英语成绩提上来，年级第一就会诞生在咱班，哪儿还有21班什么事？可21班的人也是咱英语老师的学生啊，第一名在哪个班诞生，对他不都一样？那可不一样，21班的班主任跟咱英语老师是情敌，现在都追着高3的美术老师呢。所以你觉得咱英语老师会看着对方春风得意？真的假的？你怎么啥事都知道？我虽然学习不如你，但八卦可比你强。我身边天天围着那么多人，整天东家长西家短，这种破事想不听都难。如此一来，高原似乎就明白了，难怪那天在课堂上，英语老师朝自己发火，估计是情场失意，再加自己偏科严重，两者积压在一起就爆发了。后来英语老师为了报复，这才辅导自己，想要挤掉21班的第一名，好报仇雪恨。调整好心态，高原接下来的几场考试也都顺风顺水，比自己预想的状态还要好。时间转眼到了寒假，得知大江要走篮球这条路，高原劝阻过，认为大江走田径比较稳妥，也有底子在，但最终还是尊重大江的选择。很快短暂的假期就结束了，来年开春，高原与大江又要去念书了。大江忙着篮球训练，他第一年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被俱乐部选上。高原则更加努力读书，他考大学的意志从来都没变过。值得一提的是，上次期末考试，高原真的力压对手1分，拿到了年级第一的头衔，可这同样也给高原带来了苦恼。高原这个名号算是彻底打响了，几乎在高1年级的人群里，大家都知道22班的高原考了年级第一，但这项荣誉并没有落到高原身上，因为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比不上大高原，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最该拿到第一的是家境优越、待人谦逊的大高原，而不是穿着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小高原。这让高原内心有些不爽，成绩是自己考的，凭什么名头都让别人占了？更让高原担忧的是，他吃小灶让英语老师补课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午时，英语老师赶紧把高原叫到职工宿舍。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的嘴？高原，这种事传出去好吗？往后你让我怎么做人，怎么跟同学交代？何月昨天还找我闹，问你的成绩为什么进步这么快，是不是真给你补了课？老师，我没说。其实高原说了，他仅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大高原，但他绝对相信大高原的人品，他不是奸诈小人，而且他们在学习上并没有竞争和冲突，他怎么可能害自己呢？滚蛋吧，反正你的成绩也顺利提上来了，往后也不用补课了。顿了顿，英语老师又说：好好学，再有不懂的直接课堂上问我。那老师，这件事该怎么处理？你别再说话就行了，咱俩尽量保持距离，时间长了就没人提了。这事儿让高原十分愧疚，不管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可老师终究是为了自己好，如今却害得老师和自己非议缠身，高原真的好难过。中午放学时，大高原竟然拉着脸直接来到了高原桌前。等会儿再走，我有话说。高原看着他，等班里人全部离开以后，大高原才坐下来。这消息绝不是我说出去的，我拿自己的人格做担保。我没怀疑你，况且之前补课的时候，办公室里偶尔也有老师出入，保不齐是哪个老师说漏了嘴，没事的。看你那样，明明就是在怀疑我，还要故作大度。小袁，我知道自己这身屎是擦不干净了，所以这件事不管是不是我透露的，这个责任我替你担。下午我主动承认是老师帮我补的课。你没必要这样，班长，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真没有怀疑。别婆婆妈妈，反正我的家庭背景所有人都知道，就算老师给我补课，别人谁敢议论？还有，我要考虑到班级团结，如果这事儿你来扛，那班里不全乱了？老师这么偏心，谁还有心思学习？班长，我谢谢你啊。高原知道班长是好人，却没想到他能仗义到这种程度。之前他还为班长抢走了自己的荣誉而耿耿于怀，现在看来就是把那虚荣的第一让给他，又能如何？反正成绩是自己的，
荣誉给谁无所谓。大高原说到做到，下午打完预备铃，他在班上直接就承认是老师给他补的课，给他开的小灶。这话一出，班里竟然没人再议论了，大家反而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大高原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如果他不受老师照顾，这才见鬼了。这消息又传遍校园，而且传着传着就成了大高原之所以能考年级第一，是老师给补了课。而高原为了躲避舆论的漩涡，他甚至都不敢再争辩这年级第一的归属问题了。春去秋来，转眼间高原已经就读高2了。这天上体育课，大高原主动找到了高原。我有个内部消息，据说从明年起，整个江林地区开始分流。啥是分流？自从上次大高原替小高原背了锅，把全校第一的称号揽了过来之后，就开始破财免灾，购买大量的零食和学习用品来堵住班里的悠悠众口。一时间，大高原在班上的声望几乎达到了顶峰，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而高原为了走到更稳，就没再关注全校第一的归属问题，反正成绩是自己的，别人又夺不走。就是高考没考好的，不允许再复读了，强制上大专或技校，要么就退学。回头整个江林地区的复读班和补校也会全面取消。听到这话，高原抿着嘴唇，还真仔细思考了片刻，最后说：我听说高考不是能填报3个志愿吗？上不了好的就上差的，本科读不上就读专科。兄弟，咱也不是外人了，有些话我说出来可能会打击咱们年轻人的自信心，可是不说我又觉得对不起你们。高原疑惑地看着他，大高原继续道：其实念个普通大学，有概率出人头地的并不多，而且在普通大学里真学不到什么东西，谈恋爱、上网、打游戏，哪儿有什么学习氛围？好多人因为读普通大学，基本都废了，毕业后到了社会上，真不如一个技校生。班长，真的假的？我爸是11级的总经理，厂里大学生一抓一大把，你要不信，我回头带着你去看看他们的工作能力，个个眼高手低，心比天高，挣得还没有高中毕业的老师傅多。万一，我是说万一，你要真没考好，你就直接找我，我给你安排到11级工作，我爸是里面最大的领导，绝对会好好照顾你，不出3年，你会比那些大学生混得还好。听到这话，高原的心里瞬间划过一股暖流，但他还是疑惑道：班长，你为啥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应该对你坏吗？你别不爱听，但说实话，我的确有些可怜你，同情你。有些狗日的同学，天天在我耳边说你为了省钱，天天夜里跑食堂门口啃馒头，还被噎得直打嗝，说你那圆珠笔只换笔芯，从不买新的，说你的作业本都是反正面的用。我他妈说不下去了，我他妈就想问问，这有什么好笑的？这难道不应该令人敬佩吗？兄弟，我真的为你鸣不平，那些混蛋算老几啊？他们凭什么嘲笑你？班长，我都习惯了，无所谓的。高原无奈的苦笑着，鼻子也跟着酸涩了起来。谢谢你啊，谢谢你能理解我。所以我就想，你万一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就必须要帮你，我不为别的，就为他妈的这口气，我必须得让你出人头地，得让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一点正义。大高原越说越气，最后直接把瓶子砸在了地上。高原忙给捡起来，又擦了擦上面的土，递给对方。班长，这辈子能交上你这个朋友是我的荣幸，但是我还要念书，哪怕读专科，我也要念下去。我的初中老师跟我说过，念书是最难的路，但也是最正确的路。可你念完了书，不照样还是要参加工作吗？你家庭条件不好，现在又有这个机会，你还信不过我爸的权力？他要想提拔你，不出3年，你就能月薪过万。班长，你要对我有信心，凭我现在的成绩，只要不出意外，考一个理想的大学还是不成问题的。这样，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市里给你把工作，这总行了吧？非得跟这个念书死磕吗？如果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又不能复读，专科、技校也得死磕下去吗？班长，你别生气，我其他还好说，就是脾气太轴，有时候认定的事，我就必须要坚持到底。大学也好，专科、技校也罢，只要他们教，我就能学。你真就这么死心塌地了？读书是最正确的路。你就是见识太少，真等你哪天毕了业，再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的机会，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说完，大高原直接朝篮球场的方向跑去。但高原并不是骄傲自满的人，他也着实认真考虑了一下，如果真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那就退而求其次，念个2志愿或3志愿。人心总是如此之坏，而善良的高原从没怀疑过大高原的动机，反倒是聪明的大江先察觉到了不对。当晚高原就去了大江宿舍，要说大江也很努力，从不愿主动看书的他，此刻竟躺在宿舍床上，爱不释手地读着一本关于篮球知识的书。前段时间省篮球俱乐部来学校选拔了，很遗憾大江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没有击垮大江，反而使得大江更加废寝忘食地提高篮球技术。大江，我找你说几句话，咱到外面走走吧。好嘞。大江一个鲤鱼打挺窜下来，又从柜子里提了一包零食，这才披上棉服，穿着大棉拖鞋，搂着高原肩膀就往外跑。冬夜的校园星光璀璨，尤其暴风雨过后的夜空更显得格外透亮。他们走在校园的羊肠小道上，大江拍着高原的肩膀说：感觉你胖了，这肩膀上都有肉了。暑假的时候咱家里建棚，我吃了1个多星期的酒席，想不胖都难。现在再啃馒头，我都有点咽不下去了。没错，自打高原上高中以后，高王庄里的马俊兰也没闲着，渔网不能织了，就在林清美的带头下建大棚，也算小有收益。怎么着？现在你那肠胃被惯坏了吧？待会儿我给你拿200，年后都升高3了，得好好补营养。再者说，咱都是长身体的年纪，你看看你，光长个子去了，人却瘦得跟竹竿似的，没营养怎么成？高原摆手，带着大江在小花园的长椅上坐下说：我来不是找你要钱的，有别的事。
边吃边聊。高原看看零食，又看看他。大江突然又道：“不，这次你是来教训我的，我懂。你先骂，骂完了再吃，不然你不好意思。”滚！我得到一个消息，说从明年开始，咱们全市停办复读班和补校。那的大高原告诉你的，这王八羔子还真有点儿道行哈，什么消息都能搞到。不提他，我是想跟你说，不要把宝全压在职业篮球这条路上，毕竟他们每年从全省才选80个人，这个几率太小了。光咱黄龙县高中就有6所高中，临江地区将近上百所，如果放到全省，那更是不计其数。顿了顿，高原继续道：“这比高考还要难上100倍。大江，我不是说你不行，我只是想让你多几条路。咱万一要是没被职业选上，咱还可以走体育特长，咱的学习成绩也不要落下。”哎，到底是亲兄弟，这换了旁人，谁会替我考虑这些？那些狗日的同学，平时吃吃喝喝还行，真他妈遇到事儿，全都歇菜个屁了。你不要这么说，广交朋友是你的优点。这个我也佩服。总之，你的体育特长和学习一定不要落下。行，我记住了。你还不了解吗？哦，对了，那大高原为啥要跟你说这些？你们关系有这么铁吗？还行吧，跟咱俩的关系不能比，但也时常照顾我。他是为了我好，说我万一要是落榜，他可以把我介绍到市一期工作。他爸是里面的大领导。听到这话，大江顿时就不乐意了。我操，他什么意思啊？你会落榜？这狗日的咒谁呢？大江，你别总这么冲动，人家也是给我提供一条后路，也是敬佩我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呵，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又不是个美女，他也不跟你谈对象，他为啥偏偏对你这么好嘞？我觉得有问题。尤其这些日子下来，学校都在传说他大高原是全校第1，他凭什么？不行，这事儿我回头必须得找他理论理论。大江，你千万别提这事儿。大高人在班里威望很高，真要是闹僵了，我在班里更混不下去。还有上次英语老师给我开小灶，也是大高原给我背的锅，万一撕破了脸，我在班里更见不得人了。大江虽然莽撞，但并不是一根筋。高原虽然聪明，但有时当局者迷，他未必有大江这个旁观者看问题更透彻。萧元啊，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可能是个坑呢？我说不太好，但我总觉得有人在一步一步给你设计一个陷阱。就比如说现在，明明你是年级第1，你却连为自己证明的勇气都没有，这正常吗？都是事儿赶着事儿，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何况大高原不仅对我好，他对我们班里所有人都不错。不对，反正你要小心这个人。之前我听小姨夫说，他们单位有个领导的孩子截留了别人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后来那同学去复读，结果学校说他学籍被转走了。这事儿一闹才知道，有人把他给顶了。此话一出，高原的心顿时咯噔一下。可大高原那么好的一个人，他会干这种事吗？但大江绝不会骗自己，更不会瞎编故事，故意给大高原抹黑。于是高原点头，紧紧抿着嘴，好大一会儿才说：“哥，你的话我听进去了，反正成绩是我的，谁也夺不走。往后我会离他远点儿，越远越好。”成了，难得你能听我一次，我这个大哥总算找回了点儿面子。80时代回去吃，看你脸色黄的，得多补补营养。再怎么着，咱高王庄也得出个像样的大学生。大江搂着高原起身，哼着小歌便回了宿舍。其实高原清楚，他最大的优点是心善，他总把别人想得特别好，但这恰恰也是他的缺点。这些年下来，他没少在这方面吃亏。回到宿舍后，高原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他已经没有睡意了。他不得不好好考虑大江所说的话，以及大高原所有的行为。人可以善良，但不能愚蠢。换其他的都好说，可这学业可是他人生中唯一的希望啊！他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重视。他和男孩做了3年同桌，却一句话也没说。可是这天他的 MP3 丢了，却第一个怀疑是男孩偷的，直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要搜男孩桌子，就连班主任也支持他搜桌子，唯独男孩死死抱住桌子，一步也不退让。我从来不偷人东西，我不准你翻我课桌。此话一出，班里顿时一片哗然。自从开学后，高原中午和晚上每次放学都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他的嫌疑最大。高原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真不是你拿的，就让何月查查吧。你是咱班的优等生，老师绝对相信你。我就是没偷，我没有义务让别人搜。不知不觉，高原进入高中已经第3个年头了。这期间，高原没和班花何月说过一句话 ，MP3 丢了却第一个怀疑自己，这让高原有些恼怒。高原，如果你不让搜查，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了吗？真拿了就还给人家，大家都是同学，你们也都是孩子，老师不怪你，只要何月的东西找到了就行，这才是重点。高原深深吸了口气，他转着眼睛思索半天，才看着老师说：“那你们都出去，让何月自己搜。”那行，大家都上走廊里候着，这件事让何月跟高原自己处理。从这点上来说，班主任做的还是挺周到的。既能寻到东西，还有可能保护高原的自尊心。待众人全部离开后，高原这才闪开身子，极不情愿地抿着嘴。搜吧。何月没有二话，先把高原桌上的书架翻了一遍，然后又把他桌洞里所有的东西往外掏。越掏，何月就越心酸。高原这个多功能文具盒，好像还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却被他保存得这么好，竟没有一点点损坏。还有那些粗糙的练习纸，这种纸都是印废的报纸，废品站里论斤卖的。高原平日里列算式，他舍不得用那种好的作业本，就到集上买这种糙纸用作练习。这些都不是重点。当何月从桌洞里掏出那几本黄瓜种植技术、育苗与嫁接、霉病的种类与根治方法时，整个人都木了。高原，你带这些书干嘛？我妈识字不多，这些书她读起来很吃力，但种地也需要知识。我只想趁着中午和晚上大家放学吃饭的时间，把这些知识提炼，然后回家给我妈讲解。她特别爱听我讲知识，这是我们娘俩在一起最好的沟通方式。何月当时都懵了，仿佛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交织。他看到了这个繁华高中里那些爱慕虚荣的同学当中，竟然还存在这样一个异类，把关于种地的书放在这个浮华的校园里读，这种事传出去绝对是大新闻。同样，高原也会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嘲笑。接着翻吧，里面还有。不翻了，你肯定不会拿。必须翻，你把我自尊都撕碎了，翻到一半却不干了，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那一刻，高原的脑子都轻飘飘的，换做其他人还好，可偏偏是班花，他在班级的花朵面前颜面尽失，感觉浑身都麻。全在这儿，找吧。没有，你没拿我东西。后面的同学我也不搜了，丢了就丢了吧。听到这话，高原顿时愤怒道：你搜完我，后面突然就不搜了，你让别人怎么想？你是不是非要把这盆脏水泼到我身上才痛快？不是，我就是觉得这么干不好。那你早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误会一个人会给他的心带来多大的伤害？我念初中时被人污蔑偷了人家的资料费，最后差点被逼得辍学。高原捏着拳头，闭上眼睛，往事依旧历历在目。而何月则红着眼，默默地蹲下来，把高原的东西整理好，井然有序地又给放回了桌洞里。干完这些，他直接走到教室外。高原没拿，任何人拿他都不可能拿。下一个。那个傍晚，何月硬着头皮翻遍了全班，最终一无所获。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何月的心却没法轻易过去。尤其在宿舍大扫除的时候，同寝姐妹从何月的床缝里拽出那个 MP3 的时候，更是何月的脸火辣辣的发烫。曾经一直怀疑高原的姐妹们也哑口无言，鸦雀无声。可自那天起，高原算是遭罪了。何月竟然开始欺负他，故意把长发往他桌上甩，故意把他的课桌往后移，故意不把高原的作业上交，害得高原被老师骂。此时的高原并不知道，从这时候开始，原本两个并无交集的人，未来竟有了深刻的交集。虽然结局并不太好，最过分的是那次数学测验传试卷的时候，何月趁着高原转身递卷子，竟直接把高原桌上的试卷给扔到了地上。高原钻到桌子底下捡，却看到何月的脚正踩在自己的试卷上。高原慌了神，他看着何月漂亮的粉色运动鞋，看着她白皙的小腿，还有裙子下面传来的淡淡香味，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我捡一下试卷。可何月不搭理他，试卷踩得死死的。高原连说好几遍，何月就是不应声。最后没办法，高原直接抓起何月白皙的脚踝，咬牙把卷子拿了出来，再次直起腰回到座位上。他却看到了何月那满脸的羞愤。考完试一放学，高原自然要留下来继续研读他的种植知识，可何月偏偏也没走。直到教学楼周围空无一人时，何月才猛地站起来。你跟我出来！他几乎是被何月拽着来到了学校东面最不起眼的小花园里。你干嘛摸我？我哪里摸你了？还说没摸？考试的时候你说你摸没摸？你踩着我卷子了，我叫你你也不听，那我可不得抬你的脚踝，把卷子拿出来啊！此话一出，何月当即得意了起来。行了，终于承认了，高原，你转学吧，你只要转学，这事儿我就不往外传了。你看农业书的事，我也烂在肚子里。高原气得耳朵都冒烟了，这里可是县一中整个黄龙县最好的中学，当年他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踏进了这个门槛，就因为自己看农业书，因为捡了张试卷就得转学。你有病吧？你就知道欺负人，我从来都没得罪你，你为啥总跟我过不去？你太土了，我看着碍眼，反正你得转学，以你现在的成绩，二中和实验肯定抢着要。高原使劲挠着头皮，欺负我也就罢了，现在还要逼着我转学，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虽说哪儿有泪不轻弹，可那天高原真的被气哭了，就没这么欺负人的。我就不转，你爱怎么传怎么传，看农业书也罢，摸你也好，别人就是戳着我脊梁骨骂，我也必须钉在这县一中里。你这个榆木疙瘩，我真想一脚踹死你！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我这么欺负你，污蔑你，回头再弄得你颜面扫地，是个人都没法在这里待着，你就不怕回头影响你高考复习啊？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我有我自己的节奏。这些年下来，我什么苦没吃过，什么气没受过，你的这些伎俩伤害不到我，我不在乎。说完，高原一甩胳膊，转身就要离开。你等等！何月赶紧叫住他，又张开胳膊挡在高原面前说：想想，用脑子想想，高中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正常吗？当然不正常，摊上你这种同学，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小点声，先把心沉下来。我和月是欺负人的那种坏蛋吗？可我为什么总要欺负你，要逼着你转学？高原，有些话我不能说透，今天咱们聊的所有事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至于转不转学，你自己慢慢想，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很快就能想明白。顿了顿，何月继续又说：高原，
高3基本不怎么学新知识了。其实无论转到哪儿，对你的成绩影响都不大。回去以后好好想想我的话，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为了考上大学，他每天睡到中午才走进教室，上课不但公然睡觉，还经常早退。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男孩动用家里的关系，打算冒名顶替全校第一的成绩。然而就在高考报名前，全校第一知道了男孩的阴谋。大江，你猜的没错，是真的。啥真的？高原，我这人说话没个把门的，有时候想到什么说什么。要是哪句话让你不开心，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咱都这些年了，你知道我就这德行。本来高原还挺严肃的，听大江突然来这么一句，当时就禁不住笑了起来。跟你没关系，是大高原的事。现在我可以肯定，你猜的是对的。此话一出，大江顿时瞪起眼睛，朝高原凑过来。你抓到证据了，还是那个棒槌自己露馅了？高原微微摇头，走到土坡下的小渠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才跟大江完整阐述了事情的经过。听完之后，大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猜测是一回事，可证实却是另一回事。何月都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即便没被证实，也相差无几了。那还等什么？周一回去，咱立刻就转学。再不行，找我大姨帮忙，只要他出面，2天就能搞定。突然来这么一下，可能会连累何月。我能感觉出来，何月很害怕大高原的家庭，而且大高原应该清楚何月知道他的计划。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现在那棒槌是冲着你来的。何月既然告诉了你，你就应该跑，不要有任何顾虑。大江急得捶着腿，扯着嗓门又说：高原，你上这个学有多不容易啊！小学天天被欺负，初中靠着2条腿跑，高中吃糠咽菜，咱为了什么？真要让那狗日的把你给顶了，这特么时间就没天理了。高原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可何月为了帮忙，又是欺负他，又是刁难他，最后又是各种暗示，却唯独不敢说出大高原这3个字。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何月也很害怕，他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来给自己忠告。如果自己突然转学，那也得拿出个转学的理由来吧，否则大高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责任给砸到知情的何月身上。大江，你别催我，让我好好想想应对办法。我不能坑何月，肯定还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他们全家都在合起伙来对付你，甚至不止他全家。大高原与我重名，还抢了我全校第一的名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高原认真分析道，他想利用舆论把自己包装成优等生，这样他顶了我的成绩，就不会有人议论。如果他再搞定了学校，那时候自己就是闹，也没有人会相信。而且像我这种家庭的学生，估计也闹不起来。从这点上来分析，大高原也害怕舆论。你在哪儿嘟囔什么呢？这刀都架脖子了，别那么多废话，这事儿就听我的。大江，我的确需要你大姨帮忙，但不是转学。高原忽然有了一个比转学更绝的应对之策，确实也将了大高原全家一军。返回学校之后，高原先是找大高原这个班长，给自己重新调换了一个同桌。为了不把何月牵扯进来，甚至主动疏远何月。眼看着距离高考报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见高原还没任何动作的何月差点被急坏了。好几次中午放学，何月都支开姐妹，悄悄给高原使眼色，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聊聊。可高原竟然全装作没看见，故意不搭理自己。我的小祖宗啊，下个月就开始报名录信息了，你怎么还不转走？你真是要急死姑奶奶我啊！何月心里着急，面上却不敢表现。天知道大高原在班里有没有安插其他狗腿子，秘密监视自己。于是那天傍晚，他看着小高原往厕所的方向走去，姐妹们焦急喊他吃饭，何月便捂着肚子说：你们先去帮我打饭，我肚子不舒服，先上趟厕所。直到走廊里人去楼空，何月这才敢悄悄来到厕所外。他先查看了女厕所，确定里面没人后，他又赶紧跑出来，在厕所门口等。男厕门口，高原探着脑袋刚出来，何月不由分说，直接捂住高原的嘴，一把就将他推进了女厕所里。当时高原都懵了，何月明显能感觉到高原脸上的温度都开始烫手了。男厕里有没有人？高原瞪着眼，连忙摇头示意。何月这才敢把手放下来说：你脑子有病啊，怎么到现在还不转学？太刻意，对方会找你麻烦，我不能连累你，往后你必须得离我远点儿。你疯了，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连累我，顶多我爸丢工作，他到别处照样上班，但你不一样。你这次如果躲不过，真就要一辈子回家种地研究农业了。我有我的办法，你千万别再靠近我，将来若还能见面，我必定报答你。高原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在打转。有时同学的情谊，真的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体现。再想想曾经大高原那么污蔑何月，此刻高原捏着拳头，真想拿大嘴巴子抽他个王八蛋。总之小心。何月说完，自己先出了厕所，看周围四下无人，他这才干咳了一声，提醒高原从女厕里出来。这件事过后，高原对生活又充满了美好的期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邪恶袭来时，那些富有正义感的人们便会自发地相聚到一起，共抗邪恶，所以他不孤独。月末放假的头一天，班主任再三叮嘱，让班里没有身份证的同学们赶紧把证办出来，毕竟马上就到报名日期了，这可是高考前最大的事。放假后，大高原回到自己富丽堂皇的家里，他斜躺在沙发上，一边喝着浓茶，一边旋转着手里的身份证件，而那张崭新的证件上竟是小高原的照片。最后一关了，只要熬过这场考试，我的人生就彻底蜕变了。抱歉啊，小袁，这个世界终究弱肉强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要记恨我。当然，记恨也无所谓，因为那对我无足轻重。再次迎来开学，班主任第一时间就收集身份证，其他人都交上去了，可唯独没有小高原的。你是怎么回事？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明白？老师，就快了，等办好了以后，我家长会给送过来的。25号之前报名截止，你赶紧让家里催一催，要是过了这个时间，信息可就录不进去了。班主任终究还是对好学生压住了火气。老师您放心。
心，一定能办出来。高原似乎并不担心证件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是大江的姨给包办的，而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读书，将来争取能考一个重点大学。到了23号上午时，高原站在办公室里，正被班主任训斥，甚至让他立刻就回家，什么时候把证领来，什么时候再回学校上课。班主任还没骂完，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响了，一个老师举着听筒说：“老于，保卫科电话，说是门口有家长给送证件。”就是我们班的，还不赶紧去拿证件，待会儿上课立马交给我。好，我这就去拿。说完，高原一溜烟就朝楼下跑。他在校门口的保卫室里看到了大姨，大姨还买了很多水果零食，一共分了2份。小袁，赶紧把证件拿好，待会儿立刻交给老师。还有我给你们的零嘴，回头你给大江也带1份。姨，真是麻烦你了。那个，大江去省里集训去了，别等过年才能回来。这样啊，那这些东西你就留着自己吃，吃不了就跟同学分分。哟，是不是上课铃响了？赶紧回去吧，好好念书，别让你妈妈失望。说完，大姨拎着包就站起了身。高原提着2大袋子零食，一直目送大姨上了车，这才着急往教室里跑。那会儿班主任站在讲台上，也是急出了一身汗。高原一进门就说：“老师，证件办下来了。”说完，他先急匆匆把东西放到桌子底下，这才把证件掏出来，交到了老师手里。事情总算是有着落了，班主任也跟着长舒了口气，攥着崭新的身份证。班主任拿眼一扫，当场却愣了一下：“高原，这是你身份证吗？”“是，老师，我改名了，从今天起我叫高志远。”我告别了